设备 OK 了吗？好了。好的，电路终于正常工作了。大家好，我是于新杰，欢迎选修清华大学开设的电路原理课程。此时此刻，你我能够隔屏相望，正是因为有了摄像机、因特网和计算机。它们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电路。黑板上的电路和分析过程绝不仅仅是解题工具，我会让它们在你的头脑中变得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这是一个有源降噪耳机，市场售价$300，它能够将飞机和火车的背景噪声有效消除，同时不影响听音乐和与他人交谈。用这门课程讲授的基础知识，你就能够完成一个有源降噪电路。不需要实验室，只要有 MacBook 和笔记本计算机，跟我学，你也能做得到。在电路原理课程里，我会和你一起重温先哲们面对研究困境时的痛苦和迷茫，共享取得突破后的喜悦。因为我相信，只有熟悉创造的过程，才能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准备好了吗？好了，我们出发。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课程在正式讲授电路原理知识之前的一讲，我们称之为关于电路的数学知识基础。之所以有这么一讲，是因为有不少同学是在中学阶段学习电路原理的慕课，此外还有不少的大学在大学第1学期就开始讲授电路原理，因此我们为中学生准备了能够学习电路原理课程的数学基础。首先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什么是算术，什么是代数，从而引入什么是微积分。所谓的算术是指的数字之间的运算，比如说1加上1等于2，就是关于两个数字1和1的一个加法运算，结果是2。当然除了加法之外，还可以有减法、乘法、除法、指数、对数等等。这些运算的对象都是具体的数字，这一点大家在小学阶段就已经熟悉掌握了。那么大家在中学阶段所进行的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学习，就是从算术进入到了代数。那所谓的代数呢，就是我们用变量和函数来表示数字，也就是说对应于原来的1加1等于2，我们现在用 a 加上 b 来表示加法，我们用 a 减 b 来表示减法，这里面的 a 和 b 都是一个变量。那么类似的，我们可以用 y 等于 ax 表示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关于 x 变量的一个函数，同时 a 是一个已知的数值。这些都是变量和函数，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描述的代数。那么有了变量，有了函数的概念以后，我们在大学阶段将要学会如何描述函数的累积效应和函数的变化率，这就是微积分最本质的属性。接下来我们分别描绘累积效应和变化率。首先我们来看累积效应，我们在这里假设所有的函数都是时间 t 的变量。那么有了一个带 t 的函数以后，所谓的累积效应就是这个函数在以 t 为横轴的这样一个坐标系中所包围的面积。为了求得这种面积，我们所需要进行的一种数学操作就叫做积分。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中学阶段大家都知道牛顿第三定律说 F 等于 ma， 也就是说物体的受力由物体的质量和加速度的乘积来决定。在中学阶段大家接触的加速度都是一个常数，也就是 a
等于 constant。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熟知的物体的速度是 v 等于 at。我们假设在 t 等于0的时刻，速度为0。此外，大家还知道位移 s 等于1/2 at 方。我们同时也假设在 t 等于0的时候，位移为0。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在 a 等于常数的情况下，速度和位移是怎样表征累积效应的。大家请看，这个波形就是 a 等于常数的一个波形，随着时间的变化 ，a 不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如果说关心在某一点大 T 它的累积效应的话，那就是说从0开始起求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当然它很好求，这是一个矩形，长边是大 T， 高度是 a， 所以它的面积是 a 乘以大 T。大家发现了吗？这和我们刚才求得的 v 等于 a 乘以 t 是一样的。类似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v 等于 at 的累积效应。我们依然求某一个大 T 的时刻之前的累积效应，也就是这部分的面积。这个面积也非常好求，因为它是一个三角形，两边的长度分别是大 T 和 a 倍的大 T。因此，整个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是1/2 a 倍大 T 的平方。大家发现了吗？这与我们中学阶段所熟知的位移的公式是一样的。我们用这两幅图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加速度 a 的累积效应就是速度 v， 速度 v 的累积效应就是位移 s。那么用更数学的语言来说，我们可以表示为对 a 的积分就是速度，对速度的积分就是位移。当然了，我们刚才描述的是非常简单的情况，就是加速度是一个常数。实际情况中，加速度完全有可能是变化的，比如是这样一个变化的量。那我们依然可以类似的，对于某一个确定的大 T， 求它阴影部分的面积。这个面积就是这个物体在大 T 时刻的速度。也是类似的，我们假设物体移动的速度是一个随着时间变化但不是线性变化的函数。我们也可以类似于刚才的思路，对于一个给定的大 T 求这个面积。这个面积就是这个物体在大 T 时刻的位移。因此大家记住，积分就是求面积，就是求变量的累积效应。至于给定一个函数如何求其积分，我们等会儿再来讨论。接下来我们讨论与累积效应所对应的另外一种效应，叫做变化率。对于一个函数来讲，我们想要知道它变化的有多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需要执行的一种操作就是求导数。知道了导数以后，我们就可以求出这个函数的微分。我们依然用刚才那几幅图来表示。大家请看，对于一个恒定的 a， 那它随时间的变化率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取两个点，第一个点叫 t0， 第二个点叫 t0 加上德尔塔 t， 描绘着从 t0 开始起我们变化了德尔塔 t。我们发现对于这个恒定的函数来讲，从 t0 到 t0 加德尔塔 t 这个函数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就是说它对于时间的变化率为0。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常数对于时间的变化率是0。我们这里用一撇来表示这个变化率。这个变化率也被称为对时间的导数。接下来我们看 v 等于 at 这样一条直线的变化率。类似于刚才的思路，我们假设某一个点是 t0， 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以后是 t0 加上德尔塔 t。
我们知道这一点的纵坐标是 a t0，这一点的纵坐标是 a 乘以 t0 加上德尔塔 t。于是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以后，整个这个函数变化了多少呢？是 a 倍的 t0 加上德尔塔 t， 再减去 a 倍的 t0， 是等于 a 倍的德尔塔 t 的。于是我们就知道了，从 t0 到 t0 加德尔塔 t 变化了德尔塔 t 的时间以后，整个这个函数变化了 a 倍德尔塔 t。于是这个 at 随着时间的变化率是 a 倍的德尔塔 t 比上德尔塔 t 是等于 a 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位移随时间的变化率1/2 at 方。我们还是采用类似的思路，从 t0 点开始考虑 t0 加上德尔塔 t， 还是采用类似的思路。我们知道这一点的纵坐标是1/2 a t0 的平方，这一点的纵坐标是1/2 a t0 加上德尔塔 t 的平方，把它展开可以得到等于1/2 a t0 的平方加上 a t0 德尔塔 t 再加上1/2 a 德尔塔 t 的平方。于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判断变化率了。从 t0 到 t0 加德尔塔 t 时间变化了德尔塔 t 以后，整个函数值变化了多少呢？于是这个函数在 t0 点随着时间的变化率就是那么随着我们的德尔塔 t 越取越小，这一项就越取越小。当德尔塔 t 趋向于0的时候，这一项就趋向于0。由于这个 t0 点是任意选取的，因此我们就知道了1/2 at 平方的导数是等于 at 的。大家发现了吗？在刚才的那页里讨论累积效应，我们知道对 a 这个常数的积分是 at， 对 at 的积分是1/2 at 平方。在这页里我们知道了对1/2 at 平方的导数，也就是说它的变化率是 at， 对 at 的导数，也就是它的变化率是 a。你发现了吗？累积效应和变化率，或者说积分和求导是紧密联系的。下面我们给出几种常见函数的导数。t 的 n 次幂的导数是等于 n 乘以 t 的 n 减1次幂。sin t 的导数是 cosine t。cosine t 的导数是负的 sin t。e 的 t 次幂的导数还是 e 的 t 次幂。关于这些结论的推导，大家将在微积分课程里详细的学到。我们在这里只列举结论，而且这个结论也并不难以记忆。知道了导数以后，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介绍微分的概念了。这一点跟刚才非常类似，只不过刚才我们用的是1/2 at 方，在这里我们用 x 等于 ft 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函数来表示而已。我们假设 t0 时刻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延时是 t0 加上德尔塔 t，t0 的纵坐标是 ft0， 而 t0 加德尔塔 t 的纵坐标是 ft0 加上德尔塔 t。我们又知道 t0 点的导数，也就是 f 一撇 t0 是这个函数在 t0 时刻的变化率，这是一条直线。那么根据这条直线，如果说横轴是德尔塔 t 的话，那么这个纵轴就即将是德尔塔 t 乘以 f 一撇 t0 等于德尔塔 x。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能够用 t0 点的导数
或者说变化率来代替整个这个非线性的函数的话，那么自变量改变了德尔塔 t 以后，函数值的改变可以用德尔塔 t 乘以 f 在 t0时刻的导数来表示。随着德尔塔 t 趋向于0，我们知道这个德尔塔 x 越来越趋向于实际的改变，我们将其描绘为 dx 等于 f 一撇 t0 dt， 这就是德尔塔 t 趋向于0以后的极限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写成 dx dt 在 t 等于 t0 时候的数值是等于 f 一撇 t0 的。这个式子的意思就是对 x 的微分比上对 t 的微分的微商在 t 等于 t0 时刻的数值等于 ft 这个函数在 t0 时刻的导数，这就把导数和微分和微商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关于这个图，我们还有另外一点需要讨论。如果我的德尔塔 t 足够的小，能够忽略这一段误差的话，我们的函数就可以写成 f t0 加上德尔塔 t 是约等于 f t0 再加上 f 一撇 t0 乘以德尔塔 t 的。随着德尔塔 t 的减小，这个不等式越来越趋向于成立。这个式子将在我们电路原理后续课程的学习中反复出现，请大家熟悉和掌握。有了微分和积分的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微积分了。我们来看 Tn 的微分是 n 乘以 t 的 n 减1次幂， sin t 的微分是 cosine t， cosine t 的微分是负的 sin t， e 的 t 次幂的微分是 e 的 t。 在此前我们讨论过，从 a 到 at 到1/2at 方是一个累积效应的过程，从1/2at 方到 at 到 a 是一个变化率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微分和积分是一对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我们用左边这个式子，实际上就可以凑得出来右边这个 t 的 n 次幂的积分是 n 加上1/1 t 的 n 加上1次幂，因为对它这个函数进行微分需要得到 t 的 n 次幂，而这个微分就用这个式子就可以得到。当然，如果没有指定积分的上下限的话，我们在这里还应该加上一个常数，因为常数的微分始终是0，有没有常数不影响对这个函数进行微分的结果。类似的 sin t 的积分是等于负的 cosine t 再加上 c 的，因为 cosine t 的微分是负的 sin t， cosine t 的积分是等于 sin t 加上 c 的，因为 sin t 的微分是 cosine t。 e 的 t 次幂的积分是等于 e 的 t 次幂加上 c 的，因为 e 的 t 次幂的微分就是 e 的 t 次幂。好，有了这些知识以后，我们来做一个相对复杂一点的问题。大家请看，还是刚才那个加速度和速度的关系。我们现在假设一个物体的加速度是 sin t， 它只在0到派之间起作用。我们求派时刻的速度，很显然这就是面积。我们需要求从0到派对 sin t 做积分的结果。我们知道 sin t 的积分是负的 cosine t， 所以就等于负的 cosine t， 它的积分上下限分别是从0到派，于是就等于 cosine 0减去 cosine 派就等于2。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拥有这样一个加速度曲线的一个物体，它在时间等于派时候的速度是2。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布置一个思考题，拥有这样一个加速度的物体，如果它的初速度是0，如果它的初始位移是0的话，那我们要求它在派时刻的
位移是多少？请大家思考。刚才我们讨论了微积分课程中与我们电路原理课程相关的一些概念，下面我们介绍线性代数这门课程中与电路原理相关的概念。首先是关于线性性的讨论。我们在这里假设 y 是 x 作为变量的一个函数，那所谓的齐次性就是指的 x 如果变成了 a 倍的 x， 这里 a 是一个常数的话，那么 y 就变成 a 倍的 y。所谓的可加性就是指的，如果说 x 是由两个 x 之和来构成 x1 加上 x2 的话，那么每个变量所对应的函数值分别是 y1 和 y2 的话，那么 x 作用所得到的结果 y 是 y1 加上 y2， 满足齐次性和可加性就是线性。那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几个常见的函数是不是线性的函数。比如说 y 等于 x， 那么首先 x 变成 ax 以后 y 就等于 ax， 所以变为 ay， 这满足齐次性。其次 x1 对应的是 y1， x2 对应的是 y2， 那么 x1 加上 x2 很自然对应的是 y1 加上 y2， 因此满足可加性，所以 y 等于 x 是一个线性函数。接下来我们来看 y 等于 x 加上1，它是一个线性函数吗？我们假设 x 变成 ax 的话，那么 y 是等于 ax 加上1，很遗憾，它不等于 ay， 也就是不等于 a 乘以 x 加上1。因此 y 等于 ax 加1不是一个线性函数。我们再来看 y 等于 x 平方，它是线性函数吗？我们在这里来检验可加性。假设 x1 所对应的是 y1 等于 x1 的平方， x2 所对应的 y2 等于 x2 的平方，那么 y 等于 x1 加上 x2 的平方是等于 x1 的平方加上 x2 的平方再加上2倍 x1 x2 的，它就等于 y1 加上 y2 再加上2倍的 x1 x2。 一般来讲它是不等于 y1 加上 y2 的，因此它不满足可加性，于是 y 等于 x 平方也不是一个线性函数。接下来我们讨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一个函数 y 等于 dx dt， 它是一个线性函数吗？我们来看 x 变成 a 倍 x 的时候 y 等于 dAx dt 等于 a 倍的 dx dt， 所以变为 ay， 它满足齐次性。我们知道 x1 所对应的有 y1 等于 dx1 dt， x2 所对应的有 y2 等于 dx2 dt 的话，那么 y 等于 dx1 加上 x2 dt 等于 dx1 dt 加上 dx2 dt 等于 y1 加上 y2， 因此它满足可加性。由于它既满足齐次性又满足可加性，因此 y 等于 dx dt 是一个线性函数。通过这几个例子，我们知道了线性函数有线性代数关系和线性微分关系，当然还有线性积分关系。同时我们也指出了 y 等于 x 加1
y等于 x 平方，它们都不是线性函数。我们接下来的讨论都是关于线性函数的，既包括线性代数函数，也包括线性微分函数。首先，我们来介绍矩阵。从本质上来讲，矩阵就是对线性方程的一种规范化的表达。我们分别来看线性的代数方程和线性的常微分方程。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方程是这样的 ：a11x1 加上 a12x2 是等于 b1 的 ，a21x1 加上 a22x2 是等于 b2 的。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二元一次线性代数方程组。我们用矩阵的形式就可以很方便的来把它规范化表达。我们定义一个矩阵 A 是等于 A11、A12、A21、A22。这个矩阵是一个2乘以2的矩阵，它是有2行有2列，所以它是2乘以2。我们定义另外一个矩阵 X 是等于 X1、X2。这是一个2乘以1的矩阵，它是2行1列的一个矩阵。对于这样一个2行1列的矩阵来讲，我们也可以管它叫一个向量。我们定义第三个矩阵是 B 等于 B1、B2， 这也是一个2行1列的矩阵，或者是一个向量。那么有了这些定义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二元一次的线性代数方程组写成 A、X 等于 B 的形式。为什么能这么写呢？是因为我们定义了矩阵相乘的运算规则。我们把它写一下。对于两个矩阵相乘2乘以2乘以2乘以1的一个矩阵，它势必只能够得到一个2乘以1的一个矩阵，也就是一个2行1列的矩阵。那么第一个元素是什么呢？是这一个数值乘以这一个数值，再加上这一个数值乘以这一个数值。也就是说，把一个矩阵的第一行中每一个元素乘以另一个矩阵中第一列中每一个元素，然后把它求和。所以它是 A11x1 加上 A12x2。它的第二个元素是把第一个矩阵第二行中的每个元素乘以第二个矩阵第一列中的每一个元素，所以它是 A21乘以 x1 再加上 A22乘以 x2。这就是矩阵的乘法。当然我们这里给出的是2乘2的矩阵乘以2乘1的矩阵。如果说被乘的那个矩阵也是一个2乘2的话，那很显然我们就会得到一个2乘2的矩阵，在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类似的，如果说我们列写出来了这样两个微分方程，分别是 dx1 dt 等于负的 x1 加上2倍 x2 dx2 dt 等于负的 x1 负4倍 x2， 这是一个关于 x1、x2 的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那么我们可以用矩阵的形式把它规范化的列写为 dx1 dt dx2 dt 是等于一个矩阵乘以 x1、x2 这样一个矩阵的。那么这个矩阵是什么呢？负1、正2、负1、负4。为什么呢？负1乘 x1 加上正2乘 x2 刚好就是这一项，负1乘 x1 加上负4乘 x2 刚好就是这一项。所以大家发现了吗？我们用矩阵可以很规范化的来表示一个线性代数方程组或者一个线性微分方程组，这就是矩阵的本源。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一个方阵的行列式。
什么叫一个方阵呢？这就是我们刚才推导矩阵的时候所得到的一些结论。比如说，这个矩阵是2乘以2的，它的行数和列数都是相同的，这就是一个方阵。那么我们怎么来求解这个方程呢？大家看，我们用消元法。如果说想要求解出 x1的话，我就把第一个方程乘以 a22， 第二个方程乘以 a12， 然后第一个减去第二个，我们就可以得到 a11 a22 减去 a12 a21 x1 等于 b1 a22 减去 b2 a12。我们进一步的可以把它写成好。类似的，如果说我们要想求解出 x2， 我们就把第一个式子乘以 a21 减去第二个式子乘以 a11， 于是我们就得到 a12 a21 减去 a11 a22 x2 是等于 b1 a21 减去 b2 a11。我们同样可以得到注意，从这里到这里的推导，我们分子分母同时成立一个负号。大家看这个式子很难记忆，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如果我们定义一个矩阵，比如说刚才这个矩阵 A 就是这个矩阵的话，我们定义它的行列式是如果我们做这样的定义的话，大家发现了吗？所有的 x1 和 x2 的分母都可以表示成这样的行列式，也就是说，那么它们的分子是什么呢？请大家观察一下，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写成这样的行列式呢？ b1 a22 减去 b2 a12， 类似的，这个分子是不是能够写成 b2 a11 减去 b1 a21？ 当然，我们知道这二者是相等的。那么写成这样的行列式有什么好处呢？大家请看，这是一个用矩阵形式表示的线性代数方程组，这是那个线性代数方程组的方阵 A， 所有的变量分母都是这个方阵 A 的行列式，每一个变量的分子都是用右端这个列向量替换掉矩阵 A 中某一列以后得到的那个矩阵所对应的行列式。第一个变量就是替换掉第一列，第二个变量就是替换掉第二列。大家发现了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可以推广的。如果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矩阵，根据我们刚才的结论，那 x2 等于什么呢？分母是分子是当然了，3乘3矩阵的行列式的计算，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给出定义，大家将在线性代数课程里学习。在电路原理课程中，我们一般只用到2乘2矩阵的行列式就够了。通过这一篇，我们可以发现，行列式的引入给了线性代数方程求解一种非常简明规范的表达。
这就是行列式引入的最本质的属性。我们还需要琢磨一下行列式的英文 determinant。determinant 来自于英文 determine， 就是确定的意思。顾名思义，有了行列式的定义以后，我们就可以决定线性代数方程的根了。这就是行列式定义的由来。当然，有了行列式以后，整个线性代数还发展出很多其他的特性，这就是线性代数课程的要求了。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矩阵的特征根，或者说特征值。我们知道，矩阵是可以用来表示线性代数方程组，也可以用来表示线性微分方程组的。这就是刚才给出的那个实例，一个双变量的线性常微分方程可以用一个矩阵的形式来表示。那么这个矩阵 A 就是描绘这样一个变量 x1 和 x2 最本质的一个矩阵。那么怎么得到 x1 和 x2 变化最本质的属性呢？我们需要求解出其特征方程和特征根。一个方阵的特征方程是这样一个行列式，这里面的 lambda 是一个变量，这里面的 i 是一个单位阵。所谓的单位阵，对于我们这里2乘2的一个矩阵来讲，就是1001，也就是说，只在斜对角这个线上有1的这数值，其他的数值全部是0。lambda i 减 a 这也是一个矩阵，我们把这个矩阵写出来。利用刚才行列式的定义，我们就知道它是等于我们令这个式子等于0，所能够求得出来的 lambda 的数值分别是 lambda 1等于-2 lambda 2等于-3，就称为这个矩阵的特征根。为什么称其为特征根呢？是因为所有的这些 x1 和 x2 的表达式都必须具有这样的形式，也就是说，这个特征根-2和-3描绘了所有变量 x1 和 x2 变化的速度，这就是特征根的物理属性。好，我们总结一下，本讲涵盖了2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关于微积分，另一部分是关于线性代数。在微积分里，我们说明了积分是描绘累积效应的，我们也说明了微分是描绘变化率的。我们复习一下，对于 t 的 n 次幂来讲，它的积分是 n 加上1分之 t 的 n 加1次幂再加上常数 c， 它的微分是 n 乘以 t 的 n 减1次幂。对于 sin t 来讲，它的积分是负的 cosine t 再加上常数 c， 它的微分是 cosine t。对于 cosine t 来讲，它的积分是 sin t 加上 c， 它的微分是负的 sin t。e 的 t 次幂的积分和微分分别是 e 的 t 次幂加上常数 c 和 e 的 t 次幂。在线性代数部分，我们介绍了3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矩阵是用来规范化的描述线性代数方程组或者线性微分方程组的。行列式是用来规范化的描述线性代数方程组的求解的。特征方程、特征根和特征值是用来规范化的求解线性微分方程的。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一讲给出了很多数学中的定义，由于时间非常有限，不可能做到很严谨，但是我们尽量的从物理本质出发，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随着大家在电路原理课程的学习，可能需要时不时重新访问这一讲。好的，这一讲就到这里。同学们，欢迎你
电路原理课程将为你打开电世界的大门。在这第一讲里，我们要解决3个问题：电路原理的课程内容是什么？电路原理和我其他课程有什么关系？以及这门课程将是一个有趣的课程吗？解决完这3个问题以后，我们将为你开启神奇的电路之旅。在学习这门课程之前，也许你已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包括：我已经在高中阶段学过电路了，一些基本的电路分析我已经会了，为什么还要学呢？还有，这门课程和我的其他的课程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想大多数选这门课程的同学可能是 EECS 方向的。第3件事情，这门课程仅仅是一门学术类的课程吗？它和我的日常生活会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这一讲就来回答这3个问题。是的，你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知道电流一定是这个方向流的，这是一个电压源，这是一个电阻，这是一个电阻，这是一个开关，这4个元件串联在一块儿，电流是这么流的。你能够知道 I 等于 US 比上 RI 加上 RL， 在这个开关闭合的时候，这是一个简单的电路。但是实际工作中有很多比这个复杂的多的电路。对于左侧这个电路来讲，你也知道电流一定是这么流的，一定是这么流的，一定是这么流，一定是这么流，一定是这么流，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对于 R5 这样一个电阻元件来说，电流是这样流的呢，还是这样流的呢？你不知道。在你高中阶段所学的知识里，你无法求解 R5 上的电流，从而也无法知道 R5 上的电压。右边这个电路看起来就更复杂了，它出现了一个新的元器件——电容。电容的出现使得电路分析更复杂了，同时也使得电路更加精彩纷呈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正式的说一说大学的电路和高中的电路有什么区别。首先，在大学的电路里面，元器件更加丰富多彩。除了你熟悉的电阻之外，我们还会出现电感，还会出现电容，还会出现二极管、MOSFET、运算放大器等等其他元件。除此之外呢，我们对电路的分析方法更加丰富，更加一般化，使得你能够分析任意复杂程度的电路。这些方法包括节点法、回路法、叠加法、戴维南法等等。还有，我们在电路这门课程里，绝不仅仅教授你求解电路的方法，还要告诉你很多其他的概念。这些概念与后续的很多课程密切相关，比如说端口的概念，比如说对偶的概念，比如说静态工作点的概念，再比如说零状态的概念等等。还有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电路这门课程也许是大家从科学类课程到工程类课程过渡过程中的第一门课程。于是我们有很多的观点要介绍给大家，这些观点包括工程的观点、等效的观点、抽象的观点等等等等。这些观点是否能够很快的在工程类课程里建立，直接决定了以后的工程类课程是否能够进展得很顺利。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电路在整个 EE 和 CS 这个课程的体系结构里面是什么样的地位。大家学完了电路以后呢，接下来可能要学3门重要的课程，它们就是信号与系统、模拟电子学和数字电子学。这4门课程我们都叫做 EECS 的基础课程。在学完了这些课程以后呢，不同方向的学生可能会选修不同的课程。比如说，关注于高功率的学生可能会选修电力电子，关注于高频率的学生可能会选修通信，关注于芯片制造的学生可能会选修微电子。这3门课程我们管它叫做专业课程，或者说叫专业基础课程。那么有了以上7门课程的基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很多不同方向领域的课程的学习了。比如说，如果说你对能量的处理感兴趣，你可以选修关于电力系统的一系列的课程。比如说你对信号处理感兴趣你可以选修控制通信本身的信号处理
和计算机一系列的课程。所有这些研究领域综合在一块儿，就构成了无处不在的 IT 和能量。那么所有的这些课程就是归于应用类的课程。所以从这幅图可以看得出来，电路是所有 EECS 类课程最核心的一门课，值得大家高度关注。那么我们用几句话来简单介绍一下电路的基本特征。首先，电路是由若干基本元件来构成的。大家看下面这3个电路不要被这3个电路所唬住。这些电路在我们的电路原理课程里都会给大家讲授清楚是什么功能，如何进行分析。它们都包括了电源、电阻、运算放大器、MOSFET、电感、二极管这些基本元件来构成。那么它们都具有能量处理或者信号处理的功能。比如说左边这个电路，它就是一个减法器电路；中间这个电路，它就是一个宇飞门电路；右边这个电路就是一个降压斩波器电路。它们在信号处理和能量处理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第3点，电路是可以被系统化的分析的。我们将在这门课程里给大家讲授很多种系统化分析方法，让你对任何一个电路，对任意复杂程度的电路都能够进行分析。第4，它可以被用来设计具有新的功能。比如说，对于降压斩波电路来讲，我们就可以设置不同的电感值，使得负载上的电压获得不一样的值。比如说，对于减法器电路来讲，我们就可以选取不同的 R1 值和 RF 值，使得 U1 和 U2 减法的倍乘系数不一样。这就是电路的4大特征。大家可能现在还会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关于电路的体系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它的特点等等，这会是一门非常枯燥的理论的课程吗？我要告诉你，绝对不是这样的。大家看，这是 Apple 在2013年发布的 iPhone 5S。那么 iPhone 5S 这样一个最前沿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和电路原理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学完了电路原理课程，你可能要在2个方面再继续学一些其他的课程。一个方面，你要学信号与系统。学完信号与系统以后呢，你可以再学通信原理这门课程。通信原理学完了以后，还有相应的一门课程叫做无线通信，这是信号处理这个方向。除了信号处理之外呢，还有计算机这个方向。学了电路以后，你要学数字电子学，完了以后会学计算机基本原理，也就是 PDA 的基本原理。把计算机和无线通信结合在一块儿，就是一个 iPhone。也就是说，学完了这些课程以后，你就可以从根本上知道 iPhone 是如何工作的。当然，我需要指出，这距离设计出一个 iPhone 还有很长的实际工程距离。除此之外，大家看右下角这个图，这是一个智能电网的框架结构图。关键的是这个，用户可以和配电网进行能量和信号的双向流通。这是我们以前的电力系统所不具备的特点。用户和电力系统能够进行能量和信号的双向流通，就使得我们能够更高效、稳定、安全的来对用户提供电能。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跟我们的电路有什么关系呢？类似的，一样有2条路径可以选取。学完了电路以后，你可以选电力电子技术，然后再学储能技术，然后再学可再生能源技术。另外一条路呢，你需要学习电力系统分析，还需要学习高级能量管理。把这2个部分的知识都学完了以后，你就掌握了关于智能电网的最核心的要素了。看吧，电路这门课程和你未来的能量处理和信号处理的实际应用是息息相关的。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我们电路原理课程的第2讲。我们在这一讲里呢，要介绍几个关于电路的最基本的概念。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介绍一下电路的构成。电路呢是由4大部分来构成的，它们分别是电源、
这个电源啊，它既包括能量的源，也包括信号的源。在右上角的这个图里面呢，我们给出的是一个光伏太阳能电池板的图，它当然是一个能量的源。但是事实上呢，大家之所以能够听到我说话，是因为有麦克风，所以麦克风本身也是一个信号的源。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有负载。这个负载我们给大家图上呢是一个电动机。那么除了这种能量的负载之外呢，当然还有信号的负载。你现在之所以能够听见我说话，看见这个屏幕，这都是信号的负载。除了源和负载之外呢，还需要其他一些很重要的电路，使得源的能量或者信号能够及时有效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传送到负载侧，这就需要能量或者信号的处理电路。我们给出了一个标准的能量处理电路就是变压器。当然了，能够看到我，能够听到我，是需要有滤波器和放大器的，这是标准的信号处理电路。除了这三大部分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必不可缺的，那就是我们需要开关和线路把这些东西连接起来。我们在图上给出的呢是一个电力传输线的照片。那么除了电力传输线之外呢，在大家的滤波器、计算机和放大器里面要有很多的电路板，这也是传输线。那么这个图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电筒照明系统的电路，它包括了我们刚才说的电路的四大元件。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待一个电路？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从电路的负载来对电路进行不同的分类。那么如果说这个电路的负载全部是由电阻构成的看到这里面全部是电阻构成的，那么呢，我们就管它叫阻性电路。如果说这个电路里面包括了有电容元件，那么它就是动态电路。那么对于动态电路来讲呢，我们又可以按照感兴趣的时间段来进行划分。如果说我们感兴趣动态电路变化过程中的那些电路的各种的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我们管这叫暂态分析。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电路里面，如果我们知道电源是一个直流电源的话，那么通过后续的课程，我们就可以知道电容上面的电压的变化趋势是这样的，从这个点到这个点，这个波形的变化过程就是暂态分析。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能对稳态的工作点感兴趣，也就是说我们感兴趣于变化之前的那个值，变化之后的那个值，这就叫做稳态分析。那么刚才呢是根据负载来进行的划分，我们也可以根据电源来进行划分。电源呢既可以包括直流源，也就是现在屏幕上闪烁的这条直线就是一个直流电压源，也可以包括交流源。交流源呢又可以进一步分成正线交流，如屏幕上的波形所示，也可以呢更一般化是一个周期性的源。在电路原理这个课程里，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包含阻性和动态电路，以及激励式直流、正弦和周期性所有情况下电路的分析方法。那么第二个大问题呢，我们要讨论一下电路的模型。首先呢是要说理想的电路元件，这些理想的电路元件都是从实际的电路元件进行抽象，来得到了简单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在这门课程里讨论的两个接线端的理想电路元件包括电阻，在中国的国家标准里是一个方块，在西方的教材里是这样的一个符号，那么在我们这个课程里不加区分。那么也包括电感是这样的一个符号，也包括电容是这样的一个符号，还包括电源。电源呢，如果说是直流电源的话，我们通常把它画成这样的形式。更为一般的话呢，我们可能把它画成这样的形式。这个问题里面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来讨论如何建模，也就是说如何从实际的元件建模成理想电路元件。
对于刚才大家见过的这个电路，手电筒的照明电路来说，我们通过抽象就可以分别得到电池的模型、开关的模型、灯泡的模型和传输线的模型。那么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就是这样的，我们用电阻和电压源的串联来表示电池，我们用一个理想开关来表示实际开关，我们用一个线性电阻来表示灯泡，我们用理想导线来表示实际的连接线。那么这个模型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什么呢？这个电阻在模型里是不变的，实际上灯泡的电阻是随着照明时间的变化而在变化的。在这个模型里，电源的内阻是不变的，但实际上电池的内阻是随着供电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在这个模型里，我们忽略了导线上的所有电阻，认为它是理想导线，而实际的连接线是有电阻的，而且实际的连接线和元件相连的部分是要有接触电阻的。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同学们肯定会想，那么我为什么不用更精确的模型来对它进行建模呢？此后几讲里我们会深入的来讨论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电路的分类。我们在这一讲里主要讨论两个分类，首先是线性与非线性。我们以电阻为例，电阻大家都很熟悉，如果说我电压这么来标的话，电流这么来标的话，那么就一定有欧姆定律 U 等于 R 乘 I 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在电路里经常用激励和响应来描述一个元件上面的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激励是电压，响应是电流的话，那么激励和响应之间 U 等于 R 乘 I 就构成了一个线性关系。那么所谓的线性元件呢，就是说元件上的激励和对应的响应之间是一个线性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为什么 U 等于 R 乘 I 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呢？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讨论。首先，如果说激励变成了 K 倍的话，那么通过 U 等于 R 乘 I， 那么响应一定变成了 K 倍的 U 除以 R， 于是等于 K 倍的 U 除以 R， 响应就变成原来的响应的 K 倍了。其次，如果说激励变成了两个激励之和的话，那么响应一定就变成了两个激励之和除以 R， 分别是 U1 除以 R 加上 U2 除以 R， 分别是两个激励单独作用下响应之和。那么任何一个关系，激励和响应的关系，如果说满足这样的关系，我们叫齐次性；如果说它满足这样的关系，我们叫可加性。满足齐次性和可加性的关系是线性关系。那么如果说一个电路里面的所有负载全部都是线性元件的话，那么这个电路就是线性电路。线性电路描绘的方程是线性方程，这一点大家以后会体会到。那么什么是非线性电路呢？只要这个电路的负载有一个或者多个是非线性关系，那么它就是非线性电路，描绘它的方程是非线性的方程。第二个讨论是关于平面电路和非平面电路。所谓的平面电路呢，是指的这个电路能够被画在一个平面上，而使得呢所有的元件之间是没有相互之间交叠关系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电路，所有的元件都与其他的元件没有交叠关系。那么大家来看这样一个电路，这个电路表面看起来这个元件和这个元件有交叠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可以重画这个电路，使得它成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大家注意，这里我画成这样，你看
这个电路和这个电路之间从拓扑连接上是完全一样的。对于右侧这个电路来讲，任意两个元件之间是没有交叠关系的，所以它依然是一个平面电路。那么有平面电路就一定有非平面电路，那也就是说，无论你如何改化，电路始终存在着元件之间的交叠关系。比如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电路来讲，这个元件，无论你如何改化这个电路，都会使得它要么和它交，要么和它交，要么和它交，要么和它交。所以这样一个电路是非平面电路。平面电路分析起来比较容易，非平面电路需要一些特殊的考虑。在我们这门课程里讨论的都是平面电路。好了，第2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3讲，我们来讨论电路中非常重要的变量。我们将讨论4种变量，其中前2种是最为重要的。首先我们来介绍电流。电流的定义呢是电荷随时间的变化率。从这个文字的表述来讲呢，就可以写出这样的方程 I 等于 dq dt， 这是电流在物理里面的定义。我们把这个定义呢具体图示化对于这样一个从 A 到 B 两接线端元件来讲，我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面这个方框并不一定是一个电阻，是任意的两接线端元件都可以。对于这个元件来说，我们计算的电流就是指正电荷在单位时间内从左到右移动了多少，这符合电流的定义，电荷的时间变化率。那么它的单位呢是安培，安培是法国的一位科学家。在电流里面呢有2大划分，第一大划分叫直流电流，第2大划分叫交流电流。顾名思义交流电流就是电流的方向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的电流。那么与之相反呢就是直流电流，这是最直观的定义。在直流电流里面呢有一种最常见的叫做理想直流电流，也就是说，如果说随着时间电流不发生任何改变，是一条直线的话，这叫理想直流电流。那么在交流电流里呢，有另外一种非常典型的电流，叫做正弦电流。这个呢，在我们前几讲的内容里有过介绍。如果说随着时间电流是一个正弦值的话，那么它就是正弦电流。注意，我这里理想直流电流用大写的 I， 正弦交流电流用小写的 IT， 这都是有讲究的。这一讲的结束我们会总结这一点。我们现在来介绍第2个概念，那就是电压。电压的定义呢是电场力将单位的正电荷移动所做的功。把它写成式子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我们把做功的起点和终点分别定义为 A 和 B 的话，那么就是电场力所做的功比上电荷量，就得到了 UAB。那么值得注意的呢，这里面 AB 之间的也是一个任意的两接线端元件。电压的单位是伏特，伏特呢是一位意大利的科学家。从刚才的定义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同一个电场力移动单位正电荷从 A 到 B 所做的功是 UAB 的话，那么这个电场力将单位正电荷从 B 到 A 移动所做的功一定是负的 UAB， 这是很直观的。此外，我们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电场力给单位正电荷所做的功实际上就等于单位正电荷所吸收的能量。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第3个变量叫做电位。电位的定义跟电压的定义密切相关。电位定义为从某一点到参考点的一个电压。那么于是呢，我们就要定义一下参考点。我们定义参考点的电位值是0值，这是人为指定的，这是用户指定的，这是你随便可以选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电路只能有一个参考点，或者说是一个零电位点。它的符号呢，可以写成 phi， 可以写成 u。
从这个定义式就可以看得出来，电位本身也是电压，所以它的单位也是伏特。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么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有一个直流电压源，有3个电阻。我们假设 C 是参考点，这是我人为指定的。那么于是呢，根据参考点的定义 phi C 就等于0，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同学们思考一下，在这个时候 phi A、phi B 和 phi D 各是什么呢？我们一块儿来做。A 点的电位就是 A 点到参考点的电压，于是呢 phi A 就等于 UAC。B 点的电位就是 B 点到参考点的电压，于是 phi B 等于 UBC。D 点的电位就是 D 点到参考点的电压，所以 phi D 等于 UDC。这个直接根据定义式就可以知道。好了，我们有了电位，有了电压以后，就要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知是2点。第一点，电路中任何2点之间 ，A 点和 B 点之间都有一个电压的存在。第二点，电位的定义是基于某一个点的，某一个点的电位是指的这点相对于参考点之间的电压。那么于是呢，我们很直观的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2个非参考点的电位和这2点之间的电压是个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那么我们呢，现在用刚才的这个例子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根据刚才的例子，我们知道 phi A 是等于 UAC 的， phi B 是等于 UBC 的。而且呢，根据大家中学的电路知识，就应该知道 UAC 是等于 UAB 加上 UBC 的，这是很直观的结果。于是呢 UAB 就等于 UAC 减去 UBC。 把这2个结果带进来，UAB 就等于 phi A 减 phi B。 这个结论非常重要。这个结论用文字来描述，就是2点之间的电压等于这2点之间的电位差。我们在后续的机讲里还会回顾这个结论。那么由于有这么一个结论，2点之间的电位差就是这2点之间的电压，所以呢，2点之间的电位差可以称为电位降。电位降就是电压，所以我们经常把电压也叫做电压降。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例题。这个例题是这样的，有2个电压源，都是 1.5 伏的直流电压源。我们要求 phi A、phi B、phi C 和 UAC。那么这个题呢，如果说不给任何先决条件，是没法做的，因为 phi A、phi B、phi C 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的。我们先假设 A 是参考点，于是呢 phi A 就等于0。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知道 UAB 等于 phi A 减 phi B， 而我们又知道 UAB 是 1.5 伏，phi A 是0，所以 phi B 等于负 1.5 伏，这个很直观。接下来我们知道 UBC 等于 phi B 减 phi C， 而 phi B 我们刚才求出来了，于是呢 phi C 呢就等于负 1.5 减去 1.5 等于负3伏。根据刚才的讨论，我们知道了 UAC 是等于 phi A 减 phi C 的，于是呢等于3伏。这就完成了我们的讨论。接下来我们来说，如果说我们设 B 是参考点，因为参考点是可以随便设的，我们假设 B 是参考点，由于 UAB phi A 减 phi B， 于是呢我们就知道 phi A 是 1.5 伏。那么类似的，由于 UBC 等于 phi B 减 phi C，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phi C 是等于
负1.5伏。那么还根据刚才的讨论 ，UAC 等于 phi A 减 phi C 等于3伏。好，那么这个题就做完了。但是在做完这个题之前，我们还需要回顾一下。大家看，随着参考点的不同，各个点的电位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们以 A 点为参考点的时候 ，phi A 值、phi B 值、phi C 值；以 B 点为参考点的时候 ，phi A 值、phi B 值、phi C 值都发生了改变。这就印证了我们此前说的话：电位就是某一点到参考点之间的电压，参考点改变了，电位当然应该随之改变。但是我们观察 UAC， 不管参考点是哪个，算出来的 UAC 都是相同的值。这个结论是合理的，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们需要提醒大家，两点之间的电压与参考点的选择是没有关系的。好，我们现在来讨论第4个概念，那就是电动势。从定义的角度来说呢，电动势指的是非电场力将单位正电荷移动所做的功。那么用式子来表示，就是说从 B 点到 A 点，非电场力移动单位正电荷所做的功表征为 EBA。与此前提到的电压不一样的地方是，电动势主要是指的在电源中表示。于是呢，我们在这里 A 和 B 之间用一个电源的符号来表征。从定义可以看得出来，电动势的单位也是伏。但是呢，电动势和电压是有明显的不一样的。非电场力移动单位正电荷从 B 到 A 所做的功是使得单位正电荷从 B 到 A 具有更多的能量，也就是说要使得 A 点的电位高于 B 点的电位。这是电池里面的非电场力移动单位正电荷的根本目的，所以 EBA 表征的从 B 到 A 的电位升。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电池外接了一个负载，外面接了一个电阻，这个单位正电荷呢，沿着外面的这个电阻从 A 又移动到了 B。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电场力将单位正电荷沿着电阻从 A 流向了 B。在这种情况下，单位正电荷在电阻上从 A 到 B 电场力所做的功，意味着能量的消耗，也就是意味着电位的降低。所以呢 ，UAB phi A 减 phi B 是能量的降低。所以呢，从整个这个电路来说啊，我们可以得到 EBA 在数值上是等于 UAB 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变量的大小写问题。在这一节课里呢，我们介绍了电流、电压、电位和电动势。那么有的大写，有的小写。在此后的课程里，我们统一约定，如果说一个变量它是一个长值的话，那么我们始终用大写来表示；如果说是一个变量它可能会发生改变的话，我们始终用小写来表示。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同学们，今天这一讲非常重要。大家还记得从小学到初中数学的过渡吗？在初中的时候，你开始接触了代数的概念，在那里面，你逐渐习惯了设一个变量，并且列写以这个变量为未知数的方程，从而求解出这个变量。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们将继续这样的旅程。也就是说，你假设任何一个变量以后，列写方程就可以求出任何的电压和电流。让我们开始吧。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课程的第4讲。在这里讲里，我们讨论参考方向。首先，我们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参考方向呢？在大家中学所学的电路知识里，你可以知道，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来讲，电流一定是这么流动的，这是很简单的。但是呢，正如我们在第1讲里讲的那样，对于有些电路来讲，电流和电压的方向是不能被事先知道的。比如说，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来讲，我们可以认为每一个线段上都有一个元件，其他的
这些元件上的电流都是可以确知的，因为左边的电压比右边的电压要高。但是呢，对于中间的这个元件来讲，它上面的电流方向是我们不能够事先知道的，这一点在第一讲里面讨论过。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在于有的时候元件上的电压和电流的方向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比如说正弦激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段实验。现在请看关于正弦信号的演示实验。首先介绍一下演示用的实验设备。本次演示及后面的一系列演示实验都是在电路移动实验箱上进行的。它是由清华大学电路原理教学组专门为课堂教学设计的，主要由3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信号发生器，可以输出正弦波信号和方波信号。第二部分是电路实验板，上面的已做好的电路板根据不同的实验可以更换，下面的面包板可以自己搭建电路。板上提供了正5伏和正负12伏的直流电源。第三部分是虚拟机部分，通过 USB 接口与电脑相连，用 LabVIEW 软件实现双通道虚拟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现在请看正弦信号的演示。电路由2个30千欧的电阻串联构成，输入是由实验箱产生的正弦波信号，接在输入端和参考点之间，输出是下面电阻上的分压。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由虚拟示波器显示的输入和输出电压波形。通道1接的是输入信号，就是图中的这条黄色的曲线。通道2接的是输出信号，就是一条绿色的曲线。由波形可以看出，首先正弦信号是随时间变化的，其次说明当电路中支路电压电流随时间变化，其值是可正可负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实际方向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有必要引入参考方向。那么了解到了为什么要有参考方向以后呢，我们就来分别讨论电流和电压的参考方向。对于电流来说，如果说我们假设参考方向是从左指向右的，而真正的方向是从左指向右的，那么我们计算出来的参考方向就一定是大于0的。至于怎么计算出来，这是后续几讲的内容。那么如果说真正的电流方向是从右指向左的，那么我们计算出来的参考电流一定是小于0的。那么了解到了参考方向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有2种表示电流参考方向的方法。第一是箭头，也就是像图上所示，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第二呢就是下标 ，IAB 标志着我们认为电流的参考方向是从 A 指向 B 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例题。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电路来说，我们知道实际电流值为1，而且呢是从 A 流向 B 的。如果说我们假设 I1 的参考方向是从 A 指向 B 的话，那么很显然 I1 是等于 I 等于1安的。但是如果我们假设电流是从 B 指向 A 的话，那么从这个简单的题里也容易得到 I2 是等于负 I 等于负1安的。那么讨论完了电流以后呢，我们来讨论电压的参考方向。类似的，如果说实际电压是左边电位比右边电位高的话，我们同时又假设左边比右边高的话，我们一定能够得到 U 是大于0的。如果说实际是左边比右边低，而我们假设左边比右边高，那么我们一定算得出来 U 是小于0的。再次强调，如何算出 U 是我们以后几讲的事儿。我们继续来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例题。我们知道 UAB 一定是10伏，而且呢 A 比 B 高10伏。如果说我们假设的参考方向是上正下负，那么 U1 一定是等于 UAB 等于10伏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 U2 是上负下正，意味着我们认为下面比上面要高。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讲呢，根据电压的定义，很显然等于负的 UAB 等于负10伏。那么对于电压的参考方向来说呢，我们有3种方式可以表示。第一种方式用箭头，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沿着箭头的方向，
电位在降，或者说沿着箭头的方向有一个电压降。第二种方式是用正负号，我们认为正端比负端的电位高 U。第三个表示方式是用双下标，我们认为 UAB 表示着 A 端比 B 端高 UAB。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复习一下关于电动势的表示，同样的也有3种方式，但是呢，其定义跟电压有所不同。根据电动势的定义，我们知道沿着箭头的方向，电位是升。如果用正负号来表示，我们认为正端比负端的电位高 E。如果说用双下标来表示，我们认为 EBA 标志着从 B 到 A 的电位升是 EBA。所以同学们需要对比电压和电动势的不同的表示方式。本讲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来讨论电压和电流参考方向之间的关系。对于任何一个2端元件来说，它们上面的参考方向的关系可能是4种情况。我们在这里给大家都画出来。电压分别可能是左正右负或者左负右正，电流可能是从左流向右，也可能是从右流向左。对于这4种情况来说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有可能把它们分类成2组。比如说，同学们观察一下，上面这一组有什么共同特点？下面这一组有什么共同特点？是的，在上面这一组里面，电流总是从电压的正端流入；在下面这一组里，电流总是从电压的负端流入。对于上面这种情况来说，我们给出一个定义，这种方式叫做关联参考方向。对于下面这种方式来说，我们管它叫非关联参考方向。电压和电流都是随便指定的，但是指定了以后，在任何一个2端元件上，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之间就存在着关联或者非关联。对于一个2端元件来讲，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是关联和非关联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列写这个2端元件的方程有决定性的作用。好的，这一讲就到这里。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学习电路原理的第5讲功率。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功率的定义。在此前的几讲里，我们讨论过电流。电流的定义呢，是指电场力在单位时间内从 A 点到 B 点移动的正电荷的数量。我们也介绍了电压。电压呢，是指的电场力移动单位正电荷从 A 点到 B 点所做的功。通过这2个定义，我们可以发现都是从 A 点到 B 点。也就是说，我们定义的方式里面，电压和电流是前一讲所讨论的关联的参考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电压和电流的定义结合起来讨论功率。我们知道电场力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就是功率，写成式子就是 P 等于 dW dt。我们把这个式子进行一下改写，就可以把它写成 dW dQ 乘以 dQ dt 的形式。而 dW dQ 呢，就是前面定义的 U，dQ dt 就是前面定义的 I， 所以 P 等于 U 乘以 I。而根据我们刚才的讨论可以知道，在关联的参考方向下，电场力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就是该元件所吸收的能量，所以这就是元件所吸收的功率，就是 P 等于关联参考方向下的 U 乘以 I。功率的单位是瓦，瓦特是英国的科学家。那么能量的单位是焦耳，焦耳也是英国的科学家。我们现在来讨论关于功率的计算。图示的电压和电流是关联的参考方向。根据刚才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 PA 这里的 A 是 absorb 的意思， PA 等于 U 乘以 I。 如果说我们算出来的 PA 是大于0的，那么它真正是在吸收功率；如果说小于0，那么它真正是在发出功率。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讨论呢？是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式子里面， U 和 I 全部都是参考方向，也就是说 U 是正值还是负值，取决于其算出来是正值还是负值。那么如果说 U 和 I 是非关联的，
如左下图所示。那么类似于以前的这个分析过程，我们就可以知道 U 乘以 I 是这个元件所发出的功率，这里面的 D 是 deliver 的意思。如果说实际计算出来的 PD 是大于0，那么这个元件真正是在发出功率。那么如果小于0，那么它真正是在吸收功率。于是在这里呢，我们有第一种计算方法，就是说我们永远是 P 等于 U 乘以 I。那么这里如果电压和电流是关联的参考方向，那么算出来的就是吸收。如果说电压和电流是非关联的参考方向，那么算出来的就是发出。接下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来进行记忆。对于关联的来说我们知道吸收的功率是 U 乘以 I。那么对于非关联的来说呢，根据参考方向的定义，我们知道如果说从下往上是 I 的话，那么从上往下就是负 I。U 和负 I 之间是关联的参考方向。于是对于这个元件来说，可以算出 PA 等于 U 乘以负 I 等于负的 U 乘以 I。我们计算的是它关联情况下的 U 乘以负 I， 所以可以知道它所吸收的功率是负的 U 乘以 I。于是呢，很显然它发出的功率就是 U 乘以 I。那么这就是我们关于功率的第二种记忆方式，就是说我们总是算吸收。也就是说，我们总是想办法把 U 和 I 转换成关联的参考方向。接下来我们来算一个例题。这个例题有两个电源 ，U1 等于10伏 ，U2 等于5伏 ，R 是5欧，3个元件是串联关系。我们需要计算所有元件的功率。那么对于这个简单的题来讲，大家很容易知道，这个电路里面的电流是等于10减5除以5等于1安的。我们也很容易知道这个 UR 是1乘以5等于5伏的。那么对于电阻来讲，其上的电压电流是关联参考方向，于是它吸收的是等于1乘以5等于5瓦。对于 U1 来讲，其上的电压电流是非关联参考方向，于是它发出的功率是10乘以1等于10瓦。对于 U2 来讲，其上的电压电流是关联参考方向，所以它吸收的功率是1乘以5等于5瓦。于是我们就完成了计算。在完成这个计算之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整个这个电路所吸收的功率是5加5 10瓦，整个这个电路所发出的功率是这个10瓦。所以这二者是相等的，这一点不是一个巧合。那么在电路里面有这么样一个结论，就是说一个电路所发出的总功率等于这个电路所吸收的总功率，这一点叫做功率守恒。关于功率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大家请看这张照片，上面这个电阻是1欧姆，下面这个电阻是19.1 k 欧姆。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为什么1欧姆的电阻会比19.1 k 欧姆的电阻要大那么多呢？我们这一讲解决这个问题。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课程的第6讲，我们来讨论一下电阻。那么在第一部分里呢，我们要介绍一下电阻和电阻的阻值。首先，电阻的符号是一个方块。那么就像我此前所讲授的那样，在西方的教材里面可以用折线来表示，这二者在我们的课程里都是一致的。在中学的课程里，大家学过了欧姆定律，但是呢，在上一讲我们仔细讨论了参考方向，
如果说电压和电流在电阻元件上是关联的参考方向的话，那么于是我们有 U 等于 R 乘以 I。在这里呢，这个 R 是电阻的阻值，它的单位是欧姆。那么此处呢，我们要给出阻值的定义。阻值是指的一种物体，它抵抗电流通过其自身的能力。这种抵抗呢，导致了将电场的能量转换成热或者其他形式的能量。这是阻值或者说电阻的根本定义。那么具有阻值或者具有电阻的这么样一个器件，就叫做电阻器。这就是电阻和电阻器的定义。那么除了电阻之外呢，在我们电路课程里经常还用到的另外一个变量或者说另外一个元件是电导，它就是电阻的导数。那么类似的，在关联参考方向下，电流等于电导乘以电压 ，G 也称为电导值，它的单位是西门子。另外呢，对于非关联参考方向下的电阻来说，我们有 U 等于负的 R 乘以 I。从电阻开始，我们就会经常讨论某一个电气元件它在 UI 平面上的关系。对于电阻来讲，我们知道有 U 等于 R 乘 I。如果说横轴是电流，纵轴是电压的话，那么 U 等于 R 乘 I 毫无疑问就是 UI 平面上过原点的一条直线。它与横轴的夹角如果是阿尔法的话，那么很显然电阻的阻值就是 tangent 阿尔法。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问两个思考题。第一个思考题是，如果阿尔法等于0，这是一个极限值，或者说阿尔法等于90度，这是另一个极限值，分别对应着这样一条线和这样一条线。对于电阻这个元件来讲，它们意味着什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我们讨论的 U 等于 R 乘 I 所指的 R 值是正值，也就是说这条线是过 UI 平面13象限的。那么你可以想象存在着这样一个电阻，它是过 UI 平面的24象限的吗？也就是说存在着负电阻吗？请大家关于这两个问题进行思考。好，我们接下来介绍两个新的概念，它们是短路和开路。对于一个电阻来讲，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在这个二端元件上，电流是从电压的正端流入的，所以它是关联的参考方向。对于这个关联参考方向的电压和电流来说，如果说电阻等于0，或者说电导等于无穷大，就是一条理想的导线，于是它就是一个短路。那么对于短路来讲，从大家直观的感觉来说，电压一定是等于0的，因为它是一条理想的导线。所以呢，电流是不能够受到其自身控制的，由外电路来决定。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条理想导线也当成一个二端元件来看待的话，那么它在 UI 平面上的特性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大家想一想，电压一定是0值，电流可以是任意的值，在 UI 平面上就是这样的一条直线。还有印象吗？这样一条直线对应于我们前一个片子里的什么？对，非常好，它就完全对应了 R 等于0值时的一个电阻的 UI 平面上的曲线。那么与之相对的，如果 R 趋向于无穷大，或者说 G 是0，那么这就是一个开路。对于开路来讲，当然就是没有电流，而其上的电压是由外电路来决定的。那么在 UI 平面上，大家想一想，它应该是一条怎样的特性曲线呢？对，是的，一定是沿着电流为0，但是电压可以是任意值的这么一条纵轴来画。那么这条曲线跟刚才我们前一篇电阻的特性曲线里面的哪一个极限点有关呢？对，是的，那就是 R 趋向于无穷的时候，阿尔法等于90度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通过这一篇和前一篇的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短路实际上是电阻等于0值时的一个极限情况，开路实际上是电阻等于无穷值时的一个极限情况。也许有的同学对这个结论不以为然，可能你在中学就已经接触到了，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用这个开始帮助大家来习惯在 UI 平面上的等效的观点。也就是说，两个元件
如果它们在 UI 平面上的特性是一样的话，那么我们说它在电气上是等效的。大家以后会看到这样一条线，它还和别的元件是等效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电阻器上所消耗的功率。对于图示的关联参考方向来说，我们来计算一下它吸收的功率。A 吸收的意思，吸收一定等于 U 乘以 I。由于它是关联的参考方向， U 是等于 R 乘以 I 的，所以等于 R 乘以 I 的平方。我们在这一讲里讨论的所有 R 都是大于0的，所以它是大于0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标的是非关联参考方向，电流从负端流入，那么基于我们此前讨论功率时那一讲，我们可以有2种做法。第一种做法，现在算这个元件所发出的功率，同样也是 U 乘以 I。但是在这个时候，在电阻这个元件上的欧姆定律就不再能够写成 U 等于 R 乘 I 了。由于电阻上电压和电流是非关联参考方向，所以 U 等于负的 R 乘以 I。于是呢，它等于负的 R 乘以 I 的平方是小于0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在非关联参考方向下，电阻发出的功率是小于0的，于是电阻还是在吸收功率。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考虑，采用功率的第二种记忆方式，我们依然讨论它所吸收的功率。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要把这个电流反过来，认为它是往这边流的，是负 I， 所以它吸收的等于 U 乘以负 I。但是对于这个非关联的参考方向，它依然有 U 等于负的 R 乘以 I， 所以是负得正 R 乘以 I 的平方大于0。所以通过这个简单的讨论，当然一方面我们是复习了此前一讲关于功率的2种记忆方式，还有更重要的结论，就是对于电阻来讲，无论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是如何定义的，它始终是在吸收功率的。那么最后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来回答此前那个录像里我给大家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个电阻器来说，它的额定值都是什么？我们常见的电阻器有4种。第一种，贴片电阻，它非常小，也非常轻，而且性能很可靠。第二种是碳膜电阻，它非常便宜，电阻值范围非常广，但是精度稍微差一些。取代碳膜电阻的叫金属膜电阻，它非常可靠，精度也很高。还有一种叫功率电阻，它适用于高功率。在本讲之前的视频里，我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决定一个电阻器的体积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通过这个片子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对于芯片上的电阻来讲，它可能有很多种的取值范围；对于功率电阻来讲，它也可能有很多种的取值范围。因此电阻值并不是决定一个电阻体积的关键因素，这也是我们在这一讲专门说出来一个电阻器的额定值需要重点讨论的一个关键。大家在以后选用电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2方面。一方面，电阻的阻值是需要满足你的电气性能的需求，还有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你这个电阻所应用的场合是多大的功率。对于芯片电阻来说，功率非常小；对于功率电阻来讲，很显然它是用于大功率的场合。正是由于不同的功率应用，导致了不同的散热需求，才使得不同的电阻器上的体积是不一样的。好了，今天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7讲，我们来介绍独立电源。首先呢，我们来介绍理想的独立电压源。那么它的电路符号呢，可以写成2种形式。对于一般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以一个圆圈来表示，我们用小写 US 表征着它可能是一个变化的值。但是对于大家在中学阶段常见的电池来说，我们也可以用这种一长一短的2条竖线来表示。但是呢，这个时候它的符号呢就必须写成大写的 US 的形式。那么理想独立电压源的特性呢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之所以叫独立源，就指的它上面的电压是独立于电路的其他部分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说明一件事情。对于此前那讲我们讨论过的
电阻来讲，它的阻值是其本质特征，这个阻值是由其材料和制造工艺决定的。那么类似的，对于这个独立电压源来讲，它的 US 或者说它的 US 和正负号是其本质特征，这是由生产厂商来决定的。所以这也就是其独立这个字最核心的意思。那么对于直流来讲啊，它可能会表示成一个大写不变量。那么如果说是正弦的交流的话，它可能会表示成一个正弦的形式。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特征。对于图示这样一个简单电路来说，我们知道电阻上的电压总是10伏，但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流过电阻的电流，这个电流值也很容易知道 I 是等于10比上 R 的。我们很容易能够观察得到，这个电流既是流过电阻的，也是流过电压源的。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独立电压源上的电流是受到外电路这个电阻的阻值所控制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独立电压源的电流由外电路来决定。那么我们再做一个类比，对于电阻来讲，阻值是其自身的特性，那么它上面的电压和电流满足欧姆定律。对于独立电压源来讲，正负号和 US 是其本质的特征，那么流过它的电流是由外电路决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对于独立电压源来说，它的 UI 特性曲线是怎么样的。我们在这里给出的是一个直流的情况，大家想这应该是什么呢？正负号和 US 是其本质特征，就意味着对于外电路来讲，它总是在这端比这端要高 US， 流过它的电流是由外电路决定的，所以对于它来讲应该是这样一条线。大家想对了吗？很好。在接下来讨论其他内容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提一个思考题。对于这样的一个子电路来说，电压和电流是我们标出来的对于这个元件的变量，那么它们的参考方向是上正下负和从左往右流。我想问的是，对于这个电压和电流来讲，是关联的呢，还是非关联的？第二个思考题，对于我们刚才画出来的这样一条 UI 特性曲线来说，如果说 US 等于0，那意味着什么呢？很显然，它是这样一条线。还记得我们上一讲讲过 R 的 UI 特性曲线是什么吗？在阿尔法等于多少的时候，这条线跟这条线是一样的呢？对，阿尔法等于0的时候。就变成了这样一条线。那么你观察一下，对于电阻来讲，阿尔法等于0，或者说 R 等于0的时候，这条线和对于电压源来说 US 等于0的时候，这条线是不是一样的呢？是的，完全一样。它们的特性就是电压为0，电流由外电路决定。那么因此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那就是零值电阻从电气特性上来说是等效为零值电压源的。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理想的独立电流源。这个概念呢，大家此前应该没有接触过。那么我们给大家做比较详细的介绍。它的电路符号呢，就是一个圆圈，中间画了一条垂直线。那么我们既可以把电流的符号画在外面，也可以把电流的箭头呢画在里面，是这样，这都是一样的。那么它的特性呢也是两条，这点跟前面的电压源是对称的。第一，它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电流源来讲 ，IS 值和方向是由其生产厂商来决定的，它是独立于其他的电路元件的。
那么如果说是直流情况，它就是一个恒定的数值，大写的 IS。如果说是正弦交流，那么它就是随着正弦在变化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类似的，我们来讨论这样一个电流源和一个电阻相连接的情况。很显然，这个电流也是1安流过它。那我们现在来计算这个电阻上的电压是多少呢？是1乘以 R 等于 R。这个电阻上的电压毫无疑问就是这个电流源上的电压，也是 R。那么这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也就是说，对于独立电流源来说，其上的电压是由外电路决定的。具体到这个题来讲，就是由外电路的电阻值来决定的。那么接下来呢，也是类似于前面独立电压源，我们来画一下直流的独立电流源 UI 特性的曲线。这个时候呢，电流始终是大写的 IS， 电压可以是任意一个值，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条线。那么我们还有类似的一个思考题，就是说，如果说 IS 等于0，显然它就是这样一条线。在刚才的电阻的讨论里面，我们有过讨论，阿尔法等于90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电阻是无穷大。那么这个时候，电压电流曲线就变成了这样一条线。大家比较一下，这条线和这条线有任何区别吗？没有任何区别，它都表征着电流始终是0，对外可以提供各种电压。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开路或者说无穷值电阻，从电气特性上等效为0值电流源，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讨论独立源的开路和短路。对于独立电流源来说，我们外接一个电阻。那么如果说是短路的话，我们把电路画在这里，就是这样的。这没有任何问题，电流就在这里面流着。于是呢，这个电流等于 IS， 电压是等于0，因为这是一个短路线。如果说是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阻相连接，我们把它做开路，那么这个时候电路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样子。这也没有任何问题，就相当于你把电池外边没有接负载一样。所以呢 ，I 是等于0的，这个 U 是等于 US。那么接下来我们问两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如果说我们把一个电流源开路了，或者说我们把一个电压源短路了，这将发生什么呢？请大家在学完第10讲以后再来回顾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讨论独立源的功率。这是一个独立电压源，还记得我刚才的提问吗？在独立电压源上，电流和电压是关联还是非关联呢？注意，电流是从这里流进去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二端元件来说，电流是从负端流进去的，它是非关联。于是呢，我们计算它发出的功率就是 U 乘以 I。那么我们又知道 U 是等于 US 的，所以等于 US 乘以 I。US 是其本质特征 ，I 是由外电路决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想算它的吸收功率，就需要把这个电流从这儿流进去改换成从这儿流进去，从这儿流进去就是负 I， 所以它吸收的功率是负的 U 乘以 I， 当然也是负的 US 乘以 I。这一点我们又再次复习了在参考方向下功率的两种记忆方式。那么类似的，对于电流源来说，我们也有非关联的参考方向，从负端流入。那么类似的，我们也有发出的功率等于 U 乘以 IS， 吸收的功率等于负的 U 乘以 IS。同学们到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讨论电阻的时候，总是习惯
设成关联的参考方向，但是我们刚才在讨论电压源的时候，却把它设成非关联的参考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后的几讲里会有讨论。最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实际电源的模型。对于一个实际的电压源来讲，我们在第一讲里讨论过了。如果说是一个电池的话，我们经常用一个理想电压源和一个内阻的串联来表示其电路特性，这是很直观的。对于一个实际电流源来讲，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理想电流源和一个电阻的并联来表示其电路特性，这一点不太直观。那么我们在这里问一个思考题：对于电压源来说，一个电池就是一个非常好、非常直观的例子。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一个电流源呢？生活里哪有电流源呢？我们将在第16讲给大家仔细讨论这个问题。好，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用这个短片呢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电路原理课程里面如何使用仿真软件。在电路原理里呢，有很多仿真软件是免费的，可以让你来下载和使用。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是 Windows 平台呢，我们有2个推荐。第一个呢是 NI 这个仿真软件公司，它和 Analog Devices 这么一个硬件公司合作推出了 Multisim Component Evaluator 这个软件，它的下载链接我放在屏幕上了。另外一个呢是 Tina 这个仿真软件公司和 TI 这个硬件公司，他们推出了 Tina TI 这个仿真平台，它的下载链接我也放在屏幕上了。那么如果说你用的是 Mac 或者 Linux 系统呢，那么你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这些软件的下载链接我也放在这个屏幕了。在这学期的课程里呢，我们将主要以 Multisim 为主，给大家介绍仿真软件是如何在电路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好，这就是 Multisim 的窗口。那么它跟绝大多数的 Windows 软件一样啊，都有菜单栏，都有普通的快捷按钮。那么比较特殊的呢，它有一大堆的元件放置快捷按钮，还有这边有一大堆的仪器放置快捷按钮，还有这儿有一个开关。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告诉大家怎么在 Multisim 里绘制并且仿真一个电路。这个例子呢，包括2个电压源和2个电阻。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放置元件啊，在这里啊，点开，这是一个放置电源，我们选择电源，选择直流电源，点 OK， 就在这里放一个，它缺省值就是12伏。我们呢再放另一个。当然了，每一个电路都需要有个 D 或者说是一个参考点，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放在这里。除了2个电源之外呢，我们还要放置2个电阻，在这里选择 Basic， 选择 Resistor。那么这里有很多电阻值可以供你选择啊，我们就选择它缺省值1K 的一个电阻，再选择另一个。那么元件放置完了，我们就把这个窗口关掉。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啊，在 Multisim 里连线是比较直观的啊，把鼠标移动到一个接线端，点击左键，再移动到另一个接线端，点击左键，就自动连成了一条线。类似的，我们把所有元件都连成线。当然，如果说你觉得它缺省的连线不美观，你还可以拖动让它美观，还可以拖动元件啊。把所有的元件都连好了以后呢，绘制就完成了。但是呢，在后续的课程里，大家会知道，我们经常需要知道每个节点的编号。我们也希望知道在每一个元件上，在 Multisim 仿真里面电流的缺省的参考方向是从哪儿流向哪儿的。于是呢，我们在这个界面里呢要做一些修改，点右键选这个 Properties， 然后呢把这个 Net Names 选成 Show All，Footprint Pin Names 选上，点 OK。大家就可以看到，所有跟 D 相连的点都是0节点或者说是参考点，其他的有1、2、3的编号。那么这些编号等会儿我们都会用到，都很重要。而且呢，每一个2接线端的元件两端呢分别有1和2、1和2、1和2、1和2，每一个1接线端呢都有一个1。那么这就意味着 Multisim 软件这个
缺省情况下计算的电流是从一端流向二端，一端流向二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进行仿真。在 MultiSim 里面呢，仿真有2大类型。第一种类型呢是通过菜单来做啊，我们先从菜单做啊 ，Simulate Analysis。我们现在这是一个直流电路，所以呢应该做这个直流工作点仿真。那么这里面给出了它所能够给出的所有的这个支路量，比如说我们想感兴趣 R1 上的电流添加，我们想感兴趣2节点的电压添加，我们想感兴趣 R1 上的功率添加，再点一下 Simulate， 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了。结果是什么呢 ？IR1 等于6皮安。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左边右边的电压都是12伏，所以整个电路是没有电流的所以6皮安基本上就是没有电流。PR1 是0瓦，这也是合理的。V2 节点的电压是12伏，这也是合理的，因为整个电路都没有电流，所以这儿全是12伏那么这就印证了我们的初始的假设那么这是第一种这个分析。另外一种分析呢是利用右侧的这个测量仪器我们今天要用到了2个，一个是万用表，另外一个是电流探头。我们把它分别都放在好了。先说这个万用表，万用表打开它有很多选项，可以测电流、电压、电阻和 dB 值，可以测量交流和直流。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直流的电压和电流我们先来测这个 R1 上的电压，那么就需要把它正挪到这儿，负挪到这儿，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一块万用表所测量的就是 R1 左边比右边高多少电压。那我们现在再来第2块万用表我们想测量整个电路的电流，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条线断掉，我们再把它跟电源连上，把它跟这儿连上。那也就是说，把整个这个表串到这个电路里面来了。我们打开，选择电流。那么第3个呢，是我们再来一个万用表放在这儿，把这端和正连起来，把这端和 D 连起来。那么在这里要介绍一下这个电流探头。这个电流探头看到这个箭头了吗？它检测是向右的这个电流，每1毫安在这个点上显示出对 D 的1伏。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设置呢改一下改成每1毫安显示出1毫伏，就是说数值上是1比1对应的。那我们打开它也是测电压。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地方虽然测的是电压，但它实际的数值对应着这个方向的电流。那么要想运行它们我们需要点右上角这个开关，开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值了。我们先把这个仿真结束。我们来分析一下万用表1显示的是6纳伏，接近0，这是合理的因为整个没有电流，所以它上面几乎就没有电压。万用表2显示的0安，整个是没有电流的。万用表3显示的是-18 p 伏，对应的直接数值就是这儿的电流是-18 p 安，这也是合理的。那么这个仿真跟我们此前的通过菜单的仿真能够得到印证。在这里呢，我要提一个思考题给各位同学：为什么万用表3和万用表2的读数会有不一样这个留给大家作为思考。我们现在呢把这些万用表都去掉恢复到整个原来的那个样子，再做其他的仿真，把电路连接再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另一个仿真。有时候呢我们感兴趣电路中某一个量在变化的时候，整个电路的其他的支路量是如何随之变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了电压 V1 是12伏的时候 IR1 是0，但是我们感兴趣 V1 从0伏一直变化到24伏的时候 IR1 是如何变化的呢？ MultiSim 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便捷的功能这就是参数扫描。我们选择 Simulate Analysis Parameter Sweep。 我们来看设置这个我们想要变化的是电源，想变化 V1，
直流当前值是12伏，我们让它从0伏开始，终止于24伏，我们让它这个每2伏变化1个点，也就是说总共采13个点。我们做的是直流的分析从输出侧来说呢，我们希望看 IR1 随着 V1 的变化的那条曲线点 simulate。这得到了一条直线，那么我们可以画出网格来，同时呢也可以加游标来看它的读数。我们这可以有2个游标我们先拖动这个第2个游标，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我游标往右拖动，这组数在变化，标志着对应的 x 就是 V1 值 ，y 就是 IR1 的值。我们可以看到，拖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大概是12伏的时候，它是6微安基本上跟刚才的仿真是印证了是12伏的时候是0安。我们看到拖动到最右端大概24伏的时候是6毫安，这个对吗？24伏、12伏往右是24减12比上2K， 6毫安是对的。我们再看看左边这个游标1是0伏的时候是负6毫安，这个对吗？0伏、12伏就是12减0比2K 是6毫安，但是方向向左，所以是负6毫安，这是正确的。好，关于这个仿真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8讲，我们来讨论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端口。所谓的端口是指的，如果说2个接线端，比如说这个和这个，它满足这样的条件，从一个接线端流进去的电流等于从另一个接线端流出的电流。如果满足这样的条件的话，那么这2个接线端就构成了一个端口。那么这样的条件呢，我们管它就叫端口条件。当然，很显然，我们在此之前讨论的电阻和独立源都是2个接线端的元件，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这儿流进去的电流当然等于从这儿流出来的电流。所以你知道，从这儿流进去的电流当然等于从这儿流出来的电流。所以你也知道，从这儿流进去的等于从这儿流出来的。所以2个接线端的元件一定是一个端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抽象的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电路来讲，它有4个接线端在外面，那可不一定从这儿流进去的就等于从这儿流出来的，从这儿流进去的就等于从这儿流出来的。如果说这样是能够满足的话，那么我们管这个端口叫做2端口。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续的几讲里会详细的讨论。在今天这一讲里，我们只讨论1端口网络。讨论端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大家传授一个关于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这个网络里面，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一个电阻、一个电压源或者一个电流源，可能是由若干个电阻、电压源和电流源构成的非常复杂的网络。但是呢，我们往往只关心它们端口上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组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从而定义无源网络和有源网络，或者无源或者有源1端口。请看，这个网络是一个1端口网络，那么我们 U 和 I 是变量。大家做一个判断， U 和 I 对于这个1端口来讲是关联参考方向还是非关联呢？是的，是关联，因为电流从电压的正端流入。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出关于无源1端口的定义。我们首先假设这个电流和电压在负无穷的时刻都是0，也就是说整个系统在很长很长时间以前是没有能量的。这个假设一般来说是符合物理条件的。那么如果说对于任何一个时间来说，都有从负无穷时刻到这个时刻，这个端口所吸收的损失功率的积分是大于0的话，
那么这个端口就叫做无源一端口。只要存在着任何一个时刻，使得这个积分是小于0的，那么这个端口就叫有源一端口。这个定义看起来是很枯燥的，也很难理解。我们举2个具体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对于一个电阻来说，请注意，我们这里给出的关于电阻的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是关联的。那我们计算一下这个公式吧。对于电阻来讲，如果说电压电流是关联的参考方向，大家知道可以用欧姆定律 ，U 是等于 R 乘以 I 的。于是呢，这里面就有2个 I 套了，所以呢，它就等于 R 乘以我们在这一讲里讨论的电阻总是大于0的，而且这一部分也是大于0的，所以它是大于0的。因此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刻，这个电阻元件从负无穷时刻到那个时刻所吸收的瞬时功率的积分总是大于0的，因此它是无源的。电阻是一个无源元件。那么类似的，我们来讨论一下电压源。大家请看，我们关于电压源的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定义的是非关联，电流从电压的负流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用这个式子来做计算的话，就必须把电流或者电压进行反向。那我们在这里把电流进行反向，这样才能够使得这个式子能够得到使用。由于对于电压源来讲，我们知道 U 是等于 US 常数的。那么现在这个积分式是否大于0，取决于 I 套的数值了。那么对于一般的电压源应用来讲，如果说外接了一个电阻的话，大家可以知道这个 I， 如果说电阻的阻值是 R 的话，是等于 US 比上 R 的，是大于0的。所以 US 比上 R 是小于0的。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元件是一个有源的。这也符合大家的常识，一个电阻是一个无源器件，一个电压源是一个有源器件。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讨论，因此我们经常把电压电流的关联参考方向，同时也叫做无源符号约定；电压电流的非关联参考方向，同时也叫做有源符号约定。那么在今后的课程里，我们将对关联参考方向和无源符号约定不加区分，同时也将非关联参考方向和有源符号约定不加区分。我们这一堂课就上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第9讲，我们来讨论受控元，可以叫做 dependent element， 也可以叫 controlled element。这一讲所讲授的元件，它的特性与此前的电阻和独立源不一样，它的特性受到电路中其他的电压和电流的控制。这种元件很有趣，当然也相对比较复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受控元是电路非常重要的元件。我们利用受控元可以实现很多奇妙的功能。首先我们来介绍受控的电阻。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就是开关。这个电路我们在第1讲里讲授过，那就是手电筒的照明电路。我们把它可以建模成这样的样子。我们讨论过，这个是电池的模型，这个是灯泡的模型，这个是导线的模型，这个是开关的模型。但是在此前的讨论里，我们并没有非常重点的来讨论开关。大家发现了吗？对于开关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3端元件。这是1端，这是2端，这是3端。开关要想闭合，必须把3端往下按；开关要想断开，必须把3端往上拉。所以呢，这个开关的状态受到3端的影响。那么3端的控制呢，如果说在实验室里是由我们用力来压或者拉的，它是一个力控的开关。这个3端我们叫做控制端。那么我们现在来画一下理想开关的 UI 特性。
所谓的理想开关是指的它闭合的时候是一条理想导线，它断开的时候是一个理想开路。我们先讨论断开的时候，大家回忆一下，开路的 UI 特性是什么？电流值为0，电压可以为任意值，因此就应该是这样一条线。那么开关闭合的时候呢，这就是一条理想的短路。那么理想的短路 UI 特性曲线是什么呢？电压永远为0，电流可以为任意值，因此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问一个思考题，如果说这个开关是非理想的，那么它的 UI 特性曲线应该是怎样的呢？所谓的非理想，就是三端控制端打开的时候，中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开路，而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电阻。那对于 UI 平面上来讲，什么样的特性曲线是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呢？tangent阿尔法的值决定了阻值，所以大概应该是这样一条线。那么什么叫闭合的时候的非理想开关呢？那指的是闭合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短路，而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导通电阻，所以呢也是tangent阿尔法是阻值，所以是一条相对比较平但是有一定斜率的线，tangent阿尔法值很小。好，这里我们给大家强调了关于建模的概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受控电阻的另一个例子，那就是 MOSFET。关于 MOSFET 呢，这是一个三端元件，它的全称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这个名字看起来很唬人，但是呢，不要担心，我们会抽丝剥茧的一点一点的把它的特性全部展现给你，并且告诉你它是多么的有用。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 MOSFET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它的三端分别是栅极，全称是 gate， 漏极，全称是 drain， 源极，全称是 source。除了刚才讲授的开关之外，这是我们正式见到的第一个电器的三端元件。当然了，它的工作要比开关复杂得多。我们呢，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电路来对它进行仿真。我们把这个三端元件画成这样的样子，用它来类比刚才的开关，大家发现了吗？这一端可以类比为 D 端，这一端可以类比为 S 端，这一端控制端可以类比为 G 端。但是与刚才不一样的是，刚才我们开关的导通和闭合是需要用力的，用力向下是闭合，用力向上是打开。但是等会儿的仿真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从 D 到 S 之间是导通还是闭合，或者说它的阻值有多大，阻值的变化是受到 UGS 来控制的。那我们下面就开始进行仿真。好，我们已经在 MultiSim 里搭了一个关于 MOSFET 的仿真电路。这里呢，我们选择了 MOSFET 的型号叫 2N7000。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从哪里选。这是三极管。然后呢 ，MOSFET 有很多种类型，我们选增强型 N 沟道，这里面就有 2N7000。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类型，我们只不过拿 2N7000来做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把 G 和 S 之间接了一个电压源， D 和 S 之间也接了一个电压源。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标准的 MOSFET 的工作电路，我们只不过用这个电路来测量 MOSFET 的端口特性。在这一讲之后的关于仿真的介绍里，我们会给大家详细展示 MOSFET 的特性。那么在那里你会知道 G 端，也就是这里的一端，与电路的其他部分是开路的，这里永远没有电流。这也类似于我们刚才说这一端是一个控制端的一个观点。那我们现在就想来看一看，在 V1 确定是5伏的情况下， UDS 和 IDS 是怎样的关系。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用参数扫描。
大家看，我们让 V2，就是这里面的 UDS， 从0伏开始起变化到3伏，每300毫伏采一个点，总共采11个点。我们输出是负的 IV2， 为什么是负的 IV2 呢？在 Multisim 的仿真里面，对于电源来讲，它缺省电流是从正极流入的，所以我们为了知道 IDS， 我们就需要设置负的 IV2， 也就是说，我们让 Multisim 来显示从这儿流出来的电流。那么如何实现这个负的 IV2 呢？我们需要在这里加一个 AND expression， 所以在这里这个正负号都可以，乘号加减都可以加上，这个负的 IV2 就是这样实现的。我们来看一下仿真的结果。我们加上网格，大家看，这是几乎是0值，横轴是 UDS， 纵轴是 IDS， 那么这是过原点的一条近似的直线。那么大家可以估一下这个电阻值大概是多少。UDS 大概是2伏的时候， IDS 大概是350毫安，大家可以自己估一下。那么为了验证它确实是一个受控电阻，我们现在把控制端的电压进行改变。记住，在 UGS 是5伏的时候， UDS 是2伏，对应着 IDS 是350毫安。我们现在把控制量改成10伏，再做一样的仿真，还是从0伏到3伏，输出还是负 IV2， 这就更倾向于一个线性的电阻了。但是你看，在 UDS 是2伏的时候，这时候输出大概变成了800毫安，这就验证了随着 UGS 的变化，在 D 和 S 之间这个阻值是变化的。我现在并不需要你告诉我阻值变化的数值是多少，我只需要你告诉我，随着 UGS 的增加，这 D 和 S 之间的电阻的阻值是增大了呢，还是减小了？好，我们回来，我们把刚才的仿真在图上进行显示。这一段毫无疑问是一个电阻，而且根据刚才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受控电阻，是一个可变的电阻，控制量是 UGS。但是刚才我们的仿真只是把这个 UDS 值限制在3伏左右。如果说我们把 UDS 的值拓展到10伏左右，你会发现 UDS 和 IDS 之间的曲线是这样一条线。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这讲此后的仿真介绍进行详细的讨论。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部分，当然是一个电阻，毫无问题。但是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仅看这一段的话，不管 UDS 是怎样的值， IDS 都是一个固定的值，比如说 0.45 安。这说明什么呢？还记得我们关于电流源的讨论吗？一个理想的电流源不就应该是这样吗？所以它是一个电流源的特性。那么在此讲之后的仿真介绍里，我们也会给大家揭示，这个电流源的值在这里是 0.45 安，它也会随着 UGS 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它是一个受到 UGS 控制的电流源。这就是我们第二部分的内容，存在着受控的电源。那么在这里呢，可以分成2个部分。有一类的电源叫做受控的电压源，它指的是，首先这个元件它具有电压源的特性。所谓的电压源的特性，就是指的在 UI 平面上，它是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么可能这是 US， 但是呢，这个 US 的数值是受到电路中其他的电压或者电流控制的。那么既然是这样，它就有可能有2种构成。第一种构成叫做线性的流控电压源，我们管它叫 CCVS，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电压源，我们受控源用菱形来表示，
当然中间有一条线穿过它，表示是电压源。菱形中间穿过，表示受控电压源。那么它究竟是受谁控呢？由这端来表示。R 是一个控制参数，就类似于我们独立源中的 US， 就类似于我们电阻中的 R。那么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右端的这个端口的电压是一个电压源的特性，但是这个电压源的值呢，一方面受它本身的小 r 来决定，很重要的，它受到电路中某一个支路量、某一个电流来控制。那么类似的，我们还会有压控电压源。那么如果说你对受控电压源熟悉了，当然还有受控的电流源，本身它是一个电流源的特性，它受到电路中其他的电压或者电流的控制。类似的，我们也会有压控的电流源。受控源都是一个菱形，但是呢，中间是一条横线。那么我们也会有流控的电流源。所以呢，线性受控源总共是4种。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进行一点讨论。首先，在此后大家的做题里面会经常看到我们把受控源画成这个样子，所以同学们以后可能会有感觉，受控源就是一个2端元件呀。你看，这不就有2个接线端吗？可是为什么我们在此前的讲授里要把它画成4端的呢？虽然我们在此后的做题里经常会出现这个样子，但是不要忘记了，它是一个受控源，它的控制量在电路的某一个部分还有一个电压在这里所以它一定是一个4端的元件，整个才构成了一个受控源。第二个讨论是受控源和独立源是什么关系？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有2点介绍。第一件事情，我们以电压源为例，独立电压源的电压是由其自身来决定的，它是 independent， 制造出来就决定了是怎样的。受控电源的电压是由电路中某一个支路量来决定的。所以呢，虽然它对外可能会表现出电压源的特性，这2者可能会长得很像，但是它是自己决定的，它是由 U1 决定的，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是更重要的，独立源是电路中真正的能量或者信号源，而受控源是我们对电路中进行能量处理或者信号处理元件所进行建模得到的电路模型。在我们此后的讲授里，大家就会知道，受控源在电路的能量处理和信号处理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它们的端口特性表现出类似于电源的特性，但是它们仅仅是能量或者信号处理元件，而不是真正能量或者信号处理的源。好，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我们在电路原理课程里关于仿真的第2讲。我们一方面以 MOSFET 为例，来给大家详细讨论一下如何测量它的端口特性，同时也复习一下参数扫描的功能。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仿真功能——直流扫描。在此前的第9讲里，我们介绍了当维持 UGS 不变的时候，改变 UDS， 测量 IDS 值，发现它既可以看成是一个电阻，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流源。那么如果说 UGS 发生改变，等会儿我们会看到，这既可以是一个变化的电阻，也可以是一个变化的电流源。因此，控制量 UGS 可以使得 DS 之间是受控电阻或者受控电流源。那么在开始这些仿真之前，我们首先来研究一点，那就是说 G 这一端对于电路的其他部分 D 和 S 之间始终是开路的。那么怎么来做这件事呢？我们一样是参数扫描。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改变 V1，比如说从0伏变到10伏，每一伏增加1个，于是就测量11个点。那么我们的输出呢，就不是 IV2 了，而是 IV1。我们增加一个负号，双击一下 IV1。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使得 V1 从0伏变成10伏，看从 G 端流入的电流是多少。大家看，我们加上网格，横轴是 UGS， 纵轴是 IG 流入的电流。当然它是一条直线，但是大家需要看到纵轴都是皮安量级，因此我们可以近似的认为，随着 UGS 的改变，从0伏到10伏 ，IG 始终是0，所以这第一点印证了 G 端始终跟 DS 是开路的，所以我们可以近似的认为 D 和 S 之间是一个二端元件，而 G 和 S 之间的电压是控制这二端元件上的特性的。接下来我们来做另一个扫描，就是重现一下在第9讲里面的那个扫描，只不过呢，我们把 V2 的数值变化范围扩大。我们需要回复 V2 进行变化，从0伏我们变成10伏，每一伏变1个。然后呢，我们的输出呢，把它改变为是负的 IV2， 这就是说输出是 IDS。接下来我们做仿真，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在第9讲课件里给大家显示的那个图像，从0开始起，线性增长，然后变缓，然后趋于饱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是一个电阻，这一段是一个电流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要看一看，随着不同的 UGS， 这条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要想实现这个功能，我们需要用到 Multisim 的另一个仿真，叫做直流扫描。直流扫描呢，是在参数扫描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另外一个变化的量。我们首先设置参数扫描的量 ，V2 从0伏变到10伏，每一伏增加1个。输出是负 IV2， 这一点和刚才的参数扫描完全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选择使用第二个圆，也就是说，我们将 V1 从0伏变成6伏，每一伏增加1个。也就是说，我们测量7条曲线。我们来看，这个黑背景不太容易看得清楚，我们点这个，把它变成白背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第1条和第2条和第3条都在这里重合了。那么我们研究一下，在这个0、1、2的时候，这条线意味着什么呢？这是0点，我们可以用游标来拖一下。大家看，这里全部都是 P 安值啊，所以全部都是重合的，全部都是0值。那就意味着这是一条开路线，任意的 UDS。但是0值的电流，那就意味着在 UGS 是0伏、1伏和2伏的时候 ，D 和 S 之间意味着是开路。但是如果说 UGS 变化成了3伏以后，就是这条线；变化成了4伏以后，就是这条线；变化成了5伏以后，就是这条线；变化成了6伏以后，就是这条线。好，我们来研究一下这4条线，1、2、3、4。首先，在这个部分，它们都可以看成是电阻，而且很明显，它们是受控电阻，其阻值受到 UGS 的控制。其次，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是电流源，而且很明显，它们都是受控电流源，其电流值受到 UGS 的控制。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发现从
3到4，从4到5，从5到6，UGS 的变化是线性的，每一次增加1伏，但是输出的电流值的变化，从图上可以看出来不是线性的。IDS 的增加与 UGS 的线性变化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因此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受控电流源来讲，它与我们此前第9讲所讨论的线性压控电流源不一样，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要想讨论清楚它是怎样的非线性控制关系，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个仿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 V2 固定为5伏不变，我们变化 V1 的值，看不同的 V1 值的情况下 IDS 是如何变化的。那我们现在需要变化 V1， 比如说从0一直变到10，每1伏增加1个，然后呢，我们的输出是 IDS。看到了吗？一开始从0大概到2点几2左右的时候，电流 IDS 都几乎是0。那么随着 UGS 进一步的增加，大家看到这个 Y2 明显的在增加，而且这个增加的趋势显然是一个非线性的趋势。那我们在此后的几讲里会给大家介绍如何用一个公式来相对比较准确的表征这一个控制曲线。好了，我们关于第2次仿真的介绍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课程的第10讲。在开始第10讲的内容之前呢，让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前9讲的内容。在第1讲至第5讲里面，我们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变量，而其中核心的变量主要是2个。这2个变量呢，电压和电流，在中学阶段也出现过。我们在大学阶段更强调它们的参考方向。有了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以后，我们就可以定义功率。但是在大学里面，我们有吸收的功率，我们也有发出的功率，这都取决于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那么在第6至第9讲，我们主要讲的是元件。在那里呢，我们主要讨论了2大类元件。第一大类元件是独立元件。这种元件呢，可以有电阻，那么它的本质特征就是阻值；可以有电压源，它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符号和它的大小；可以有电流源，它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流向和大小。那么除了独立元件之外，还有受控元件。受控元件可以分成2大类，有受控电阻，比如说开关，也比如说有 MOSFET 的这一段。除此之外，还有受控电源，它们就类似于 MOSFET 的这一段。这些都是元件，这些元件上面的关系，比如说电阻上面 U 等于 R 乘以 I， 电压源上 U 等于 US， 电流源上 I 等于 IS。理想开关、受控电压源、受控电流源、MOSFET 这些的电压电流关系，我们都叫元件约束。
光有元件约束不足以求解电路。在这一讲里，我们即将讨论非常重要的基尔霍夫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可以叫做拓扑约束。有了元件约束，有了拓扑约束之后，我们即将在第11讲里讲授2B 法，将这两种约束结合起来，从而可以求解出任意复杂的电路。这就是我们前2周课的框架体系。好，我们开始第10讲。在讨论基尔霍夫电压和电流定律之前呢，我们需要统一几个名词。我们将结合这个电路来说。首先的一个概念是支路。支路是若干彼此相连，同时又没有分叉的元件的整体。比如说，对于这个电路来讲，这就是没有分叉首尾相连的一个支路，这是另一个支路，这是第3个支路。由于这是一个分叉点，所以把这3个支路分开了。因此，在这个电路里，支路量是3。第2个名词叫节点。节点是连接3个或者更多支路的点。那么从这个图里很显然，这和这各是一个节点，所以我们有2个节点。第3个定义叫路径。路径是2个节点之间的支路。比如说，我们定义这个是节点 A， 这个是节点 B。那么节点 A 和节点 B 之间的路径可能就包括路径1、路径2和路径3。第4个名词是回路。回路是指的闭合路径，也就是说起点和终点相重合的路径。那么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很显然，这是一个回路，这是第2个回路。还有吗？是的，这是第3个回路。所以对于这个电路来说，总共有3个回路。那么有一种特殊的回路，我们叫做网格。网格就是那种与其他的支路没有交汇的回路。当然，它需要在平面电路里进行定义。关于什么是平面电路呢？我们在第2讲里进行过讨论。那么对于这个题来讲，大家看 L1 肯定是一个网格， L2 也肯定是一个网格，但是 L3 就不是网格，因为 L3 与这个支路进行了交汇。需要指出的是，在有些其他的教材里面，任意一个两端的元件就构成一个支路。那么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方式的话，这是1，这是2，这是3，这是4，这是5，这将会有5个支路。2个元件中间相连的接线端构成了一个节点。那么于是呢，这是1个，这是2个，这是3个，这是4个，4个节点。所以根据不同的定义，一个电路的支路数和节点数可能会不一样。经过第11讲的讨论，大家会知道支路数和节点数不一样，将导致最终的方程数不一样。但是这个并不重要，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来定义支路和节点，我们都可以列写出足够数量的方程，从而求解出所有的支路量。我们在这门课程里所采用的定义是这种方式，而不会采用这种方式。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本讲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简称 KCL。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可以用2种方式来表示。一种方式说，对于任何一个节点来讲，流出这个节点的电流的代数之和始终是0。当然，
也可以是流入，这二者是一致的。那好，对于这个节点来讲，如果说我们用流出的代数之和为0来列写，将得到怎样的方程呢？对于 i1 来讲是流入，所以流出是负 i1，i2 是流出正 i2，i3 是流入负 i3，i4 是流出正 i4 等于0。这就是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在这个节点的明确表示。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进行一下改写，那就是 i1 加上 i3 等于 i2 加上 i4。大家观察这个式子，你能总结出怎样的经验吗？非常好，那就是对于一个节点来说，流入该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该节点的电流之和，这两种方式都是正确的。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练习。对于这道题来讲，有一些电流已经给出，我们现在需要求出 i1 和 i2。好，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节点，很显然应该是7加 i1 等于4，那于是 i1 等于负3。那么接下来对于这个节点来讲，我们依然按流入之和等于流出之和，那就是10减12等于 i1 加上 i2， 把 i1 等于负3带到这里面来，你就可以知道 i2 等于1。接下来呢，我们把关于某一个具体节点的 KCL 进行推广，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网络来说，如果这个网络与其他的电路只有3个支路相连，这3个支路上的电流分别表征为 i1、i2 和 i3， 则我们可以将这个网络看成一个节点，写成 i1 加 i2 加 i3 等于0，这称作广义 KCL。把这个广义 KCL 应用在与外界只有2个支路相连的一个端口，那很显然，从这个接线端流入的等于从这个接线端流出的。那么在有些时候，一个网络与外界电路只有一个接线端，那么应用广义 KCL， 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电流是等于0的。大家也许会发问，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支路与外界相连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续几讲里给大家回答。接下来我们讨论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简称 KVL。在任何回路里，电压降的代数之和始终是0。那么关于电压降呢，我们在第3讲里进行了介绍。我们依然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是一个回路，我们把所有元件上的电压都标明了参考方向，当然电压源就用其本质属性来代替参考方向了。回路有2种方向可能，顺时针和逆时针。下面我们用顺时针方向来列写电压的降。首先看元件1，从这里开始按照顺时针方向，那么对于 U1 来讲，很显然沿着这个方向是升，所以如果我们要想写降的话，应该是负 U1， 类似的负 US1， 正 U2， 正 U3， 正 U4， 正 US4 等于0。类似于 KCL， 我们也可以把负号挪到等号右边，写成 U2 加上 U3 加上 U4 加上 US4 等于 U1 加上 US1。大家可以类似的来总结一下，这个等式意味着什么呢？是的，就是沿着一个回路，电压降的代数和等于电压升的代数和。这2种表示方式都是正确的。好，我们可以把 KVL 进行推广，那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电路里，任何2点之间的电压与这2点之间的路径无关，
也就是说，你想求任意两点之间的电压，任意选择一条路径就都可以。那么对于图示这个电路来讲，很显然有 UABL1 等于 UABL2。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从 A 到 B 有两条路径。那么我们可以写成 U2 加 U3， 也可以写成 US1 加 U1 减 US4 减 U4。大家可以把这个式子和我们此前那页的关于 KVL 的表达式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个表达式和此前那页的表达式是一样的，所以这说明我们写的也是 KVL。好，关于 KCL 和 KVL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在第4讲讲授参考方向以后，我们在第10讲介绍了 KCL 和 KVL。这一讲里，我们将结合这两部分的知识，给大家介绍一个求解电路完整的方法——二 B 法。这里面所谓的二 B 呢，是指的对于我们的 B 个支路来说，我们列写出二 B 个方程，从而求解出 B 个电流和 B 个电压。接下来呢，我们就拿这样一道例题来具体讲授二 B 法的过程。这个电路我们在第10讲的练习里见过，它有6个支路，因此呢有12个变量需要求解，我们需要列写12个方程。这12个方程呢可以分成2类，一类呢是我们根据元件约束列写的，另一类呢是我们根据拓扑约束列写的。首先我们来讨论6个用元件约束来列写的。我们看支路1，在这6个支路里面，我们都假设电压和电流是关联的参考方向。也就是说，对于支路1来讲，未标出的电压的参考方向是这样的。我们在支路1上列写 KVL， 很容易知道 U1 等于 I1 R1 加上 US， 其中 U1 和 I1 都是未知数。那么类似的，我们分别在支路2、3、4、5、6列写元件约束，它们都是关联参考方向下的欧姆定律。其中 U2 I2 U3 I3 U4 I4 U5 I5 U6 I6 都是未知数。于是我们得到了12个变量的6个独立方程。当然，我们还需要另外6个独立方程才能求解出这12个独立变量。于是我们就需要拓扑约束。那么对于拓扑约束来讲，我们需要考虑支路数和节点数。我们所讲过的拓扑约束有 KCL 和 KVL。对于这个题来说，它有4个节点，我们可以分别来列写节点电流方程。比如说，对于上面这个节点，如果我们管它叫 A 的话，那么列写出来的方程就应该是 I1 加 I2 加 I5 等于0，所有从该节点流出的电流之和为0。对于中间这个左边的节点，如果叫 B 的话，我们类似的用所有流出之和为0来列写，就是负 I2 加 I3 负 I4 等于0。这个节点我们定义为 C， 那么也是流出之和为0，列写为 I4 负 I5 正 I6 等于0。对于这个节点，如果说我们管它叫 D， 那么类似的负 I1 负 I3 负 I6 等于0。
那么我们现在最多能够得到4个 KCl 方程。现在的问题是，这4个 KCl 方程都是独立的吗？大家观察一下。很显然不是的。我们把这3个方程加在一块儿 ，I2 消掉了 ，I5 消掉了 ，I4 消掉了，我们就得到了 I1 加 I3 加 I6 等于0。这个方程和这个方程是一样的，因此这4个方程只有3个是独立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列写 KVL。对于这个电路来讲，我们首先从网孔的角度来列写 KVL。比如说，我们管这个叫网孔1，这个叫网孔2，这个叫网孔3。我们列写网孔1的 KVL， 那就是负 U1 正 U2 正 U3 等于0。我们按顺时针写。对于网孔2来讲，有负 U2 正 U5 正 U4 等于0。对于网孔3来说，有负 U3 负 U4 正 U6 等于0。当然，除了网孔之外，还有其他的回路，比如这就是一个回路。但是这个回路列写出来的方程是一个独立的方程吗？我们来验证一下。负 U1 正 U5 正 U4 正 U3 等于0。你发现了吗？这个方程就是这2个方程之和 U2 和 U2 抵消掉。大家可以继续研究一下，沿着其他回路列写出来的方程也都不是独立的。对于这个题来讲，我们最多只能列写3个独立的 KVL。那么同学们到这里肯定会产生一个疑问，对于任意的一个题来说，我们到底能列写多少个独立的 KCl 和多少个独立的 KVL 呢？我们用这一篇来给出答案。一般来说，对于任意的具有 B 个支路的电路来说，我们要想求得所有的支路量，也就是说 B 个支路电流和 B 个支路电压，我们就需要有2B 个方程，这就是 2B 法名称的由来。那么这 2B 个方程是由2大部分构成的。第一大部分有 B 个独立的元件约束，就是我们刚才列写的这堆方程。另外一个结论，在第2大部分拓扑约束里面，我们可以列写出 n-1 个独立的 KCl 方程。对于我们的这个电路来讲 ，n 等于4 ，b 等于6，所以我们 n-1 能够列写出3个独立的 KCl 方程。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列写出 b 减 n 加1个独立的 KVL 方程。那么 b 减 n 加1对于这个题等于3，所以我们能够列写出3个独立的 KVL 方程。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可以证明的。其中这个是很显然的，这个是证明起来比较容易的。对于第3个结论的证明，需要用到网络图论的知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相关的图书。那么有了这个方法以后，原则上对于任何一个电路来讲，我们就可以通过列写它的元件约束方程、KCl 方程和 KVL 方程，求解出所有 2B 个支路量来。于是我的电路分析就可以以一种规范的方式来完成了。但是需要指出的，对于这样一个并不太复杂的电路，我们甚至都需要列写12个方程来求解，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因此这个方法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实际应用价值并不强。在接下来的几讲里，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更多的实用方法和技巧，帮助大家快速求解电路。上一周里我们介绍了2B 法，对于这种方法，大家可能觉得既爱又恨。对于它的爱，来自于它是一种普适的求解方法；对于它的恨，来自于它是麻烦的。对于一个6个支路的电路来讲，居然需要列写12个方程。
在我们这周的课程里，将给大家介绍很多等效的观点。用等效的观点，你就能够比较方便地求解电路。当然了，等效绝不仅仅是一种电路求解工具。理解等效的概念，对于你加深对电路的认识非常有帮助。让我们开始吧。下面我们就来介绍第一种等效变换——电阻的串并联。在讨论电阻串并联之前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一般性的介绍。首先，一个二端网络，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样的样子。这是两个接线端，那它里面呢，有可能会包括独立源、受控源和电阻等元件。那么我们在这一讲里讨论很多的是内部没有独立源的二端网络，那也就是说，这个网络里面只有可能有电阻或受控源的存在。对于这样的网络来讲，我们一般用 P 来对它进行表示。我们今天这堂课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是，对于任何一个没有独立源的二端网络来讲，它总能等效成一个电阻的形式。那么其中呢，这个电阻呢，当然是等于 U 比 I 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关于等效的非常重要的讨论。我们这里说的等效是指的两个子电路，比如说这个和这个，在端口上的电压和电流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那具体来说，对于子电路2来说，它的端口电压电流的方程是这样的。于是对于端口1来讲，我们一定能够写成 U 等于神墨乘以 I 的形式。这个神墨就是这个 REQ。在这一讲里，我们将反复讨论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对等效概念最本质的讨论。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电阻的串联。串联是指的元件之间的连接没有任何分叉。那比如说，这就是一个 N 个电阻相串联构成的子电路。如果我们想把它等效成一个电阻的话，这两个子电路需要具有相同的 UI 特性的形式和参数。对于它来讲，一定是 U 等于 REQ 乘以 I。但是对于它来讲，我们要把它写成 U 等于神墨乘以 I。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神墨写出来。首先，由于是串联，所以我们可以用 KVL U 等于 U1 加上一直加 UN。那么其次呢，由于欧姆定律每一个 UK 是等于 RK 乘以 IK 的，把它们全部的带到这里面去，我们就知道它是等于 R1 乘以 I1 加上 Rn 乘以 In 的。由于有 KCL， 意味着 I1 等于 In 等于 I， 所以它是等于 R1 一直加到 Rn 乘以 I 的。瞧，这不就写成了 U 等于神墨乘以 I 的形式吗？对比这两个式子，我们可以发现 REQ 就等于 R1 一直加到 Rn。那么在讨论完了 N 个电阻的等效电阻之后呢，我们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压器。由于刚才的讨论，我们知道了对于这个电路来讲 ，REQ 是等于 R1 一直加到 Rn 的。我们现在来讨论任何一个电阻，比如说 dk 个电阻上的分压与总电压的比例是什么呢？那它一定是等于 Rk 乘以 Ik REQ 乘以 I。由于 Ik 和 I 是一样的，因此呢就等于 Rk 乘以 REQ。当然了，由此可以推知 dk 个电阻上的分压
等于 Rk Req 乘以 U。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一个串联电路来讲，电阻越大，其上的分压也越大。这个结论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例子是2个电阻的分压电路。那么这个结论是需要大家记忆的。请注意，我们在这2个电阻的电压参考方向上有所特殊考虑。第一个电阻是上正下负，与外边的端口电压是一致的。第二个电阻是上负下正，是相反的。于是应用上面这个式子，结合参考方向，我们就知道 U1 等于 R1 比上 R1 加上 R2 乘以 U。U2 等于负的，非常重要， R2 比上 R1 加上 R2 乘以 U。这个结论也很好记忆，2个电阻分压由自己的阻值比上总阻值乘以外电压。那我们接下来讨论2个电阻分压的一个实际应用。比如说，这是一个实际的电压型的信号源，那么它可以表示成信号和内阻的形式。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信号源直接给负载供电，这个负载表示成一个电阻的形式的话，由刚才讨论的2电阻分压公式，我们就知道负载上的电压等于 RL 比上 RL 加上 RS 乘以 US。那么如果说负载上的电阻越大的话，很显然负载上所获得的电压也越大。那么类似的，基于这样的考虑，电源的内阻需要怎样才能够使得负载上获得的电压更大呢？对的，电源内阻越小的话，负载上的电压就越大。这是关于信号是电压源形式下负载获得最大信号的非常重要的讨论。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电阻的并联。所谓的二端元件的并联，是指的这些并联的二端元件之间具有公共的节点。比如说，对于图示这个电路来讲 ，n 个电导就共同具有节点 A 和节点 B， 因此它们都是并联的。类似的，我们想要知道这 n 个电导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等效成一个电导，因此这2个子电路需要具有相同的 UI 特性的形式和参数。对于右侧这个子电路来讲，我们知道 I 等于 GEQ 乘以 U， 那么于是左侧这个子电路我们就要努力的写成 I 等于什么乘以 U 的形式。类比于刚才的 KVL， 我们现在呢，由于是这个节点和这个节点，我们需要列写 KCL， 可以知道 I 等于 I1 加一直加到 IN。那么也是类似的，对于欧姆定律来讲，我们有 IK 等于 GK 乘以 U， 把它带到上面来，可以得到 G1 乘以 U 一直加到 GN 乘以 U 等于 G1 加 GN 乘以 U 的形式等于 I。瞧，这不就是 I 等于什么乘以 U 吗？这个什么不就是这个吗？因此我们知道 GEQ 等于 G1 一直加到 GN。那么也是类似的，我们要讨论一下关于分流器的公式。dk 个元件上流过的电流，由于欧姆定律，当然就等于 GK 乘以 U 比上 GEQ 乘以 U 等于 GK 比上 GEQ。当然我们也就可以知道 dk 个电阻上的分流是等于 GK 乘以 GEQ 乘以 I 的。那么类似的，我们就知道对于 dk 个支路来讲， GK 越大，也就是对应着 RK 越小，它所获得的电流就越大。这个结论非常重要。
那我们来举一个只有2个电阻的分流器来进行讨论。这个2个电阻的分流结论需要大家记忆。我们把这个式子直接应用到2个电阻，但是需要考虑的是，这个地方总电流和支路电流是正号关系，和这个支路电流是负号关系。所以我们有 I1 等于 G1 比 G1 加 G2 乘以 I 等于1比 R1 1比 R1 加上1比 R2 乘以 I 等于 R2 比上 R1 加上 R2 乘以 I。 那么经过类似的推导，注意电流的参考方向，我们就知道 I2 等于负的 R1 加上 R2 乘以 I。 那么这个结论类比刚才的2电阻串联分压结论也是好记忆的。对于2电阻并联分流来讲，支路电流等于对侧电阻阻值比上总电阻阻值乘以总电流。那么类似于刚才我们讨论信号源是电压的形式，我们现在来讨论，如果信号源是电流的形式的话，那么负载上怎样才能够获得最大的信号？请注意，这里电流源是表示信号， RS 是表示信号源的内阻， RL 是表示负载。根据刚才的2电阻并联分流公式，我们就可以知道 I 等于 RS 比上 RS 加上 RL 乘以 IS。 那么通过这个式子，我们就可以讨论得出来，负载电阻越小，则 I 越大，它上面所获得的信号越大。那么类似的，如果说电流源内阻越大，它负载所获得的信号就越大。这个结论也非常重要。那么作为本讲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来讨论一下电阻的串并联连接。大家请看这个电路，你能够一眼看得出来这4个电阻是怎样的串并联关系吗？我打赌你做不到。我现在来带你用2种方法把它们进行简化。首先，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把某个节点进行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节点挪到这儿来。那么于是呢，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电路进行重新的改化一下。这岂不就是6欧和3欧并联，再和2欧串联，再和4欧并联吗？这个结论是2欧。这是第一种方法，把节点进行适当的移动。第二种方法就是说，你从端口往里看，看是否能够发现某一个电阻是直接串联在这接线端上，或者直接并联在接线端上。那么大家现在看，你找到了某一个电阻直接串联在接线端或者并联在接线端了吗？是的，电阻4。那么我们就写成 Req 等于4并上什么？接下来我们拿掉这个电阻4。所谓的拿掉，对于并联来讲就是使得它开路，对于串联来讲就是使得它短路。那么从化接下来的电路。你再看，有某一个电阻直接串联在接线端上或者并联在接线端上吗？是的，2。那么我们在这儿写上2加，那么我们把它进行短路。接下来很容易了，就是6并3。所以这是2，这是4，这是2。好，关于这个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13讲，我们来讨论平衡电桥。在前面的第12讲里，我们介绍了电阻的串联、并联和串并联。但是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电阻连接都能够看成串并联的。比如说这个电路，之所以管它叫做电桥，是由于这个电路在原来的
两个串联和另外两个串联并联的基础之上，中间有一个支路作为一个桥梁，把这两个支路连接起来了，所以它叫一个电桥。由于有了这个桥梁，使得这两个支路之间可能会发生关系，因此这5个电阻之间就不存在简单的串并联关系了。这当然给我们的电路分析带来了麻烦。但是呢，我们等会儿会介绍，桥式电路对于电路的应用来讲是非常有用的。我们这一讲呢，将会介绍一种特殊的情况，平衡电桥，从而能够使得桥形电路转化成串并联电阻电路。在下一讲里，我们还会讨论一般的情况，使得任意的桥式电路都能转换成串并联。好，我们现在来开始推导。假设那个电桥不存在，那么我们设下面的这个节点是参考点。关于参考点，我们既可以画成这样，也可以画成这样，这二者是等价的。根据参考点，也根据上一讲我们说的两电阻串联分压，我们就知道 UA 是等于 R2 比上 R1 加上 R2 乘以 US 的。我们也知道 UB 是等于 R4 比上 R3 加上 R4 乘以 US 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对于一种特殊情况，也就是说 R1 乘以 R4 等于 R2 乘以 R3 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 UA 和 UB 是个什么关系呢？我们来推导一下。把这个除到这边，带到这里面来。消掉，消掉，消掉，于是就等于UB。看到了吗？在满足这样一个特殊条件的时候 ，UA 是等于 UB 的。在电路中，如果说两个节点之间的开路电压是相等的，我们管这两个节点叫做等电位点。那么在电路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等电位点之间，我们连接任意的阻值，不破坏其他支路量。那也就是说，在这两个等电位点之间，我们既可以是开路，就是现在的情况，也可以是短路，也可以是任意的电阻。这几种情况对于其他的支路量来讲都不发生任何变化。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有了这个条件以后，对于我们简化平衡电桥的分析有怎样的帮助呢？大家请看这个电路。首先，它是一个电桥。其次，由于1乘以4等于2乘以2，它是一个平衡电桥，因此对于这个电阻来讲，我们可以认为它开路或者短路对 I2、I5、I6、I3 和 I1 都没有任何影响。那么你看，如果说把它开路的话，这个电路就是1串2并上2与4的串。如果说认为它是短路，那么这个电路就是1并上2，再串上2并上4。大家可以下面来分析一下，这二者的结论是一样的，都是2欧。于是这个电路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们此前那讲所讨论的串并联就可以完全用来分析，求解出 I1 到 I6。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是一个平衡电桥，因此这个桥上的电阻阻值为任意值的时候，这个桥上都是没有电流的，因此 I4 总是等于0的。利用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用于检测电阻值。我们把电路画在这儿。
在这个电路里，我们把刚才的桥上的电阻换成了一个电流表，这是一个待测的电阻，其他的 R1、R2 是已知值，我们可以调整 R3 的数值，这是一个可变电阻。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就知道，当 R2 乘以 R3 等于 R1 乘以 Rx 的时候，这上面的电流为0，于是我们就可以调整 R3 的阻值，观察这个电流表的读数，使得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电流表的读数为0，于是我们就能够知道 Rx 是等于 R2、R3 比上 R1 的。这就是我们用来测量电阻阻值的非常重要的电桥。好了，关于这一讲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在13讲中，我们已经学习了平衡电桥的基础知识。我们知道 UA 等于 R1 加 R2 分之 R2 US，UB 等于 R3 加 R4 分之 R4 US。当 R1、R4 等于 R2、R3 时 ，UAB 等于0伏。用电桥就可以实现电子秤。我们把 R1、R3 换为应变片，并让4个电阻均为 R。这是电子秤的示意图。当我们对杠杆施加压力时 ，R1 会减小，变为 R 减德尔塔 R。R3 会增加，变为 R 加德尔塔 R。之前我们已经知道 ，UA 等于 R1 加 R2 分之 R2 US，UB 等于 R3 加 R4 分之 R4 US。于是 UA 等于 R 减德尔塔 R 加 R 分之 R US，UB 等于 R 加德尔塔 R 加 R 分之 R US。于是 UAB 等于 2R 减德尔塔 R 分之 R US 减去 2R 加德尔塔 R 分之 R US 等于 4R 的平方减德尔塔 R 的平方分之 2R 的平方加 R 德尔塔 R 减去 2R 的平方加 R 德尔塔 R US 等于 4R 的平方减去德尔塔 R 的平方分之 2R 德尔塔 R US。由于德尔塔 R 很小，于是德尔塔 R 的平方就更小，我们就可以忽略二次项，那么它就近似等于 2R 分之德尔塔 R US。当 US、R 均为常数时 ，UAB 正比于德尔塔 R。由于重量不是很大，因而由压力引起的应变量德尔塔 R 也不大，所以压力与应变量德尔塔 R 具有线性关系。我们已经知道 UAB 与德尔塔 R 有线性关系，从而 UAB 反映了重量，即压力变换为德尔塔 R， 德尔塔 R 变换为 UAB， 而 UAB 最终反映了重量。这就是电子秤的基本原理。同学你好，我们的秤终于完成了，下面让我带你一起验证一下它吧。我们的电桥由9伏电池来供电，我们的桥和应变片在哪里呢？都在这里。因为电桥输出的电压信号很微弱，我们设计了这块电路板，就是用来放大电压的。放大之后的电压通过数据采集器进行采集，送入电脑，利用 LabVIEW 编程显示重量。让我带你一起验证一下它的精准度吧。我们先称一下这杯水有多重。0.486千克，它到底准不准呢？下面就让我们用砝码校验一下吧。让我们先放一个50克的砝码。
我们可以看到显示0.054千克，还是有误差的。再放一个200克的砝码，500克，600克，800克。看来我们的秤还不错哦。心动了吗？你也动手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电子秤吧。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加精准。好的，各位同学，欢迎大家来到电路原理的第14讲。在这一讲里，我们讨论星三角变换。有了这一讲的知识以后呢，我们原则上来说，对于任何一个二端网络，如果里面只包含电阻元件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其等效变换成为电阻的串并联连接，从而可以顺利的分析电路。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星型电路和三角形电路，以及 T 型电路和派型电路。对于这样一种三端网络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倒写的 Y， 因此我们管它叫 Y 型网络。对于这样一种三端网络来讲，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三角形，因此管它叫角接网络。那么类似的，把这个 Y 接网络转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是 T 接网络。可以发现 Y 接网络和 T 接网络完全是等价的。那么也类似的，把这个三角形网络转一个角度，可以把它写成是一个派型网络，也是三角形网络和派型网络是等价的。那么在本讲接下来的讨论里呢，我们将讨论 Y 型网络和三角形网络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二者是等价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复习一下关于多端网络的等价问题。在前面的讨论里头，我们知道关于一个二端网络，那么它们端口的电压电流如果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的话，那么它们就是等价的。对于多端网络来讲，这个结论依然成立。但是对于多端网络来说，端口的电压电流方程就不止一个了，因此推导起来就稍显麻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看一看，对于左侧的三角形网络和右侧的 Y 型网络来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写出它们端口的所有的电压和电流方程，从而使得我们不知道里面的元件连接关系的情况下，就能够知道这两组方程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的话，那么我们就说里面这两组 Y 接和三角形接的电阻具有等价的特征。好，我们现在一点一点来推导。对于左侧的这个三角形网络来讲，由于它有这个节点，因此我们非常方便用 KCL 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这里流进来的电流是等于这个电流减去这个电流的。之所以这个电流是这个方向，因为这个电压是这个方向，这个电流的方向跟这个电压的方向取关联。于是我们就知道 I1 德尔塔是等于 U12 德尔塔比上 R12 减去 U31 德尔塔比上 R31。那么类似的，我们也有 I2 德尔塔等于 U23 德尔塔比上 R23 减去 U12 德尔塔比上 R12， 还有 I3 德尔塔等于 U31 德尔塔比上 R31 减去 U23 德尔塔比上 R23。这是在三个节点上分别用 KCL 得到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广义的节点，于是有 I1 德尔塔加上 I2 德尔塔加 I3 德尔塔等于0。再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回路里应用广义 KVL 得到 U12 德尔塔加上 U23 德尔塔加上 U31 德尔塔等于0。这5个式子就是我们对
铰接这样一个3端网络所能够得到的所有方程。那么接下来我们对右侧这个 Y 节电路进行类似的分析。对于 Y 节电路来讲，比较方便的是用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等于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这个 KVL 来进行推导。于是我们就知道 U12Y 等于 I1Y R1 减去 I2Y R2。类似的，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等于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U23Y 等于 I2Y R2 减去 I3Y R3。U31Y 等于 I3Y R3 减去 I1Y R1。还有，在这个点上我们用一下 KCL， 就得到 I1Y 加 I2Y 加 I3Y 等于0。类似的，我们在这个回路上做 KVL， 就知道 U12Y 加 U23Y 加 U31Y 等于0。这是关于这个 Y 节电路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方程。回忆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如果这两个电路要进行等价的话，那么这两个电路所得到的端口方程需要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我们来看，这个方程和这个方程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这个和这个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麻烦在于，这两组方程不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好，我们来看，这是刚才得到的关于铰接的方程，这是刚才得到的关于 Y 接的方程。我们刚才讨论了这组方程和这组方程不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那我们就把它变成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组方程里面的 U12、U23 和 U31 当成变量求解出来，于是就可以解成这样的形式。那么再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右侧这个式子里 ，U12 是等于什么乘 I1 加上什么乘 I2 的。那么在左侧这个式子里，这个 R1 不就是这个吗？这个 R2 不就是这个吗？于是呢，我们就知道，如果这两个电路要想等价的话，一定是 R1 等于 R12 R31 比上 R12 加上 R23 加上 R31。类似的， R2 等于 R23 R12 比上 R12 加上 R23 加上 R31。还有 R3 等于 R31 R23 比上 R12 加上 R23 加上 R31。也就是说，如果有这样一个条件，就使得这两组方程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也就是完成了我们的等效变换。好，接下来我们反过来，把这组方程中 I1、I2、I3 当作变量进行求解，可以得到这样的式子。我们比较这个式子和这个式子，这个式子不是 I1 等于什么乘 U12 加上什么乘 U31 吗？那么在这个里面，这个什么不就是这个吗？于是我们就能写得出来 R12 是等于 R3 分之 R1 R2 加上 R2 R3 加上 R3 R1。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它写成等于 R1 加上 R2 加上 R3 分之 R1 R2。类似的， R23 可以写成 R2 加上 R3 加上 R1 分之 R2 乘以 R3。R31 可以写成 R3 加上 R1 加上 R2 分之 R3 乘以 R1。也就是说，如果说元件参数满足这样的条件，那么这两组方程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也就是说，这两个3单电路是等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说我们要想把
Y 阶电路等效变换为三角阶电路的话，那么有这样的一组方程。反过来，如果说我们要想把三角阶电路变成 Y 阶电路的话，有这样一组方程。记忆这两组方程实际上并不麻烦，大家可以看，从 Y 阶到角阶，那么某一个角阶的电阻是等于与之相对应的两个 Y 阶电阻之和，再加上对侧的那个 Y 阶电阻值分之两个旁边的电阻的乘积。角阶到 Y 阶，某一个电阻是等于角阶所有电阻之和作为分母，分子是与这个 Y 阶电阻对应的两个旁边的电阻的乘积。所以记忆起来并不麻烦，但是我们并不要求大家来记忆，我们需要大家记忆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 R1 等于 R2 等于 R3 等于 R 的时候，从 Y 阶到角阶是3倍的 R。那么反过来，类似的，如果 R12 等于 R31 等于 R23 等于 R 的话，在这个式子里，我们就知道它们是等于1/3 R 的。于是呢，关于星三角变换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总结为这样的一个图，也就是说，星阶的电阻总是对应角阶电阻的1/3。如果说所有的星阶阻值或者角阶阻值全是一样的情况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有了星三角变换以后，对于我们分析电路能有怎样的帮助呢？大家请看这个电路，你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个电路能画成串并联吗？或者说，这个电路是一个怎样的电路？你看出来了吗？这是一个桥式电路。电源从这儿出来以后分成两叉，电源从这儿出来也分成两叉，这两叉在中间汇合了，有一个桥把它们联系起来了，于是它是一个桥式电路。那么很遗憾的是，由于 R 可能是一个任意值，于是 R 乘以 1K 不能够总等于 1K 乘以 1K， 所以不能用我们此前那讲所说的平衡电桥来对它进行分析。好，我们接下来就用这讲所说的星三角变换对它进行分析。这里有很多方法，我们首先看上面这个，毫无疑问它是一个角阶，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对应的星阶。大家还记得星阶的电阻值应该是多少吗？非常好，1/3千欧。我们接下来把这个电路进行转化，大家要记住哪些变了，哪些没变。对于这个电路来讲，以上部分是要进行变化的，以下部分是没变的。于是我们可以把没变的部分先画出来。变化的部分画成一个 Y 阶，它的阻值是1/3K。你发现了吗？现在这个电路就变成简单串并联了，它是这个支路的串联和这个支路串联的并联，然后再和这个支路的串联。于是我们就可以用简单串并联对这个电路进行分析了。当然，我们对这个电路还可以进行其他的变换。你发现了吗？这是一个 Y 阶，我们可以把这点、这点和这点以外的电路保留。而把这个 Y 阶变成三角阶，对应的三角阶阻值应该是多少？非常好，3K。现在这个电路变成了什么呢？ 1K 和 3K 并， 3K 和 R 并，这二者是个串的关系，然后再和 3K 并，于是这个电路也变成了简单串并联。用类似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把任意复杂的纯电阻二端网络转换成简单串并联，从而完成对电路的分析。好了，关于这一讲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15讲，我们来一般性的讨论任意二端网络的路端等效电阻。在讨论这个内容之前呢，我们还需要介绍一下，如果这个二端网络里面包含了受控源，那么我们怎么来处理？对于这样一个网络来讲，它是二端的，如果里面纯含电阻，我们此前讲授的3种方法基本上就够用了。但是有的时候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受控源，于是情况就变得复杂了。我们此前介绍的串并联、电桥平衡和星三角变换不能处理这2种元件。但是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对于这个二端网络来讲，我们需要发现的是 U 等于什么乘以 I， 这个什么就是我们的 Req。因此这就提示我们，寻找二端网络入端电阻或者说端口电阻的核心是要写出端口上的 UI 关系。那么对于包含受控源的二端网络来讲，我们可以利用 KCL、KVL 和元件约束写出这样的端口特性，从而求出 Req。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端口的电压电流，我们可以假设有一个电压的存在，寻找出未知的电流，或者反过来假设有一个电流的存在，寻找出未知的电压。这2种方法我们分别叫加压求流和加流求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例题，大家请看，这是一个二端网络，子电路里面有2个并联的支路，很显然我们比较适合在这个节点列写 KCL， I 等于贝塔 I 加上 U 比上 R， 这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需要列写的方程。接下来我们分别用这2种方法来说。第一，加压求流，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电压来表示电流。对于这个电路来讲， I 就等于 U 比上 R1 减贝塔。第二种是加流求压，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电流来表示电压，可以写成 U 等于 R1 减贝塔乘以 I。 从这2种式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上者等价为 I 等于 U 比 Req， 下者等价为 U 等于 Req 乘以 I。 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 Req 是等于 R 乘以1减贝塔的，这就完成了这道题的分析过程。从这道题的分析过程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方法是可以推广的。也就是说，对于任意包含受控源和电阻的无独立源二端网络来说，我们都可以用加压求流或者加流求压的方法求出其端口的等效电阻。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在此前的几讲里，我们介绍了总共4种方法。首先是电阻串并联，其次是电桥平衡，第3是星三角变换，第4是加压求流或者加流求压。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前3种方法仅针对阻性二端口成立，而且我们推荐大家选用的顺序是从1到2到3，也就是说你先看这个网络里面是否是串并联关系，如果说不是，那么尝试发现平衡的电桥，如果说没有，再用星三角变换把它转换成串并联关系。也就是说求解顺序是这样的。但是对于包含受控源的二端网络来讲，我们就需要用加压求流或者加流求压来求解了。当然我这里需要指出，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有可能我们只能用加压求流或者只能用加流求压来求解，这一点我们在后续的几讲里会进行讨论。采用这几种方法以后，我们就可以求出任意不含独立源一端口网络的入端电阻了。好的，这一讲内容就到这里。大家还记得吗？在第7讲的时候，我们介绍了独立电流源的概念。我们在那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构成一个独立电流源呢？在本讲的课程里，我们将会告诉你答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需要来讨论一下独立源的串并联连接。我们首先看理想独立源的串联连接。大家请看，
对于有 n 个理想电压源串联而构成的子电路，如果我们在端口上标出了它的电压和非关联的电流参考方向的话，或者说是有源符号约定的话，那么我们能够写出关于 U 和 I 怎样的表达式呢？对于每一个电压源来讲，它上面的电流都是这个电流 I， 但是这个电流是要由外电路决定的。我们在这个电路里只能写出一个 KVL， 也就是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等于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那就是 U 等于 US1 一直加到 USN。这是关于这个电路的所有 UI 特性。那么把这个又可以写成 USEQ， 那就是说对外可以等价为一个独立电压源。第二种情况是一个独立电压源和一个独立电流源串联，那么我们采用类似的方法，端口设成非关联参考方向。那么你看，对于这个电压源来讲，它的电流是要由外电路决定，但是这个外电路包含了这个 IS， 也就是说流过电压源的电流一定是 IS， 因为它们是串联的。那么从端口角度来讲，我们一定根据 KCL 能够知道 I 等于 IS。那么当然电压要由外电路来决定。如果说由外电路知道了电压以后，在这个子电路里面用 KVL， 我们就能够求出电流源上面的电压。因此对于这个子电路来讲， I 等于 IS 是我们唯一能够列写出来的方程。那也就是说这个子电路可以等效为这样的形式。我们接下来讨论理想独立源的并联。首先是 n 个理想独立电流源的并联。对于端口非关联的参考方向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点上列写 KCL， 得到 I 等于 IS1 一直加到 ISN 等于 ISEQ。也就是说对外可以等效为一个理想独立电流源。对于一个理想独立电压源和另一个理想独立电流源并联的情况来说，在端口非关联的参考方向下，我们能写出什么呢？很显然 U 是等于 US 的。那么当然 I 是要由外电路决定。我们一旦确定了电流 I 之后，可以在这个节点上用 KCL 求出流过这个电压源的电流 IS1， 于是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分析。对应于这样的一个端口约束来讲，这个电路等效为我们在这里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大家看，一个独立电流源和一个独立电压源并联，对外仅仅等效为那个电压源。我们在这里提一个思考题，那么这个独立电流源的作用体现在哪儿呢？也许你答对了，就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样，在通过外电路求出这个端口的电流以后，通过独立电流源的值可以求出独立电压源上流过的电流，从而求出独立电压源所发出的功率。也就是说，与独立电压源并联的这个电流源，它决定了流过电压源的电流，从而也决定了电压源所发出的功率。类似的，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独立电压源和一个电阻并联，对外当然也等效为这个，因为流过这个电阻的电流或者它上面的电压只能够影响这个电压源上面的电流。我们是基于电压源和电流源并联所得到的结论。我建议大家把这个结论推广到前一篇电压源和电流源串联，你会发现类似的想法。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实际的独立源。首先来介绍一下实际的独立电压源。这是一个实际独立电压源的电路模型，这一点我们早在第一讲就已经介绍过了。在讨论完了 KCL 和 KVL 以后，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它，可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我们看端口
电压电流非关联参考方向。那么我们能写出怎样的方程呢？所有的元件流过都是电流 I， 电压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等于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我们只能写出 U 等于 US 减 RS 乘以 I， 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的端口的 UI 关系。我们把这个 UI 关系画出来。首先 I 等于0的时候 U 等于 US， 其次 U 等于0的时候 I 等于 US 比上 RS， 于是它就是在 UI 平面上的这么一条直线。那么我们观察这个直线，同时比较我们关于独立电压源的直观想法。我们在第12讲里讨论过 ，RS 越小，这个实际电压源就越近似为一个理想电压源，它能够对外提供电压的能力就越强。那么大家看 ，RS 越小的话，这个点就越往右，也就是说这条线越来越趋向于一条水平的线，这就是一个理想独立电压源的特性。那么类似的，我们接下来讨论实际的独立电流源，也是在此前讨论过，它可以认为是一个理想电流源和一个电导的并联。那么我们在端口电压电流非关联参考方向的情况下，写出它的 UI 特性。显然，对于 KVR 来讲，所有元件上都是电压 U， 我们只能够写出这一点的 KCL， 那就是 I 等于 IS 减去 GS 乘以 U。我们可以类似的画出它的 UI 平面上的特性曲线。U 等于0的时候 ，I 等于 IS；I 等于0的时候 ，U 等于 IS 比上 GS， 这是过这两点的一条直线。我们接下来类似的讨论 GS 的作用。在第12讲里，我们介绍过 ，GS 越小，或者说对应的 RS 越大，它所对外提供电流的能力就越强。那么对于这个图来讲 ，GS 越小，就意味着这个点越来越向上，那么这条线越来越倾向于一条垂直线，这就是一个理想独立电流源。好了，有了前面这两个结论以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实际独立电源的等效变换，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实际独立电压源 UI 特性和它在 UI 平面上的曲线。这是刚才讨论的独立电流源的相应性质。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讲前面的那个问题了。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电流源，也就是说你想要得到一个电流源 UI 平面上的特性的话，你是否能够用一个电压源，或者说是用一个电压源 UI 平面上的特性来凑出这个特性呢？那么当然这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让 US 比上 RS 等于你指定的那个 IS， 同时我们让 US 等于你指定的那个 IS 比上 GS 的话，很显然这条线就是这条线。当然了，它应该是一个电流源，因此它在 UI 平面上就应该尽量的直，越接近垂直线越好。显然这就需要我们的这个 GS 非常小，那么当然类似的就需要我们 RS 非常大。为了实现相同的 IS， 对应的 US 也要非常大。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说你想要用一个实际电压源来凑一个实际电流源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很大的 US， 很大的 RS。那么同时呢，要使得 US 比上 RS 是你指定的 IS。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够得到一个相对性质比较好的实际电流源。这是仅仅从图形上来考虑。接下来我们结合此前几讲讨论的等效的观点，来进一步讨论二者如何进行转化。我们说过，等效的两个子电路的 UI 关系需要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大家看，这是电压源的特性，这是电流源的特性，它们不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那我们把它转换成相同的形式和参数。从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知道 I 是等于 US 比 RS 减去 U 比 RS 的。这二者需要等效，很显然应该 US 比上 RS 等于 IS， 很显然应该 RS 分之一等于 GS。 那么类似的，我们把这个也可以改写为 U 是等于 IS 比上 GS 减去 I 比上 GS 的。那么对比这两个式子，很显然 US 应该等于 IS 比 GS，RS 应该等于 GS 分之一。把这二者总结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两个电路要想等效的话，很显然应该 RS 等于 GS 分之一，同时 US 等于 RS 乘以 IS。这是实际独立电压源和实际独立电流源等效变换的核心方程。那么有了这两个式子以后，我们就来看一看，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实际电压源，想知道跟它对应的那个等效的实际电流源是什么，还记得我们刚才的那两个方程吗？ US 等于 IS 乘以 RS，GS 等于 RS 分之一。应用这个方程，我们就可以画出来。这是 RS， 这是 US 比上 RS。大家可以在这个电路里用 KVL， 在这个电路里用 KCL， 尝试列写出来的 UI 特性肯定是一样的。那么类似的，对于一个实际电流源来讲，我们用这个式子也可以得到对应的等效实际电压源是 IS 乘以 RS 和 RS 的串联。类似的，我建议大家对于这个电路来讲用一下 KVL， 对于这个电路来讲用一下 KCL， 你将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 UI 关系。这里面有一点需要说明，对于相同的端口电压电流参考方向来讲，如果说电压源是上正下负的，那么你对应的等效的电流源应该是向上流的，类似于等效的电流源向上流，对应的电压源上正下负，这是一个容易出错的地方。刚才我们的讨论是基于独立电压源的，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拓展到受控源。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对于这个压控电流源来说，它的控制量 U1 在电路的其他部分，不在这里面。我们关于这个子电路可以写一个 KCL， 那就是 I 等于 0.5 U1 加上 0.5 U。那么如果说你把它当成是一个独立的电流源的话，你将写出怎样的对应的等效的电压源的子电路呢？这一定是 2O， 这是一个受控的电压源，它的方向应该是左正右负，对应于这个电流方向，它的值是二者的乘积，所以应该是 U1。我们标出相同的端口的电压电流。那么对于这个电路来讲，你只有一个 KVL 可写，那就是 U 是等于负 U1 加上 2I 的。大家观察一下，这二者一致吗？它们是一致的，因此这两个子电路是等价的。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例题，它把这一讲的所有内容融会贯通在一起。我们需要求5O 电阻上的电压 U。首先我们观察这里面，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流源串对外等效成什么？是的，只有一个电流源。这是一个电压源和电阻串，但是这是3个并联的子电路。很显然，我们应该把它变换成等效的电流源和电阻并，这样好进一步进行处理。
那么对应的那个电流源应该是什么？10比上5，方向向上。对应的那个电阻应该是5欧。我们把这2个子电路连在一起，和刚才的那个没有变化的5欧也连在一起，需要求这个电路。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又存在了一个2安和6安的并联，它们对外可以等效成一个8安，于是就变成了8安给2个并联的5欧电阻供电，我们需要求这个 U。对于这一点来讲，我们可以用第12讲讨论的并联分流器。很显然，这是4安，于是 U 等于4乘以5等于20伏。这就完成了这道题的求解。在结束本讲之前，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大家看，这个电路从这里变到了这里，从这里变到了这里，然后这2个又变成了这个，这个又变成了这个。原来的电路里面，除了5欧之外，所有的元件全部都发生了改变。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叫等效的相对性。我们说等效一定是对于外电路来说等效。这个 N 和这个 N 撇儿，从外电路来讲 ，UI 特性是一样的，它们是等效的。但是对于里面来讲，那可不一定。具体来讲，对于这个题，这个电路、原电路和等效后的电路，只有5欧电阻是没有变化的。也就是说，只有5欧电阻是唯一的一个不变的外电路。那进一步说，只有5欧电阻上求得的这个电压是原来的这个电压。那么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其他的电压和电流跟原来的电路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求出其他的电压和电流以后，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反推算出原来那个电路所有的电压和电流。这就是我们本讲全部的内容。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17讲。在这一讲里，我们重点讨论一下最大功率传输。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最大效率传输和最大电压传输。首先，让我们来讨论最大功率传输。最大功率传输是指的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图示的电路来讲，虚线框里面表示的是电源的模型，绿色的电阻表示负载。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求某一个负载的阻值，使得负载上能够获得最大的功率，并且要寻找到对应的这个功率。现在我们就可以利用已知的知识来进行推导。我们知道 I 等于 US 比上 RS 加上 RL。对于负载来讲，它所吸收的功率我们定义为 PL 等于 I 方 RL。把这个带到这里面，我们就知道它等于 US 比上 RS 加上 RL 的平方乘以 RL。那么这个式子是一个关于 RL 的函数。我们希望求 RL 等于何值时，这个式子取得最大值。这是一个微积分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微积分的知识来求解。于是对它抵 PL 抵 RL， 通过一番推导，我们知道等于 US 的平方乘以 RS 减去 RL 除以 RS 加上 RL 的平方。当 RL 等于 RS 的时候是等于0的。这是这个函数取得最大值的必要条件。那么类似的，我们可以取二次导。我们可以发现，当 RL 等于 RS 的时候是小于0的，因此 RL 等于 RS 是 P
L 取得最大值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对于 RL 等于 RS 来讲，这种条件我们叫做电阻匹配。现在我们来求对应的功率 ，PL 等于 US 比上 RS 加上 RL 的平方乘以 RL，RL 等于 RS 的时候，大家可以推出来，这等于 US 平方比上4倍的 RS。于是我们就完成了这道题。这个结论是条件，这个结论是最大的功率。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系统的效率。分析系统效率之前，首先要计算一下电源所发出的功率，那就是 PS 等于 US 平方比上 RS 加上 RL。当 RL 等于 RS 的时候，是等于 US 平方比上2倍的 RS。那么系统的效率就等于 PL 比上 PS 等于 0.5。很显然，这个效率是不高的。那我们非常感兴趣，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来讲，当 RL 等于什么的时候获得最大的效率呢？我们下面来推导。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最大功率传输的条件是 RL 等于 RS， 它所获得的 PL max 是 US 平方比上4倍的 RS。 这个条件和这个结论都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最大效率传输和最大电压传输。我们现在来写一下效率的表达式，伊塔是等于 US RL 加上 RS 平方乘以 RL 比上 US 平方 RL 加上 RS 的 US 平方消掉， RS 消掉，于是就等于 RL 加上 RS。 那么负载所获得的电压 U 是等于 RL 加上 RS 乘以 US 的，这二者是类似的。我们观察这两个表达式就可以发现，它们当 RL 趋向于无穷的时候获得最大值。那么把它们的波形画出来，就大概是这个样子。RL 如果这边是伊塔的话，那么趋向于无穷的时候是1；如果这边是 U 的话，那么趋向于无穷的时候是 US。 类似的，我们可以把功率传输画出来，是这样。PL 的表达式是 US 比上 RL 加上 RS 的平方乘以 RL。 那么这个呢是这样的一条曲线。当 RL 等于 RS 的时候获得最大值，这个最大值是 US 平方比4倍 RS。 那么通过前一篇的讨论，我们就知道，当 RL 等于 RS 的时候，在伊塔上效率是 0.5， 那么从分压的角度来讲是 0.5倍的 US。 那么这两幅图就非常清晰地说明了不同的 RL 取值所对应的功率、效率和分压。大家在这里可以发现，功率、效率和分压实际上是很难取得一致的最佳结果的。对于最大功率传输来讲，效率只有 0.5， 但是如果说你要想获得最大的电压或者说最大的效率，实际上需要负载电阻趋向于无穷大，而这对于实际应用来讲是一个不现实的结果，因为负载上所获得的功率是0。好，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同学们好，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一种新的元器件——运算放大器 （Operational Amplifier），简称运放 （Op Amp）。那运算放大器呢，和我们以前学过的电阻、电感、电容不一样，它是一种多端元件，而且是一种有源元件和集成元件。运算放大器顾名思义就应该有运算和放大两种功能。运算指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加、减、乘、除、乘方、开方、
求对数、求指数以及微分、积分等运算功能。运算放大器从上个世纪30年代发明以来，到40、50年代已经成为模拟计算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呢，它的集成度和可靠性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这是目前我们在市场上通常可以看到的几种运算放大器的封装形式。这是双列直插式，这是小外形封装，这是长外形封装。这是一个采用双列直插式封装的运算放大器的集成芯片。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集成了4个运放，它们共用电源和地，体现了很高的集成度。运算放大器的内部电路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运算放大器的内部电路，这里面含有大量的3极管，还有电阻、电容等元件。那在我们这门课程里头，并不要求大家掌握运算放大器内部电路它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只要求大家掌握运算放大器的外特性。所谓运算放大器的外特性，就是运算放大器与外部电路相连的那些端钮上所呈现出来的性质。那么这些端钮主要有反向输入端、同向输入端、供电端以及输出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运放它是双电源供电的，要提供正负2个工作电源。事实上还有很多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在我们的电路分析当中呢，通常用这样一个电路符号来表示运放，与实际运放的接线端相对应。那么在这个电路符号当中也有反向输入端 A、同向输入端 B、输出端 O、供电端 VCC 以及接地端。在运放的这个电路符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三角形，这个符号表明信号在运放的内部是单向流通的，它只能够从输入流向输出，而不能够反向流动。A 我们称之为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那一般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是一个比较大的值，大概在10的5次方到10的8次方这样一个数量级。为了简便起见呢，我们通常还可以对这个电路符号做进一步的简化，变成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把它的接地端和供电端也给省略掉。那么对于这个电路符号，我们请大家思考一下，可不可以对它的反向输入端、同向输入端以及输出端做一个广义的 KCL？ 结论显然是不可以，因为在这个电路符号当中，我们把它的供电端和接地端都已经省略掉了，因此你不能够保证这3个端钮上任意时刻流入的电流的代数和等于0。好，下面我们就以 Multisim 当中的7CL 运放为例，来看看在 Multisim 当中，或者说在一般的仿真软件当中，我们如何对运放进行接线，以及它的一些关键参数的典型值。这是 Multisim 12的操作界面。要想在 Multisim 里面放置一个运算放大器它的电路模型，我们可以有2种方法。第一种是在 Place 里面选择 Component， 然后在左边这个地方选择 OpenAmp， 那么就可以看到右端列出了很多的运算放大器型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另外一种比较简便的办法呢，直接在这个工具栏里头点击快捷按钮，也就是这个地方 Place Analog。那么点开以后呢，就会发现这个地方也有 OpenAmp。我们以7CL为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运算放大器的一些典型参数。可以看到，这是一个7端的电路模型，也就是说跟外电路有7个端钮相连。那其中有3个端钮呢比较清楚了，第一个是它的同向输入端，一个是它的反向输入端，还有一个是输出端。那其他4个管角都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可以双击它，打开看一下它的电路模型参数是什么。
在这个里面，首先看一下 Edit Footprint， 也就是说看一下它的管角。我们会看到同向输入端就是刚才说的管角3，而反向输入端呢就是刚才说管角2。管角4，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写了一个 S-， 表明是提供负的工作电源 Power Supply 的意思。而管角7呢是提供正的工作电源 S 正，6指的是 Out。而管角5和管角1呢是运算放大器内部用来做平衡用的。一般来讲，我们把这2个管角空置，不需要接任何东西。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想让这个运放在电路中正常工作，就必须在管角4和管角7上面接上正确的工作电源。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管角4呢是接负的工作电源，而管角7是接正的工作电源。那这个工作电源到底应该接几伏呢？我们同样可以看一下它的参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看一下 Edit Model， 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关键参数。可以看到，运算放大器有非常多的参数，但事实上我们关心的呢，只是上面开始的这几个。我们挨个来分析一下。VCC 等于15，就是指的它的正的工作电源是15伏，而负的工作电源呢，则是负的15伏。这是2个工作电源。还有一个 A 等于20万，这是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而 I 是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这儿给出来的点心值是2个兆欧，而 RO 呢是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阻，这儿给出来的点心值是75欧。再看下一行，这儿的 VSW 正是等于14，而 VSW 负呢是等于负14。VSW 是 Voltage Swing 的简写，表明这是运算放大器的饱和电压，也就是说741这一型号的运算放大器，它的饱和输出电压呢最大是正负14伏，比它的工作电压是正负15伏呢要略低。这就是我们一般使用或者购置运放需要关心的一些关键的参数。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参数，譬如说像 CMMR， 也就是它的共膜抑制比啦，以及其他的一些参数。那同学们暂时不需要了解那么多，在后续的模拟电子电路课程当中呢会学习到。在这儿提醒大家还有一个参数 SR 等于 0.5。SR 指的是 Slew Rate， 它的单位呢是伏每缪秒，也就是说每个微秒里面电压的最大变化量。那这个参数实际上是表示运算放大器的输出能够以多快的速度跟踪运算放大器的输入。这也就是我们说运算放大器一般来讲通常只用于直流或者低频交流电路当中，如果用在高频电路当中的话，就需要选择特定的高频运放，否则输出就有可能会发生畸变，或者说完全得不到正确的输出。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给这个741运放接上正确的工作电源。我们已经知道2个工作电源值呢分别是正负15伏，因此给它一个 DC power 是放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然后再放一个 D。 好，现在我们看到4接负的工作电源，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翻转一下。那么电压值呢应该改成15伏，而这个7呢是接正的工作电源，也是15伏，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也翻转一下，然后将它们连接起来。好，这样子就实现了对运放的正确供电。那么其他的外电路呢，再按照实际电路中的结构去接线就可以了。管角1和5一般我们把它悬空。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千万不可以说把这2个15伏的这边的负极性端和这边的正极性端直接接在一起，不加中间的接地端，
那样的话，只是说现在它的7管角和4管角之间的电压差是30伏，并不能保证7管角上给的供电电压是正15，而4管角上是负15。这一点大家在仿真的时候注意一下。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实际运放的 data sheet。这是美国 TI 公司的 MU-A741 系列运放的 data sheet。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 data sheet 里头呢，有非常多的内容。那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它的参数，或者说更关心的是它的电气参数。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到它推荐的工作条件，那么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MU-A741 系列呢是一个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它推荐的正的工作电压是5伏到15伏，而负的工作电压呢是负5伏到负15伏。换言之，在这样一个工作电压范围内， MU-A741 系列运放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再看几个重要参数。首先我们注意一下，这些重要参数给出的条件都是在工作电压是正负15伏的情况下给出的。首先看到的是最大输出电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正负15伏电压供电的时候，它的输出电压的典型值，最大输出电压的典型值是正负14伏。另外一个参数 AVD，这儿写的是大信号插动电压放大倍数，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开环电压增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典型值是200伏每毫伏。那么换言之，它的开环放大倍数是2乘10的5次方。而输入电阻它的典型值则是2兆欧，输出电阻的典型值呢则是75欧。这些参数都和我们在前面 Multisim 仿真软件当中看到的典型值是一致的。再看一下这个 slew rate， 我们在前面看 Multisim 仿真软件当中设置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参数。那么这个时候注意它的条件是工作电压是正负15伏，温度呢是25摄氏度。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时候的 slew rate给出的值典型值是 0.5 伏每缪秒。这儿大家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如果我们用这种型号的运放实现了一个电压跟随器，现在输入信号呢是一个方波，方波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差值是10伏。那如果想要使得我的输出能够无畸变的跟踪上输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输入信号的频率最大能到多少？好，下面我们来学习运算放大器的 Y 特性，并且根据运算放大器的 Y 特性，用我们已经学习过的电阻、受控元等简单的元件对运算放大器进行建模。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运算放大器的传输特性，这是指它工作在开环情况下的传输特性。我们把运算放大器的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记为 UD，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UD 的参考方向。对于一个实际的运放，它的输出与 UD 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条曲线来表示。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用这样一条折线来近似它。这条折线呢有2个拐点，拐点对应的横坐标我们分别记为 UDS 和负的 UDS。可以看到这条折线分成3段，我们来分别讨论一下。第一个区间我们称之为线性区间，就是中间过原点的这一段。在这一段里面 UD 的绝对值小于 UDS， 并且输出等于 A 乘以 UD。 这个地方的 A 就是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比如我们前面看到了一般的运算放大器的饱和电压，比如说是14伏，然后它的开环电压增益是10的5次方，那么 UDS 是一个非常小的值，只有 0.14 毫伏。
在一般的电子线路当中，噪声或者说干扰几乎就可以达到这个数量级。第二个区间我们称之为正饱和区间，也就是这样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内呢 ，UD 是大于 UDS 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时候输出 UO 是保持不变的，它就等于正的饱和电压。第三个区间我们称之为负饱和区间，是左边的这一段。在这个区间内呢 ，UD 小于负的 UDS， 输出也可以看到保持一个恒定不变的值，它就等于负的饱和电压。那在我们这一讲里头呢，首先我们先着重考虑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间的情况，也就是工作在中间这一段的情况。好，对于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间，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它的输出和输入之间是存在着 UO 等于 A 乘以 UD 的关系。再结合我们前面学过的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电路模型来表示它。它的输入电阻是 Ri， 输出电阻呢是 Ro， 它的输出电压与同向输入端、反向输入端之间的差值存在着这样一个放大的关系，就乘以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 Ri 要做得非常大，一般都会在兆欧数量级，而 Ro 呢要做得非常小，一般是在欧这样一个数量级。这是我们刚才已经给出来的运算放大器的电路模型。那么当运算放大器作为负载接到外电路，或者说当一个外加的电压信号加到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运算放大器就等效为一个电阻。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电路来表示它，而 I 就是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而 US 和 RS 就表示接到运算放大器上面的一个电压信号。显然我们希望运算放大器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电压信号，也就是说希望 Ri 上面的电压要尽可能的接近 US， 理想情况下 Ri 上面的电压就等于 US， 那当然这个时候 Ri 就应该趋于无穷大。这就是我们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为什么要做得特别大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运算放大器的输出本身现在向外提供电源带负载，那么这个时候呢，运算放大器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阻的串联。这一点同学们在学完戴维南定理以后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就是一个负载。显然，为了使得负载上获得尽可能多的输出电压，应该希望电源的内阻越小越好。理想情况下 Ro 我们希望它应该是趋于0的。好，现在I 趋于无穷大，Ro 趋于0，那么这个运算放大器的电路模型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简化成下面这种样子。在这个里头，输入电阻等于无穷大，而输出电阻等于0。输出和输入之间就是简单的这样一个倍数关系，就是用一个压控电压源来表示。好，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电路。如果在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分别接上电压源 U2 和 U1， 现在我们要求运放的输出 UO。如果我们把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 U2 减 U1 记作 UD 的话，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运放的输出 UO 与 UD 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条曲线来表示，这称之为运放的传输特性。那么这条曲线呢，可以分成3个区间，分别是负饱和区、正饱和区和中间的线性区。那我们已经知道，
在线性区间内，输出 UO 和 UD 的关系是 UO 等于 A 乘以 UD， 这儿的 A 呢就是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样一个开环状态下，这个电路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一，由于 A 非常的大，我们前面已经知道，对于741运放的话 ，A 的点行值是20万，也就是2乘10的5次方。而运放的输出是受到饱和电压的限制的。如果说它的饱和电压是14伏的话，那么 A 在取10的5次方的情况下， UD 允许的值实际上就非常小，比如 0.14个毫伏。而在一般的电子线路当中，它的干扰或者说噪声几乎就可以达到这个数量级，因此的话，噪声会对电路的性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第二，对于不同的运放来讲，它的开环电压增益是不同的，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电路，你设计好了以后，它只能对某一个特定的运放才成立。换一个运放，你所设计的放大功能就不能够正确的实现了。第三，即使对于同一个运放，它的开环电压增益这样一个参数也是会随着温度而变化的。夏天设计好的电路，也许到冬天它的放大倍数就不对了。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样一些由于运算放大器开环工作受到开环电压增益影响而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法呢是引入一个反馈。所谓反馈是指把输出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又引回到输入的做法。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通过这样一条反馈之路 RF， 把运算放大器的输出 UO 又引回到它的反向输入端，因此这个反馈呢，我们称之为负反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引入负反馈以后 UO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把这个运放用前面讲过的它的电路模型来替代，这样我们就得到这个电路。方框中就是运放的等效电路。好，现在对于这个电路，当然我们可以用前面学过的分析方法来求解。首先有 UO 应该等于负的 AU1， 要注意这个地方 U1 的参考方向，它的正极性端是接到反向输入端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电路当中 UD 是等于负的 U1， 因此呢 UO 是等于负的 AU1，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显然 R1 上面的电流是等于 RF 上面的电流的，那我们来表示一下 R1 上面的电流就应该是 UI 减去 U1 除以 R1 等于 RF 上面的电流就应该是 U1 减 UO 除以 RF。 好了，解这样两个方程，我们把第一个方程带入到第二个方程当中，消取 U1， 就可以得到 UO 和 UI 的关系应该是等于 UO 比 UI 等于负的 ARF， 下面是21加上 RF 再加上 A 倍的21。如果 RF 和 R1 的取值很合适，并且两个在同一个数量级的话，我们会发现由于 A 非常大，一般在10的5次方到10的8次方数量级，因此对于这个式子来讲，在 A 足够大的时候，这一项就可以忽略不计。再把 A 消掉，我们就会得到 UO 比上 UI 等于负的 RF 比上 R1。 在这个式子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输出 UO 跟 UI 之间的关系已经与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没有关系了。
那既然是这样，刚才由开环电压增益所引起来的一系列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而且大家可以发现，由于 RF 和 RE 现在是同一个数量级，实际上现在我们可放大的电压 UI 的范围要比刚才的开环工作情况下 UI 的范围要大得多。好，我们刚才通过分析已经知道，对于这样一个运放电路，我们通过引入负反馈，可以在它的输出和输入之间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线性关系。对于这样一个电路，就是 UO 比上 UI 等于负的 RF 比上 RE。条件是这个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要足够大。那也许有同学会疑问，我可不可以引入反馈到它的同向输入端，也得到同样的效果呢？那下面我们就通过仿真来比较一下，运放引入负反馈和引入正反馈分别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左侧电路是一个反向比例放大器，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反向输入端，构成一个负反馈电路。右侧电路看起来跟左侧电路差不多，它的区别在于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了同向输入端，构成一个正反馈电路。我们将这两个电路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都接到了示波器，我们将输入信号用红色表示，将输出信号用绿色表示。右侧的电路同样如此。好，我们打开示波器，我们再点运行，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两个信号差不多，但是在一个时间段之后，输出信号就有一些不同。我们暂时点一个暂停。我们可以看到负反馈电路它的输出呢，一直稳定在一个正弦。正反馈电路呢，它的输出是一个平线。我们可以用游标来测量一下，它的值大概是在12伏，正向的饱和电压附近。进入这样一个时间点呢，大概是在100毫秒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对于负反馈电路是可以正常的稳定的运行在线性工作区，从而实现线性比例放大的功能。而正反馈电路呢，它无法稳定工作在线性工作区，输出一般稳定在正向饱和电压或者是负的饱和电压。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第3次关于仿真的介绍。在这次介绍里，我们将带着大家实现第19讲里面那个负反馈的运算放大器电路。通过这一讲呢，我们有2个目的：第一，告诉大家如何构成一个运算放大器的电路；第二，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测量器件——示波器。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构造电路。运算放大器在 Multisim 界面里，在这个地方。我们点开它以后呢，有很多种选项，以下这些都是实际的运算放大器，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型号有非常多的种类。那么除了这个运算放大器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差分放大器、比较器包括音频放大器类似的。那么在我们电路原理课程里呢，大家一般来说选择5端虚拟运算放大器就可以了。我们点确定，把它放在中间。那么这个5端虚拟运算放大器呢，有5个接线端分别是同向、反向、2个电源端和1个输出端。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看一看这个运算放大器的一些参数，双击它，打开了这个窗口。那么其中呢，最重要的3个参数分别是它的插模放大倍数，就是我们在第19讲里面介绍的那个大写的 A 开环增益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个 A 是2乘10的5次方。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输入电阻，这个阻值是10兆，还有输出电阻，这个阻值是10欧。那么除了这3个最重要的参数之外呢，我们还有输入失调电压、输入失调电流和输入偏置电流。这3个参数呢，对于调整运算放大器，使得在没有输入的时候也没有输出非常重要。我们将在今后的模拟电子学中讨论它。那么另外呢，这个单位增益带宽、转换速率和共模抑制比呢，这3个参数对于运放的动态性能也比较重要，它们也将在模拟电子学中进行讲授。对于电路原理课程来讲，大家只需要关心它的插模电压增益，也就是 A， 输入电阻，也就是 Ri， 输出电阻，也就是 Ro 即可。那我们现在就来给运放供电，点击这里，选择直流电源，点 OK。然后呢，我们还要选择接地端，放在这里。一般的运算放大器都需要正负电源供电，对于这个5端虚拟来讲也是这样。它的负供电端是在反向输入端侧，也就是说我们要在3端上给出一个负的直流电压，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将直流上下翻转一下。那么它的正供电端与同向输入端在一侧，所以呢，我们为了提供正12伏，需要把它们复制、粘贴，把它再上下翻转一下。那么接下来呢，为了构成第19讲里面那个负反馈的运算放大器电路，我们需要再引入电阻。那么在这里呢，选择电阻，我们可以选择10K 的电阻。之所以选择10K 的电阻，这个理由会在第20讲中进行讲授。放在这里一个，放在这里第2个。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加入一个交流的信号源，这里选择交流信号，放在这儿。当然还需要有接地端，放在这儿，再放一个接地端，在这儿。好，我们把它向右转一下。那么现在呢，所有元件都已经摆放到位了，我们接下来就需要进行连线。那么连线工作完成了以后呢，大家有一点可以帮助检查连线是否正确。在选择电路图显示所有节点编号以后呢，你应该看到所有的元件之间都有一个红色的数字表示其节点编号，否则这2个元件就可能没有实际的连接在一起。那么在接下来进行仿真之前呢，我们有必要对这个交流电源进行一下设置，因为当前的是120伏有效值、60赫兹频率和出像角为0度，这个太大了，我们要把它调小，把它变成120毫伏有效值。关于有效值的概念，我们将在电路原理第2部分对大家进行讲授，大家先接受它是一个正弦交流信号即可。好了，整个电路已经构成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引入测量仪器了。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Multisim 提供的2通道示波器，把它放在这里。A 和 B 各是一个通道，这个 exit trigger 是标志着外加触发源的意思，在我们电路原理课程里面，它一般不使用。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在 Multisim 里面，这个2通道示波器 A 和 B 之间是隔离的示波器，也就是说 A 的这个负和 B 的这个负不一定要接相同的电位，
这一点在大家以后的仿真中会遇到。我们在这个仿真里面 ，A 和 B 的负端都接相同的 D 电位。我们从这里复制两个 D 过来，然后呢，我们把 D 都连到负端，我们用 A 通道来看信号源，用 B 通道来看运算放大器的输出。那么在这里呢，为了使得这两个信号能够看起来差异更大，我们可以设置信号的颜色。我们右键点击这条线，选择颜色，选择白色。那么当然在图上看起来是黑的，大家等会儿看到示波器的界面里它就是白色了。我们双击打开这个界面，我们现在先运行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微弱的波形了。我们把仿真先终止。之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看到很清晰的波形，是因为我们对示波器的几个关键参数没有进行有效的调整。这几个关键的参数分别是时机、通道 A 的每格的伏数、B 的每格的伏数。当前的设置是通道 A 每格显示5伏，我们把它设的小一点，大家可以看到通道 A 明显变得清楚了。那么类似的，我们把通道 B 也变得清楚。那么如果说我们都是通道 A 和通道 B 都是每格100毫伏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标准的反向波形。那么类似的，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每一格10毫秒不够清晰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变得小一点，这样使得波形看起来更清晰。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把它们的基本位置进行上下的移动，有便于大家更清晰的观察波形。如果说通道 A 选择 DC 端，就是显示所有的信号；如果说选择 AC 端，就是只显示交流信号；选择0端就是不显示任何信号。那么由于我们在这里呢，信号全部都是 AC， 所以呢，选 AC 端和选 DC 端是一样的。那么以后呢，大家可以实践一下，有直流叠加交流的情况 ，DC 端和 AC 端是不一样的。那么选择0端，它就被置0了。好，我们恢复回来。右侧呢是关于触发的一些选项。我们在这里呢设置的是通道 A 在上升延时期触发，那么触发的电平呢是0伏。这大致的意思就是说，示波器会检测通道 A 在波形上升的时候，过0点那个时刻，给所有的它的2个通道都拍一张照片，然后把这个照片显示出来。那么由于示波器是实时的显示波形的，因此选择哪一个通道的波形来拍照片，以及选择那个通道的波形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拍照片，会决定了这个照片看起来是否清晰，是否是稳定的。在这里，我们仅仅是一个正弦的信号源，设置哪种触发模式可能差异都不是特别大。那么在以后呢，大家可能会见到各种变化更加剧烈的波形，发现示波器显示不稳定的时候，你需要在触发这个部分进行调整。那么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如果说你对黑色底显示不满意，你可以选择 reverse， 让它变成白色底。那么我们翻回来，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示波器的界面里面呢，我们依然可以使用游标的功能，而且呢还是有2个游标的。我们把它分别都拖出来。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游标1的时间，通道 A 的值和通道 B 的值；游标2的时间，通道 A 的值和通道 B 的值，以及二者的时间之差。那么同时呢，这个显示的是通道 A 上这二者的取值之差，通道 B 上这二者的取值之差。那么除了这个2通道的示波器之外呢，我们在 Multisim 里还提供了4通道的示波器，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对于4通道的示波器来讲呢 ，A、B、C、D 是4个通道 ，T 是触发端 ，G 是接地端。我们首先把接地端连好，这个 D 删掉。
类似的，我们也可以选择2个来进行显示，其他的可以不显示。那么4通道示波器和2通道示波器的不一样在于呢，这个4通道示波器只能所有通道都是相对于 D 电位来讲的。那么我们类似的还把颜色设置好，双击打开它。这个界面呢和刚才那个界面稍许有所不一样。我们把仿真终止，大家看这个旋钮在 A 的时候，我们就设置 A 的，我们把它变小，把旋钮拉到 B 就是设置 B 的所以界面稍许有所不一样，但是基本功能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也是有游标可以用来拖放、显示波形、测量。好，我们关于运算放大器和示波器的使用这一讲就到这里。同学们好，我们已经学过了实际运放，并且根据实际运放的传输特性建立了它的电路模型。在这个电路模型当中，有输入电阻、输出电阻，还有一个压控电压源，用来表示输出电压与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电压差的这样一个放大关系。由于实际运放的输入电阻非常大，而输出电阻呢非常小，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个电路模型做一个简化。如果认为它的输入电阻趋于无穷大，输出电阻趋于0，那么电路模型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那么在这儿，上节课我们最后的时候提到了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外电路的电阻应该取什么样的值比较合适？实际上，从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数量级，大家应该能够找到答案。我们说，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一般是在兆欧这样一个数量级，而输出电阻呢是在欧这样一个数量级。现在要把兆欧级的输入电阻看成无穷大，而把欧这个数量级的电阻呢看成0，那显然外电路中的电阻必须是1000欧这样一个数量级。如果说外电路中的电阻也大到兆欧这样一个数量级，那我们没有理由说外电路的电阻仍然在带入计算，而把这个输入电阻看成开路。那它不能够小到欧这样一个数量级，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没有理由说把欧这样一个数量级的外电路的电阻再进行计算，而把输出电阻看成是0。这一点希望大家在用运放搭建实际电路的时候要加以注意。在这个电路模型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进一步简化，认为开环增益是趋于无穷大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理想运放。大家要注意，实际运放的电路符号和理想运放的电路符号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地方给的是开环放大倍数，而这个地方给的是一个无穷大。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实际运放经过这样一些简化和近似以后得到的理想运放会有哪些特性。我们仍然是重点关注理想运放工作在线性区间的情况。在线性区间，由于它的开环放大倍数无穷大，而它的输出呢又一定是一个有限值，因此 UD 等于0，也就是 U 正等于 U 负。换句话说，现在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就像短路一样，我们称之为虚短。第二点，由于理想运放的输入电阻无穷大，而输出电阻趋于0，因此现在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上流过的电流就应该等于0。换句话说，从同向输入端或者反向输入端看过去，运放就应该好像开路一样，我们称之为虚断。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理想运放的传输特性。这是实际运放的一条近似的传输特性。而对于理想运放，由于它工作在线性区间的时候，开环放大倍数无穷大，因此它的传输特性就应该是红色的这样一条折线。当 UD 大于0的时候是正饱和，当 UD 小于0的时候是负饱和，而当
当 UD 等于0的时候，才能够保证理想运放工作在线性区间。UD 等于0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条性质虚短。有了理想运放的虚短、虚段这样两条性质，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析含有理想运放的负反馈电路。那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虚短和虚段这样两条性质必须是针对工作在负反馈情况下的理想运放才是成立的。正如我们在学习运放一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样，运放是早期模拟计算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在今天，它在模拟电子电路当中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几个用理想运放构成的非常有实用价值的电路，同时呢，也帮助大家掌握分析含有理想运放的负反馈电路的方法。对于由理想运放构成的含有负反馈的电路，如果不做特别说明的话，我们在这一部分当中讨论的都是它工作在线性区间的情况。也就是说，有虚短和虚段两条性质。虚短就是 U 正等于 U 负，而虚段呢，就是指 I 正等于 I 负等于0。跟我们前面分析其他的电路一样，我们所依据的仍然是元件约束和托普约束。元件约束指的就是元件的端口性质，而托普约束呢，无非就是 KCL 和 KVL。 有了这些性质，我们就可以对电路来进行分析。我们看第一个电路，称之为电压跟随器。电路很简单，那么根据理想运放的虚短性质，显然 U 负应该等于 U 正，那么就应该等于 UI， 而这样一条连接线就保证了 UO 也是等于 U 负的，因此输入输出关系 UO 就等于 UI。 那有同学显然会感到疑惑，现在输出和输入之间并没有任何数值上的变化，为什么非要加这样一个电路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路现在有哪些特点。第一，显然是它的输入电阻现在变成了无穷大，因为现在从输入端看过去，由于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有虚段性质，因此的话，它的输入电阻无穷大。第二，它的输出电阻是等于0的。这一点呢，我们从图上并不能直接看出来，请同学们课后回去自己推导一下，怎么样求这个电路的输出电阻。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能够更清楚地看出这个电压跟随器的作用。比如现在我们有一个电压源 U1， 但是呢，我想得到一个数值比 U1 小的电压信号，那我们当然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 U2 等于 R1 加 R2 乘以 U1。 但是这个电路一旦带上负载 RL 以后，大家可以发现现在的 U2 和 U1 之间不再满足我刚才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输出电压 U2 是随着你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那这当然不是我所期望的。现在如果我在 U2 后面加上一个电压跟随器，大家来重新分析一下。这是一个带有负反馈的电路，因此它的虚短和虚段性质是成立的。我们来看一下，根据运算放大器的虚段性质，这条线上的电流 I 始终是等于0的，因此这一点的电压 U 正始终是应该等于 R1 加 R2 乘以 U1。 而再根据理想运放的虚短性质， U2 就应该等于 U 负，那应该等于 U 正，所以 U2 等于 U 负等于 U 正，始终应该等于 R1 加 R2 U1。 负载 RL 的变化并不会对我的输出产生影响。
这就是电压跟随器的作用。那它一般用在电路当中，实现前后两极电路的隔离。好，再看第二个电路是反向比例放大器。同样的，我们所依据的仍然是理想运放的虚短和虚段性质。根据它的虚短性质，那就应该有 U 负等于 U 正。而根据它的虚段性质呢，就应该有 I 负等于0 I 正等于0。 I 负等于0说明 I1 跟 I2 是相等的。那既然 I1 和 I2 相等的，而 U 负等于 U 正呢，这儿又是接地的，所以这儿也是等于0的。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 I1 可以表示成 UI 除以 R1，而 I2 呢，则可以表示成负的 UO 除以 RF。那显然给出 UO 和 UI 的关系应该等于负的 R1 分之 RF 乘以 UI。可以看到输出和输入之间有一个比例系数，并且这个比例系数是一个负的，因此称之为反向比例放大器。下面我们用 Multisim 仿真软件来验证一下前面理论分析的反向比例放大器。这是一个 MIUA741的电路，那么它的接线端1接了负15伏，接线端2接了正15伏。输出端通过10 kO 电阻引到了反向输入端，然后呢，在这个节点4通过一个 2.4 kO 引到了正弦信号端，然后同向输入端接了 D。那么我们还有一个2通道示波器，通道1接到了正弦波，通道2接到了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反向比例放大器，而它的放大倍数是负的10K 比上 2.4K， 大约等于负的4.2倍。我们现在呢设置了一个2伏有效值的正弦电压，我们现在就来运行一下这个电路，然后看一下它的输入输出的电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游标来拖一下啊，红色的是输入的，白色的是输出的。那么在当前这个时刻呢，输出是 11.79， 输入是负的 2.83， 大家可以除一下，可以看到它大概就是负 4.2 伏。那么我们还可以再看另外一件事儿啊，就是如果我们把输入电压的有效值从当前的2伏变成3伏的话，那我们再来运行一下仿真，可以看到是这样一幅场景。那么这里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把输入从2伏变成3伏以后，输出就有了明显的变化？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由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反向比例器的演示实验。实验电路中所用的运放器件为 TI 公司的 MIUA741， 比例系数约为负 4.2 倍，输入为正弦电压。用示波器分别观察输入和输出电压波形。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输入和输出电压波形，其中通道1为输入，通道2为输出。在现在的输入电压下，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线性放大，并且输出与输入电压反向。现在加大输入电压的赋值，可以看到，当输入电压的赋值超过一定的范围，输出电压进入饱和区，这个时候电路已不再满足反向比例器的要求，这是因为运放的输出最大值不大于它的工作电压。好，再来看第3个电路，同向比例放大器，或者叫非反向比例放大器。仍然是依据理想运放的虚短和虚段性质。虚段指的就是 I 正和 I 负都等于0，而虚短呢，这是 U 正等于 U 负应该等于 UI， 因为这条线上没有电流流过，所以 U 正是等于 UI 的。好，那现在 UO 应该是等于 R1 加 R2 除以 R2 乘以
U 负。把 U 负和 Ui 的关系带进来，就应该等于1加上2/2乘以 Ui。显然，这个比例系数是一个正的，因此我们称之为同向比例放大器或者非反向比例放大器。但是和刚才反向比例放大器的关系 UO 等于负的2/1/2f Ui， 它的绝对值可以大于1，也可以小于1不同。这个同向比例器它的比例系数始终是大于1的，因此就请同学们考虑一下，如何去设计一个比例系数小于1的同向比例放大器。好，我们现在再来看这样一个电路。这个电路当中有3个输入，分别是 U1、U2、U3， 它们各自通过一个电阻接到理想运放的反向输入端。这仍然是一个带负反馈的电路，不做特别说明的话，我们认为它工作在线性区，因此可以用理想运放的虚短虚段性质来分析。由虚短虚段我们可以得出 U 负等于 U 正等于0，而 I 负等于 I 正也是等于0的。由于 I 负等于0，现在我们就可以对运算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这个节点做一个 KCL， 显然应该有 I1 加上 I2 加上 I3 等于 IF。 我们把这些电流都用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来表示，就应该是 U1 除以 R1 加上 U2 除以 R2 加上 U3 除以 R3 应该等于，注意参考方向 IF 应该是负的 UO 除以 RF。 那么整理一下就应该是 UO 等于负的 RF 乘以 R1 分之 U1 加上 R2 分之 U2 加上 R3 分之 U3。 可以看到实现了 U1、U2 和 U3 的线性相加。当然，如果所有电阻的组织取得都完全一样的话，或者说 R1、R2、R3 都完全一样的话，那么 U1、U2、U3 的系数就应该是完全一样，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相加，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加法器。当然，这个前面还有一个负号，所以这种相加是一个反向的比例相加。这是一个由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加法器。实验电路中所用的运放器件为 TI 公司的MIUA741，有2路输入，第一路为正弦电压，第二路为直流电压。通过可变电阻器调节直流输入的大小，电压跟随器用来隔离。2路的比例系数均为-1，输出是2路信号之和的反向。现在观察波形，其中黄色的曲线是交流输入电压，绿色的曲线是输出电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输入直流量为0的情况。现在我们加大直流输入量，大家可以看到输出的这个波形在向下移，这个时候确实实现了2路输入的之和，然后反向。随着直流量的继续增大，大家看到输出波形出现了失真，这个时候进入了非线性区，已不再满足加法器的要求。当然，我们也可以调节交流输入量，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好，接下来呢，我们用 MultiSim 来复现一下刚才那个实验。跟刚才实验一样，我们这个电路也是有2个运算放大器，其中这个 U1 呢起到主加法器的作用，它有2路输入，一路在这儿，一路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有一路呢是由 100K 接了一个正弦电压，当然了，反馈电阻的阻值是 100K。那么另外一路呢，它实际上来自于一个电压跟随器，那它跟随的是这个 V6， 当然我现在设置的是0伏。那从电路原理上来讲，这个跟随器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此前在实验中对于直流的电压要有一个跟随器呢？是因为我们直流电压是有一个实际的输出电阻的，这个实际的输出电阻呢会
对我们电路实验结果有影响。那我们就利用了跟随器输入电阻非常大，输出电阻几乎为0的这么一个特点，从而从实际的一个电压源变成了一个同数值的一个理想的电压源。那我们同样的，通道1看交流的输入，通道2看实际加法器的输出。我们来看一下加法器的系数哈，反馈电阻是 100K， 交流的连接的电阻是 100K， 直流电阻是 100K， 所以它实现了负的括号 V3 加 V6 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从现在的数值上来讲呢，由于 V6 是0，所以它就实现了负的 V3 的作用。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示波器，终止。我们来用游标拉一下，可以看到大概是9.88和负9.87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负1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 V6 呢从0伏调整成5伏的话，我们再运行一下，就可以发现，首先输入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看的是这个交流的信号。输出呢往下移动了，而且呢往下呢有一定的失真或者说饱和。那么请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减法器是在我们前面学的反向比例放大器和同向比例放大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反向比例放大器 UO 应该是等于负的 R1 分之 RF 乘以 UI， 这是同向比例放大器，那么 UO 应该是等于1加上 R2 分之 R1 乘以 UI。 好，那现在如果我把运算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和同向输入端都接上电源，那直觉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到说 UO 应该是这两个的和呢？也就是说 UO 应该等于1加上 R1 除以 R2 再乘以 U1， 我们把接到同向输入端的电压源称之为 U1， 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源称之为 U2， 以示区分。那么这后面就应该是反向输入端的输出变成 RF 分之 R1 U2， 那这不就是一个减法器吗？只不过说现在 U1 U2 的系数不一样而已。那我们来看看合成以后的电路是不是能够得到我们刚才的结果，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仍然是一个含有负反馈的理想运放电路，因此我们仍然可以用虚段来加以分析。那现在虚段指的是 I 正等于 I 负等于0，而 U 正和 U 负是相等的。那好，现在我们所能依据的就是这条支路上头的电压电流关系。由于 I 负是等于0的，因此 RF 上面流过的电流就应该等于 R1 上面流过的电流。我们来表示一下， RF 上流过的电流应该等于 UO 减掉 U 负除以 RF， 而 R1 上流过的电流呢，就应该等于 U 负减掉 U1 除以 R1。 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再根据理想运放的虚短性质， U 负是等于 U 正的，是等于 U2 的，因此我们把 U2 带进去，就得到了和我们刚才前一页 PPT 当中分析得到的相同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把叠加定律反过来应用得到的那个直觉的结果是对的。那这个减法器显然有一点那么不完美，因为现在 U1 和 U2 的系数是不完全一样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把 U1 和 U2 变成相同的系数呢？我们看一下整个的分析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式子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在这条支路上现在结构就已经是这样。
而这个地方的 U 负等于 U 正的关系也是不能动的。但是现在 U 正是等于 U2， 换句话说，如果现在的 U 正不是等于 U2， 而是等于 R1 加上 Rf 分之 Rf 乘以 U2。那么大家看一下，那么现在把 U 负等于 U 正等于这个式子带到上面来，这两个一相乘，是不是就得到了跟前面 U1 相同的系数呢？那这个显然是对的。大家现在可能就能反过来明白，说我刚才为什么能够想到 U 正要等于 R1 加 Rf 分之 Rf 乘以 U2， 因为现在你要想把 U2 和 U1 的系数配成相同的。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样修改这个电路，才能够使得 U 正等于 R1 加 Rf 分之 Rf U2 呢？就现在这个电路而言，由于 I 正是等于0的，所以说 U 正只能等于 U2。而现在要让 U 正等于这样一个系数乘以 U2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系数，这不就是一个电阻分压的这样一个式子吗？因此，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电阻 Rf， 大家看看现在的 U 正是不是就等于 Rf 除以 R1 加 Rf U2 呢？显然是正确的，因为现在 I 正是等于0的。好，我们把这个电路重新画一下，就得到了这样的改进后的减法器。在这个电路当中，我们来重新推导一下输入和输出的关系。我们仍然依据理想运放的虚短虚段性质，根据虚短性质有 U 负等于 U 正，而 U 正现在应该是等于 U2 的一个分压，应该等于 Rf 比上 R1 加上 Rf 乘以 U2。再根据虚段性质 ，R1 上面流过的电流显然应该等于 Rf 上面流过的电流，因此 U1 减去 U 负除以 R1 是 R1 上面流过的电流，而 F 上流过的电流应该是 U 负减去 UO 除以 Rf。那么把这两个式子联立，同学们再整理一下，就可以得到 UO 应该是等于 Rf 比上 R1 乘以 U2 减 U1， 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减法器。U2 和 U1 的系数是完全相同的。至此呢，我们就把减法器给大家分析完了。回顾一下我们在前面分析反向比例放大器、同向比例放大器、加法器和减法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应用了理想运放的虚短虚段性质以后，在它的同向输入端、反向输入端利用 KCL 电流关系来进行分析。那么要大家思考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不可以在理想运放的输出端用 KCL？ 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不可以，电路中任意一点都应该是满足 KCL 的。但是在理想运放的输出端用 KCL 的话，有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讲的理想运放的虚短或者虚段性质里面，没有哪一条能够告诉我们，在理想运放的输出端这个地方，它输出的电流是多少。那既然这条支路上的电流未知，那你在这一点上用 KCL 显然就没有办法求出其他支路上的电流关系。因此，一般来讲，我们不在理想运放的输出端应用 KCL。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实际上已经提过了，我们不可以对理想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反向输入端以及输出端做一个广义的 KCL。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它的接地端以及供电端都省略掉了，所以不可以做广义的 KCL。我们都知道
在实际生活当中，要获取一个电流源，远比获取一个电压源要困难得多。在这里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用理想运放构成的电流源。电路结构是这个样子，这也是一个含有理想运放的负反馈电路，因此我们仍然可以用理想运放的虚段特性来进行分析。首先，根据虚段特性，那么这个地方流过的电流 I 正是等于0的。同样的，这条支路上流过的电流 I 负也应该等于0。而根据虚短特性呢，这一点的电压，也就是这一点的电压，应该等于 U 正，就等于 UI。我们把它标在这儿。由于 I 负等于0，显然 RL 负载上面流过的电流 I 应该等于 I1 上面流过的电流。那我们来看一下。I1 上面流过的电流就应该等于 UI 除以 R1。那也就是说，无论我的负载 RL 如何变化，它上面流过的电流 I 始终应该等于 UI 除以 R1。那这不就是一个电流源的性质吗？电流源的性质就是这样，它上面的电流不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只要我们的 UI 是一个确定的值，那么不管你的 RL 如何变化， I 始终是等于 UI 除以 R1。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我刚才说的那句话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在线性区间内， I 始终等于 UI 除以 R1， 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的 RL 选择的不合适的话，大家想想是不是有可能导致这一点的电压，也就是运放的输出电压 UO 会超过它的饱和电压呢？那实际的运放显然是不可能出现 UO 超过饱和电压的情况，因此的话，我们必须要选择合适的 RL 以及选择合适的 UI， 根据你的器件选型才能够保证这样一个电路它的输出呈现电流源特性。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个由理想运放构成的负电阻电路。我们前面学习电阻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有一些元件在它的某些工作区域内会呈现负电阻的特性，也就是说电压会随着电流的增加而减小。但是要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负电阻，也就是它的 UI 特性应该是过原点的一条直线，并且呢斜率为负，那么这个就需要通过一定的电路来特别的加以实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电路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是否就实现了这样一个负电阻的功能。大家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电路，和我们前面给出的带有负反馈的理想运放电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在这个电路当中，输出 UO 既通过这样一条支路反馈到反向输入端，又通过这样一条支路反馈到同向输入端。那这个电路到底是呈现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呢？那这儿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反馈深度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的输出分别反馈了多少到我的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那为了分析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把这个 UI 短路掉。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 UO 通过这样一条支路反馈到同向输入端的反馈量呢，应该是0因为这一点的电压现在就是0了。而通过这条支路反馈到反向输入端的量呢，现在可以看到应该是1/3 UO。所以说总体来讲，这个电路应该是呈现负反馈的。因此我们仍然可以用前面所说的理想运放的虚短和虚段特性来分析这个电路。好，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从输入端看进来，它的入端等效电阻 R 印是一个什么样的值。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电路当中，根据理想运放的虚短性质，这一点就应该是 UI， 那就应该等于1/3 UO。
再看一下这个电流，现在这个电流根据理想运放的虚段特性，就应该等于这个 2R 电阻上面流过的电流。因此的话 ，I 应该等于 UI 减掉 UO 除以 2R。我们把上头 UI 和 UO 的关系带进来，那么我们最终可以推出它应该等于负的1/3的 UO 除以 R。好，现在呢从这个端口看进来的入端等效电阻 R in 当然就应该等于 UI 除以 I 等于。把 UI 和 I 的关系都带进来，最终我们会看到现在的入端等效电阻就等于 R， 也就是等于这个地方的电阻的阻值是一个负电阻。那么在这儿同样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这个地方的 UI 输入电压以及这3个电阻的阻值都必须恰当的选择，使得我这个理想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才会有这样一个负电阻的性质存在。好，下面我们就通过仿真来看一下最终得出的这个端口的 UI 特性是不是和我们的理论分析一致。理论计算可知，从输入端看过去，图中虚框可以等效为一个负电阻，负电阻的阻值是负5000欧。对虚框中的电路，我们加不同的电压 V3 来求流入电流。我们点仿真、分析、参数扫描，设定 V3 从-10到10伏，每一伏取一个点，总共21个点。输出取负的 IV3， 也就是流入电流。我们点仿真，我们选白色背景，用游标量测一下。大约在-5伏和5伏之间，虚框电路可以视为一个负电阻，因为横轴是电压，纵轴是电流，斜率是-200μ西门子，对应的电阻是-5000欧。同学你好，在第7讲独立电源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提出过一个问题：如何得到一个电流源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实现一个吧。这就是我们搭建的一个电流源，用到了集成运算放大器和电阻。在这里我们暂时不做电路分析，先来看看它的效果。由于 LED 灯的亮度由电流的大小决定，我们就选择 LED 灯作为负载，用这个电流源给它供电。这是给一个 LED 灯供电的情况，这是给2个串联 LED 灯供电的情况，这是给3个串联 LED 灯供电的情况。你发现了吗？虽然灯的数量不同，但是3种情况下灯的亮度都是一样的。亮度真的一样吗？让测量数据来说话吧。这是实验电路图。在 UI 等于1伏的时候，我们分别测量3种情况下灯上的电流 I 和灯两端的电压 UO。测量数据如表所示。这里的 UI 是输入电压， UO 是灯两端的电压， I 是灯上的电流。将灯上的电流和其两端电压绘制成伏安特性曲线，是这样的。可以看到，当负载不同的时候，负载上的电流保持不变，变化的是负载上的电压。你注意到了吗？这样一条伏安特性曲线，恰恰就是我们已经学过的电流源的伏安特性曲线。接下来我们对电路进行理论分析。这一点的电位是 U 正，这一点电位是 U 负，当然这也就是 U 负。同时这一点的电位也是电阻 R1 上的电压。根据虚短路 U 正和 U 负相等，根据虚段路 U 正等于 UI，
根据虚段路，电阻 R1 上的电流就是这里的电流 I，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UI 等于 UR1 等于 R1 乘以 I， 也就是说电流 I 等于 UI 除以 R1。如果 UI 和 R1 是固定的，那么电流 I 就是恒定的。可见，对于负载 RL 而言，这一部分电路就是一个电流源。如果改变 UI 的大小或者 R1 的大小，我们就可以得到大小不同的电流源。对刚才绘制的伏胺特性曲线进行放大，可以看出电流是有波动的。当然，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留给你来思考吧。前面提到了电流的大小决定 LED 灯的亮度。现在将电流源的大小进行调整，看到了吗？灯变暗了。电流源的大小如何进行改变的呢？你动手试试看吧。这是一个智能手机，这是一个平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数字计算机。数字计算机的最基本功能是逻辑运算和存储。在本讲里，我们将以 MOSFET 为例，告诉你如何用这个简单的元件来实现逻辑运算。我们首先呢要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数字系统呢？大家看，这个电路是上周大家学习理想运算放大器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个电路，它是一个加法器。我们现在来推导一下它的关系，设这个是 RF， 这个是 R1， 这个是 R2。根据上个星期所学的知识，它的输出就等于负的 RF 比上 R1 乘以 U1 减去 RF 比上 R2 乘以 U2。由于现在的数值分别是 12K、2K 和 2K， 所以呢就使得输出是负6倍的 U1 加上 U2， 也就是说这二者的权重系数是一样的，因此它是一个反向加法器，把两个输入加在一块儿，然后反向放大了6倍。我们现在来具体看一下 U1 和 U2。假设 U1 是一个 0.5 伏的直流电压， U2 呢是一个在负1伏到正1伏之间变化的正弦电压。那么这二者之和呢，它的变化范围就应该是从负 0.5 伏一直到正 1.5 伏之间。被负6乘了以后呢，它就应该是变成从负9伏变化到正3伏之间。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理想情况下得到的输出。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呢，噪声是无处不在的。假比说，我们的输入2有一个噪声的存在，那么由于这个系统它本身没有任何抵抗噪声的能力，因此输出也就势必把输入2中的噪声放大了6倍。那么于是呢，输出也就变成这样了。那么这个系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模拟信号处理电路，它的所有信号全部是以原始形态来出现的，就是原来是直流，就表现出一条随着时间不变的直线；原来是正弦交流，就表现出随着时间在做正弦变化的波形。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模拟系统的特点，它就是有可能噪声使得信号发生了畸变，比如说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呢，在模拟系统里面，这个畸变还可能被进一步的放大。那么好吧，我们现在来考虑这样一件事情。刚才是我们希望放大一个叠加了直流的交流，这个信号相对复杂一点。如果说我们现在简单考虑问题，只用2个值来表示一个信号，我们来看，在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线路上存在着噪声，
但是呢，如果我们只需要发送2个值，这2个值我们说是0或者1，那么我们在发送方，它可能认为这个信号小于 2.5 伏，我就发射出信号0；这个信号大于 2.5 伏，我就发射出信号1。那么如果说发送方想发送010这样一个信号序列的话，它可能就在发送方有这样一个波形出现。0、5，那么于是他认为在这儿发送了一个信号0，在这儿发送了一个信号1，在这儿发送了一个信号0。那么由于有噪声的存在，我们在接收方呢接收到的是有噪声的信号，那么于是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接收方也认为电压小于 2.5 伏，我接收到了一个信号0；电压大于 2.5 伏，我接收到了一个信号1的话，那么你看，现在在接收方同样也是接收到了信号0、1和0。所以你发现了吗？采用了这样的数字系统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噪声。那么这个某种程度就是指的你这个噪声不能够太大，比如说如果这是5这是 2.5， 你的噪声只要不大于 2.5， 它都能够正确的传输信号。认识到数字系统的重要性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讨论关于数字系统有哪些关键的问题。首先有一个名词叫做组合逻辑。所谓的组合逻辑呢，是指如果说我们知道所有的输入的话，我们就会立刻知道所有的输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投票系统。比如说有5个人参与投票，3个及以上的人赞成就可以做某件事情，那我们完全就可以利用一个组合逻辑电路来构成这样一个系统，来判断有多少个人投赞成票，从而从输出上发现最终的投票结果。除此之外呢，数字系统还需要有时序逻辑。所谓的时序逻辑，就是根据输入和我系统当前的状态来判断系统的输出。那比如说我们计数器就是一个典型的时序逻辑。计数器需要知道当前自己记住的那个数，还要知道来了另一个数，把这2者相加，才能知道自己下面记住的那个数。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时序逻辑。除了这个之外呢，由于我们处理的是数字系统，所有的信号都是以数字的方式，或者具体来说是以0、1的方式来存储和运算的。因此呢，对于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模拟信号来讲，我们需要有模拟数字转换电路，或者简称 ADC， 把它转换进数字系统中。当然反过来，经过计算机或者经过数字系统所处理的那些信号，需要用数字模拟转换电路才能与外界发生关系，这就是 DAC 的功能。还有一个部分也非常重要，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在发送方，我们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在接收方，我们接收到了这样的信号。我们能够说，发送方发出了0、1、0，接收方也接收到了0、1、0。有一个前提条件，是发送方和接收方都约定在这个时间读数，这个时间读数和这个时间读数。大家发现了吗？这需要整个系统都在相同的时间间隔之后来读数。这个相同的时间间隔就是数字系统所需要的一个时钟周期。那么在我们电路原理这门课程里，将对组合逻辑电路、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电路以及时钟信号生成电路进行初步的介绍。关于整个数字系统的详细介绍，需要等到大家今后数字电子学课程中进行讲授。需要指出的是，掌握了数字系统的4大部分，就从本质上知道了
计算机的基本构成。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23讲，我们来讨论数和逻辑。首先呢，我们要讨论一下上一讲所介绍的简单数字系统的问题在哪里。在上一讲里，我们用一个050的模拟信号传送了数字信号010。当它夹杂了噪声以后，由于发送方和接收方遵循了相同的约定，我们可以说在接收方也接收到了信号010。但是这仅仅局限于信号0和1。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我想要发送一个信号数值是 4.53 的话，那怎么办呢？这个方法表面看起来是不可能发送 4.53 的呀。那么就需要我们解决如何在数字系统里比较精确的来表达一个信号的值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假设我们有这么一个信号，那么呢，我们用一条线来传输信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用另一条线来传输时钟信号，而且我们约定呢，每3个时钟信号来传输一个信号的值。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信号的取值范围划分成2的3次方，等于8份。同时呢，我们从信号的最低到最高分别给出000一直到11的数值。那好，接下来我们假设在某一个时间点，我们需要传送这个点的信号数值，它刚好就长在011这个范围内了。那么于是呢，接下来就在3个时钟周期内，我们分别发送0、1和1。那么这个011呢，就构成了我们在T1时刻信号的数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在另一个时刻对信号进行采样，比如说 T2， 在这个时候呢，信号变到了010的范围。那么在接下来的3个时钟周期内，我们就需要发送0、1和0。大家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把原来一个模拟信号在取值范围中进行了划分，同时呢，我们在它的时间轴中也进行了划分。2次离散化以后，我们就可以用一条时钟线和一条数据线来传输信号了。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的这个3是一个举例子的说法。如果说你对于把信号的值域空间划分成8份感觉不满意的话，你完全可以划分成10次方是1024份，你完全可以划分成14次方，你完全可以划分成20次方。当然一般来讲，对于常见的信号划分成14次方已经足够精确了。那么除此之外，如果你认为 T1 到 T2 之间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话，你完全也可以缩小。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在任意短的时间范围之内，以任意精确的数值来用2进制方式传输一个信号。那么第2种方法呢，我们是用3条线来传输信号，而每个信号的数值呢，只在1个时钟周期进行传输。类似的，我们也把这个信号呢，在值域范围内切成了8份。同样，我们也发现它在当前的这个点对应的数值是011。那么于是呢，我们对于3条传输线来讲，把它划分为高位、中位和低位。我们在同一个传输点的时候，就需要分别发送0、1和0。那么采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们也可以以任意的时间精度和任意的数值精度，以2进制的方式来传输一个信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讨论关于逻辑的2种表达方式。首先叫逻辑表达式，其次叫真值表。基本的逻辑表达式呢有3种，首先是反，那么就意味着如果 A
是1，那 y1 就是0，a 是0，y1 就是1。这个关系是很简明的。第二个最常见的逻辑表达式是与，也就是说 a 和 b 两个逻辑变量同时是1的时候 ，y2 才是1。那么对于 a 和 b 同时是1的时候 ，y2 才能是1。除此之外，其他全部都是0。第三个基本的逻辑表达式是或，那也就是说 a 或者 b 是1的时候 ，y3 就是1，y3 就应该是1、0、1、1。与或非是3种最基本的逻辑表达式。有了这3种逻辑表达式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它们来构造出任意复杂的逻辑表达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讨论，如果说你有了逻辑表达式，怎么来获得相应的真值表呢？好，我们看，对于它来讲，对于 a 与 b 和 c 的或来讲，我们要3步。第一，我们要制表，把所有 a、b、c 变量和输出 y 都画在一张表上。第二呢，我们要写出关于 a、b、c 的所有组合关系，也就是说，把 a、b、c 所有分别取0和1的2的3次方等于8种组合关系全部都写出来。好，我们已经都列在这个表上了。第三个，我们就要根据这个逻辑表达式来判断 a、b、c 分别取怎样的逻辑值的时候，输出是0还是1。那么我们举例来说，对于 a、b、c 等于0、0、0的时候，很显然输出应该是0。那么类似的，凡是 a 等于0的，输出都需要是0。那么 a 等于1了以后，只要 b 或者 c 有一个是1，这个就是1。那么于是这个是1，这个是1，这个是1，这个是0。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完成了逻辑表达式到真值表的转换。那么反过来，如果说你有了一个真值表以后，如何得到相应的逻辑表达式呢？我们也有3部曲。首先呢，你需要找到那些所有的与组合产生输出是1的表达式。那么对于这个真值表来讲，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组合产生了输出1。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 a 与 b 反与 c 能够产生输出1。类似的 ，a 与 b 与 c 的反能够产生输出1，还有 a、b、c 能够产生输出1。而且根据真值表，我们知道只有这3种与的逻辑组合能够产生输出1。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3个逻辑组合用或组合起来，也就是说 a 与 b 反 c 再加上 a、b、c 反，再加上 a、b、c， 我们说这就是 y。 为什么我们能这么说呢？首先，它们中任何一个为1的时候，输出是1，这符合输出有3个1的结果。其次，根据前面，只有当这3个为1的时候，才能够有3个1的输出。所以通过这2个判断，我们知道这个表达式一定对应着 y。 那么接下来的第3步，我们需要对这个进行简化，从而得到它相应的最简的逻辑表达式。那么从这个逻辑表达式到这个逻辑表达式的简化过程，大家将在数字电子学中学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介绍最常见的逻辑门。首先是缓冲器，缓冲器的输出和输入具有相同的逻辑。那么接下来呢是反向器，反向器从图形上来看，就是在缓冲器的输出加了一个圈儿。反向器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非操作。接下来还有与门、与非门，与非门就是在与门的输出加了一个圈儿。或门和或非门。那么我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刚才讨论的3种基本逻辑表达式分别是反向器、与门和或门。但是呢，在此后的几讲里，大家可以发现，实际上在工艺中最方便制造出来的是反向器、与非门和或非门。为什么是这样呢？请大家关注以后的几讲。但是无论如何，这6种逻辑门都是最基本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第4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了一个逻辑表达式，那么如何用基本逻辑门来实现这个逻辑表达式呢？比如说你要实现 A 与 B 和 C 的或，那么很显然我们首先有一个或门，它的输出在与 A 进行与操作，这样不就行了吗？所以只要有基本逻辑门电路，就可以构造出任意复杂的逻辑表达式。那么好了，我们最后来回答如何用逻辑表达式，或者说如何用逻辑真值表来实现数值的运算呢？因为我们一开始已经解决了数值用二进制来表示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在这里还能够用逻辑门或者逻辑表达式完成数值哪怕最简单的运算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从简单到复杂来实现任意数值的计算了。我们在这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就是半加器。大家回到小学的时候，我们现在来做加法，1加1，如果说是二进制的话，那它当然和是0，进位是1，我们这个是和，这个是进位。这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加法方法，我们怎么把它转换成真值表，或者说逻辑，或者说计算呢？我们假设这是一个输入 x， 这是另一个输入 y， 这是一个输出 s， 这是另一个输出 c。我们现在呢，就根据这样一个最原始的计算方式来写出真值表。我们首先需要制表，把 x、y、s、c 都写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所有输入的组合都写进去。好，我们就挨个来讨论 s 和 c。如果说相加的两个数分别是0和0的话，那显然和是0，进位也是0。如果是0和1相加，显然和是1，进位是0。1和0相加是一样的，和为1，进位为0。1和1相加，使得和为0，进位为1。好，现在我们认为 x 和 y 是两个变量， s 是一个输出的话，我们观察这个，你发现 s 怎样用 x 和 y 的逻辑表达式来表达呢？回想一下此前几页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你就可以发现 s 可以写成 x、y 反再加上 x 反 y。那么类似的，我们也可以用 x 和 y 的逻辑组合来表达 c， 那也就是说 c 是等于 x 和 y 的。结合此前那页的展示，大家就可以知道，你可以用基本的逻辑门电路来实现进位，实现和。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基本的逻辑门电路来实现半加器。有了半加器以后，我们不就可以实现全加器了吗？什么叫全加器呢？全加器是有3个输入，我当前的 x、当前的 y 和下一级进来的进位。那么我们把它分别都定义叫当前级是第i级。那么我们当前第i级的和我们向下一级的 i 加1级的进位，这就是一个2输入3输出的一个逻辑系统。大家回去不妨想一想，如果说你已经构成了一个半加器的话，如何能够生成一个全加器呢？如果说你已经生成了一个全加器的话，如何构成一个4位的加法器呢？
如果说你很好的掌握了本讲的全部内容，实现这些都不困难。好，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同学们好，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要学习如何建立 MOSFET 的电路模型。对于 MOSFET 大家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在前面的第9讲和第2次仿真当中，我们都通过仿真认识到了 MOSFET 的一些外特性，画出了一些特性曲线。那在我们这一讲里面呢，就是来学习如何根据这些外特性建立它相应的电路模型。首先我们来直观的了解一下 MOSFET 在实际电路当中的一些应用。这是一个 CPU， 在 CPU 里面呢有着数以亿计的晶体管，那这些晶体管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 MOSFET 构成的。这是一个耳机的放大电路，在这个里头呢也有 MOSFET 存在。这是一个 CPU 的外围供电电路，在这个电路当中同样应用到了 MOSFET。在我们的电力系统当中，当然 MOSFET 也有着广泛的应用。虽然都叫 MOSFET， 但事实上这些 MOSFET 应用在不同场合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首先从直观上来讲，应用在 CPU 中的 MOSFET 和应用在电力系统中的 MOSFET， 它们的尺寸差异是非常大的。应用在 CPU 当中的 MOSFET， 它的尺寸基本上是在纳米这个数量级，而在我们电力系统当中的 MOSFET 个头要大很多，可以达到10个厘米甚至更大。第二，它们实际发挥的作用也不太一样。在电力系统和 CPU 供电电路当中应用的 MOSFET 基本上是用来当做电子开关，而在耳机放大电路的 MOSFET 呢，则是用作模拟信号放大器。那这个呢，可能需要等到同学们学完我们 MOSFET 在素质电路中的应用，以及后面第45讲 MOSFET 做小信号放大器以后，大家才能够体会这二者的区别。第三， MOSFET 的内部结构在这些不同场合中呢，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当 MOSFET 应用在这些小功率场合的时候，它的 DS 之间形成的导电沟道基本是水平的，而在我们的电力系统当中应用的电力 MOSFET， 它的 DS 沟道形成以后呢是垂直的。这种垂直的导电沟道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提高它的电压等级。好，了解了一些 MOSFET 的应用以后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MOSFET 工作原理。MOSFET 器件具体的工作原理的话，同学们可以到微电子电路课程当中去加以学习。那在我们电路这门课程当中呢，我们不做详细的解释，而只是想通过2幅动画来帮助大家直观的认识一下 MOSFET 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或者说 MOSFET 在 DS 这2极之间它的导电沟道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当 DS 之间不加电源，只有 GS 之间加电源的时候，它的导电沟道是如何形成的。当 VGS 逐渐增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 MOSFET 的 S 和 D 极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导电沟道，那么电流就可以在2极之间流动，并且由于现在 DS 之间并没有加电压，所以形成的这个导电沟道呢是等宽的。当 VGS 逐渐减小的时候，这时候导电沟道就关断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果在 GS 和 DS 之间都加上电源的时候，导电沟道的形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形成的导电沟道是器形的，两边不等宽。我们现在保持 VGS 不变，改变 VDS 的值，看看这个导电沟道如何变化。首先增大 VDS 的值，我们会发现在靠近漏极 D 的这一端，导电沟道首先被夹断，继续增大 UDS， 夹断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大。反过来，如果我们减小 VDS， 那么这个时候导电沟道呢又会重新形成。但不管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
形成的这个导电沟道始终是器型的两边不等宽。与运算放大器类似，我们并不要求大家去掌握 MOSFET 内部的具体的工作原理，我们只是要求大家掌握它的外特性，并且学会根据这些外特性来建立相应的电路模型，也就是用我们以前学过的电阻、受控源等等一些简单的元件来描述 MOSFET 在相应的工作条件下它所呈现出来的外特性。这是 MOSFET 在应用的时候通常的样接线电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两个端口上 GS 形成一个端口， DS 形成一个端口，在两个端口上有4个物理量，分别是 UGS、IGS、IDS 和 UDS。 现在我们要了解它的外特性，那当然就有4种组合。但是根据我们前面的认识，我们已经知道 MOSFET 的升级和它的原极和漏极之间，因为隔着一层氧化物，是永远没有电流流过的，也就是说 IGS 是始终等于0的，因此呢，这2条曲线我们就没必要去做了。所以我们重点要了解的是 UGS 和 IDS 的关系，以及 UDS 和 IDS 的关系。那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UGS 和 IDS 之间的关系。这个仿真曲线呢，同学们应该在前面已经看到过了。由于现在我们的 VGS 以及 IDS 呢，表述的并不是同一个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因此我们把这条曲线叫做转移特性曲线。在这条曲线上我们可以看到，当 UGS 小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IDS 是等于0的。我们把这个区间称之为截止区。当 UGS 大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IDS 就开始逐渐增加。我们把这个值称之为导通的阈值电压，记作 UT。当 UGS 小于 UT 的时候， MOSFET 是关断的，而当 UGS 大于 UT 的时候呢， MOSFET 是导通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有电流从 MOSFET 的 D 极流向 S 极。关于这一点，同学们可以去复习一下在第2次仿真中的一些内容。好，下面我们就来重点了解一下，当 IDS 不等于0，也就是说 MOSFET 导通以后，这样一条曲线到底描述了 MOSFET 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性。那我们就要了解 UDS 和 IDS 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的 UDS 和 IDS 呢是同一个端口上的电压电流，而且我们通常是把这个当作输出端口，因此呢，我们把 UDS 和 IDS 之间的关系称之为输出特性。根据我们在第2讲仿真中给出的仿真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UDS 和 IDS 之间呢呈现出这样一种曲线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显然是受到 UGS 的影响。这下面的每一条曲线都对应着不同的 UGS。最下面这条曲线呢，是当 UGS 小于 UT 的时候 ，MOSFET 是关断的，因此呢 ，IDS 是始终等于0的。我们不妨抽出其中一条曲线来分析一下。假设这条曲线呢是对应着 UGS 等于5伏。那我们可以用这样一条折线来近似表示它。根据我们前面学习的内容，大家已经知道了。那么对于在 UI 平面上过原点的这样一条直线，也就是这条折线的前半段，它对应的也是应该是一个电阻，我们把它说是受控电阻，就是因为这条曲线的斜率，也就是说电阻的阻值是受到 UGS 的控制的。而上面这一段呢，电流保持不变，因此呈现出来是一个电流源的性质。我们把这个区间称之为饱和区，也叫做横流区。而这个呈现为受控电阻的这个区间呢，我们称之为电阻区。根据前面的内容以及这些仿真曲线，我们可以看出 UGS 对于我的这样一个输出特性曲线是有着显著的影响。无论是我这儿体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受控源的大小，还是这个受控电阻的大小，
都会受到 UGS 的影响。好，我们继续讨论 MOSFET 的这条输出特性曲线。回想一下我们在讲 MOSFET 的工作原理的时候，给大家看过的那2幅动画。再结合前面讲的 MOSFET 的传输特性曲线，我们可以给出 MOSFET 在导通时工作在这2个区间的条件。当 UDS 大于0并且小于 UGS 减 UT 的时候， MOSFET 导通，并且这个时候从 MOSFET 的 DS 两端看过去，它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也就是说是工作在这一段，工作在电阻区。而当 UDS 不仅大于0，而且大于 UGS 减 UT 的时候呢， MOSFET 是工作在饱和区的。这个时候从 MOSFET 的 DS 两端看过去，它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流源。当然，无论是这个等效的电阻的阻值，以及这个电流源的电流值，都是受到 UGS 的控制。当它工作在饱和区的时候呢，这时候的等效的电流源的电流值跟 UGS 之间是一个2次函数的关系。可以看到，跟我们在第9讲里面说过的一样，它不是一个线性受控源，而是一个非线性受控源。这个地方的 K 是一个常数，是由元件本身的一些特性以及它的构造决定的。好，我们把 MOSFET 分别工作在不同区间的条件以及它的性质总结一下。首先是截止区。当 UGS 小于 UT 的时候， MOSFET 是不导通的，也就是说 DS 之间没有电流流过。这个时候它的特性就是 IDS 等于0。那么可以画出来是这个样子。现在 DS 之间相当于开路。第二个是工作在饱和区。工作在饱和区的条件刚才已经说了，是 UDS 不仅要大于0，而且要大于 UGS 减 UT。这时候在 DS 之间相当于是一个电流源。这个电流源的电流值呢，跟 UGS 之间是一个2次函数的关系，是一个非线性关系。这是它相应的电路模型，可以看到用到的是一个压控电流源。第三个当然就是电阻区。工作在电阻区的条件是 UDS 大于0，但是要小于 UGS 减 UT。在这个区间内 ，DS 之间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建立它的电路模型呢，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用一个 R-on 来表示。这个 R-on 呢是一个压控电阻，它的阻值是受 UGS 的控制。根据 MOSFET 导通的时候可能存在的2个不同的工作状态，我们就可以建立相应的2个电路模型。第一个电路模型我们称之为 SCS 电路模型，也就是 Switch Current Source， 那么意思就是开关电流源模型。当 MOSFET 关断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打开的开关，而当它导通的时候呢，在 DS 之间相当于是一个电流源，这是一个由 UGS 控制的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要注意一下工作在这2个区间的条件。前面我们讲的用在耳机放大电路中的 MOSFET 导通的时候，就是工作在这样一个电流源状态。我们通常用 MOSFET 的这样一个性质呢，制造一些小信号放大器。第二个电路模型就是 SR 模型，也就是 Switch Resistor， 那么也就是开关电阻模型。当 MOSFET 关断的时候，就是一个打开的开关，而当它导通的时候呢，从 DS 两端看过去，它等效为一个电阻。那这个电阻的阻值同样受到 UGS 的控制。同样请大家注意一下工作在这样2个区间的条件。关断时候的条件比较简单，就是 UGS 小于 UT， 而当它工作在电阻区的条件呢，这时候 UDS 大于0，但是要小于 UGS 减 UT。那么这样一个
导通时的状态，我们通常是应用在各种数字电路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学习如何用 MOSFET 构成各种基础的逻辑门。那实际上在那些逻辑门当中， MOSFET 导通的时候就是工作在这样一个电阻状态。实际上大家可以从这个电路模型当中看到，当 MOSFET 导通的时候工作在电阻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 MOSFET 实际上就是一个不那么理想的电磁开关。为什么说不那么理想呢？因为理想的开关我们希望它关断的时候电阻无穷大，而导通的时候呢最好电阻是0。但是现在 MOSFET 我们可以看到，当它关断的时候 IDS 等于0，那当然 DS 之间相当于开路，电阻就是无穷大。但是当它导通以后，这时候的电阻并不是0，而是有一个电阻 R-on， 这实际上也是 MOSFET 当它应用于数字电路当中的一个不足。在后面呢，我们还会介绍到一些其他的方法，用来消除由于这个 R-on 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同学们好，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了运算放大器在模拟电路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 MOSFET 呢，则是另外一种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当中都有着重要地位以及广泛应用的这样一个元件。下面呢，我们首先学习 MOSFET 在数字电路中的应用，也就是用 MOSFET 构成几个基础的逻辑门，比如非门、与非门、或非门。而关于 MOSFET 在模拟电路中的应用呢，我们则将在第45讲当中来进行学习。在这里，每一列当中上下2个逻辑门的符号所表示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第一行的逻辑门呢是我们在工程当中通常用到的逻辑门的符号，而第二行呢是 IEEE 推荐的逻辑门的符号。那么同学们以后如果都在各种场合见到这样的符号的话，要知道它表示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前面在讲 MOSFET 的电路模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过，当 MOSFET 用在各种数字电路中的时候，应用的是它的 SR 模型，也就是说当 MOSFET 导通的时候，它的 DS 之间相当于是一个电阻。那下面我们就要用 MOSFET 的这个模型来分析它是如何实现了我们所设计的逻辑门的逻辑功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用 MOSFET 实现的反向器。那么反向器实现的逻辑功能呢是取反，也就是当输入等于0的时候，输出等于1，而当输入等于1的时候呢，输出等于0。在这里我们所说的0和1都是指的逻辑0、逻辑1。我们假设逻辑0是一个接近0伏的信号，而逻辑1呢是一个接近5伏的信号，并且这个地方的 US 取的就是逻辑1。在这儿呢，我们姑且先接受这样一个假设，也就是当 MOSFET 的输入 UGS 等于逻辑1，并且这个 US 等于逻辑1的时候， MOSFET 导通并且工作在电阻区。也许有的同学会有疑问，怎么就能确定这个时候 MOSFET 是工作在电阻区而不是工作在饱和区呢？这一点需要等到同学们在后面学完第41讲非线性电路的分段线性解法以后才能够来做具体的分析。在这里呢，我们不妨先接受这样一个假设。好，下面我们首先来看输入 UGS 等于0的时候，当 UGS 等于0的时候，由于这是个逻辑0，是接近0伏的，因此呢 MOSFET 是关断的。那画出它的电路模型就应该是一个打开的开关 DS 之间开路。那当然这时候 UDS 就等于 US 是等于逻辑1的，正好实现了取反的功能，输入是0而输出是1。再来看输入 UGS 取逻辑1的情况，那么这时候 MOSFET 导通，那 DS 之间就相当于是一个电阻。那这时候的 UDS 呢， UDS 应该等于
就相当于是 US 通过这样一个回路在 R-on 上面的分压，所以就应该等于 R-on 除以 R-on 加 RL 再乘以 US。 那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输入 UGS 是逻辑1，我们期望的 UDS 这个时候应该是等于逻辑0，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小的值。那在上面的这样一个表达式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保证现在的 UDS 是一个逻辑0呢？那显然就应该满足 R-on 要远远的小于 RL， 也就是说，对于在数字电路中的这样一个电阻 RL， 我们的取值必须要满足它远远大于 R-on MOSFET 的这个导通电阻这样一个条件，才可能正确的实现我们所需要的逻辑。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好，下面我们通过仿真来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一下，我们用 MOSFET 构成的这个反向器是如何实现输入和输出反向的。如图 MOSFET 2N7000，输入信号 UGS 接100赫兹的方波 ，DS 两端接5伏高电平和100千欧上拉电阻，输入信号用红色表示，输出信号用蓝色表示。打开示波器，打开仿真开关，暂停。我们可以看到，输入信号是一个方波，输出信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波。我们可以将输出信号做一个偏移，输入信号为0伏低电平时，输出信号是5伏高电平；输入信号为5伏高电平时，输出信号为0伏低电平，验证了反向器的逻辑功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将输入方波从100赫兹改为20千赫兹，我们重新运行，暂停。我们将信号的时间尺度拉开，我们可以看出输出信号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波。输入信号为5伏高电平时，输出基本还是0伏低电平，逻辑正确。但是对于输入0伏低电平，输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5伏高电平。这说明这个反向器电路达到了最高工作频率限制。当逻辑门电路输入信号超过最高工作频率时，逻辑运算结果可能出现混乱。由 MOSFET 构成的反向器在高频输入情况下，它的输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真？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动态电路部分还会跟大家详细解释。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反向器的实验，并且与理论分析结果以及仿真结果做一下对比，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一个由 MOSFET 构成的反向器，输入为方波，通过可调电位器调节其平均值，中间的调节电路使得山极的输入电压为一脉冲序列。用示波器来观察山极输入电压和漏极的输出电压。现在看波形，可以看到，当山极输入电压为高电平的时候，漏极的输出为低电平；反之，当山极电位为低电平时，输出为高电平，说明该电路确实实现了反向器功能。好，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刚才的反向器电路。对于我们刚才给出来的这样一个反向器的电路，在电子电路当中呢，通常画成这样一种形式。那么其他的部分都一样，关键是这个符号。在数字电子电路当中呢，我们通常用这样一个符号表示去接高电平，或者说去接电源。
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我们不妨用我们已经所熟悉的模拟电路来进行一个类比。比如说，我们把它类比成这样一个电路，这个地方的 US 呢，就类比成我们这儿的一个电源。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高电平这一端，也就是它的正极接的是 RL， 那我们的 RL 呢就可以类比成是我的这个灯泡，而这样一个 MOSFET 呢就可以类比成是我的这一个开关。因为前面我们就说过 MOSFET 实际上就是一个性能不那么理想的电子开关，而这个地方的 D 呢，我不妨认为就是这个地方接地。那好，现在我的输出 UOUT 实际上测量的就是我的开关两端的电压。那大家可以看到，当这个开关打开的时候，那我测量到的电压就等于我的电源的电压，就是逻辑1。而开关打开呢，指的就是输入 U in 等于逻辑0的时候。反过来，当开关闭合的时候，或者说当 MOSFET 导通的时候，那我测量到的电压，也就是对应着我的输出 UOUT， 当然就是0。那么这样一个类比的话，对于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宇飞门和霍费门的逻辑非常有帮助。那到这里，请同学们思考一下，我们学会了用 MOSFET 来构成反向器，那怎么样来构成缓冲器呢？缓冲器的逻辑就是，如果输入为 A， 输出为 Y 的话，那么 Y 是等于 A 的。这一点跟我们在前面学的用运放构成的跟随器有一点相像。从表达式上看，输入和输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数字电路当中，缓冲器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同学们在后续的数字电子电路课程当中呢，会具体的学到。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用 MOSFET 构成的第二个基本的逻辑门——宇飞门。宇飞门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宇飞门的符号。假设它的输入是 A 和 B， 输出呢是 Y， 那么它的逻辑表达式应该是 Y 等于 A 与上 B 的反。根据我们前面学过的知识，这个宇飞门的逻辑呢，应该是包括这样两部分。第一个就是只有当 A 和 B 都是1的情况下，输出才是0。第二个就是其他情况下，输出全是1。参考我们刚才用那样一个模拟电路类比 MOSFET 构成的数字电路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这儿也用模拟电路先来类比一下。大家不妨来考虑一下，这里我们把 A 和 B 控制的两个 MOSFET 看成是两个模拟开关。那么大家来想一下，我这个里头的两个模拟开关应该采用一种什么样的连接关系，才能够保证当这两个开关全部导通的时候，我的输出 Y 才是0，否则就是1。因为现在对应的是数字逻辑是，如果 A 和 B 全是1嘛 ，A 和 B 全是1，那我的 MOSFET 就应该是全导通啊，对应着我的开关就是全导通啊。那显然大家已经想到了，只有当这两个开关采用这样一种类似串联的形式的时候，才能够满足我上面的逻辑。也就是说，只有当开关 A 和 B 全部导通的时候，我的 Y 才是接地的，输出才是0。否则，只要有其中一个不通，那我的输出就是接的高电平啊，就等于1。把这个模拟开关替换成 MOSFET， 不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电路吗？这个电路实际上就实现了我们的宇飞逻辑。大家可以看到，只有当 A 和 B 全是1，也就是这两个 MOSFET 全部导通的时候，我的 Y 才有可能是0。为什么说有可能呢？因为对于这个电路当中，显然 UDS 是等于2倍的 R-on 比上2倍的 R-on 加上 RL 乘以 US。
必须满足 RL 要远远大于 Ron， 我们的逻辑才是正确的。好，那同样的，请同学们考虑一下，我们怎么样来构成语门呢？提示一下，有了语非门，有了前面我们讲的非门，是不是很容易就实现语的逻辑呢？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用 MOSFET 构成的或非门。或非门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假设它的输入是 A 和 B， 输出呢是 Y， 那么它的逻辑表达式应该是 Y 等于 A 或 B 再取非。那么它的逻辑呢是：第一，只有当 A 和 B 全都是0的情况下 Y 才是1，否则 Y 就是0。仍然用刚才的这样一个模拟电路来比拟一下，这个里面应该是输入 A 和 B 控制的2个开关。那大家想一下， A 和 B 是0，意味着这2个开关全打开。只有当这2个开关全打开的情况下，我的 Y 才是1，也就是说才会接到我这个高电平上，否则 Y 就是0，就会接到 D 上。那这2个开关应该是什么样一种连接关系呢？显然应该是这样一种类似并联的关系。只有当 A 和 B 全部打开的时候，那么底下这儿才是不通的， Y 才是接到高电平上。否则只要有一个闭合了，那么 Y 就通过它直接接地了，就是低电平。那么把这2个模拟开关替换成用 A 和 B 控制的 MOSFET，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电子线路，也就实现了我们的或非逻辑。大家可以看到，只有当 A 和 B 全是0，也就是说当这2个 MOSFET 全部打开的时候，全部关断的时候，我的输出 UDS 就等于 US 等于1，因为这个时候这儿没有电流的通路。A 和 B 当中只要有一个是1，那么这个时候对应的 MOSFET 就会导通，就呈现出一个电阻的性质。比如我们假设现在 A 控制的这儿导通了，那现在的 UDS 就应该等于是 Ron 上面的一个分压。同样的，也只要满足 RL 远远大于 Ron 的话，那么也可以实现我们的或非逻辑。同样问大家一下，我们怎么样来构成一个或门？利用我们已经学过的知识，完全可以实现这一逻辑，没有什么问题啊。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种新的器件，叫做 CMOS， 这是在 MOS 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器件。这个地方的 C 呢，就是 complementary 互补的意思。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到底是谁和谁互补，并且呢，这种互补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前面我们学过的用 MOSFET 构成的那些逻辑门的功耗。我们以最简单的反向器为例，当 UGS 等于1的时候，这个电路当中的 MOSFET 就会导通，并且这个时候从 DS 两端看过去，它相当于是一个电阻。那么画出来电路应该是这个样子，那形成了一个电流通路。这个时候要求的逻辑门的功耗就包括了 RL 和 Ron 2个电阻上面的功耗。我们假设 US、RL、Ron 取这样一组典型值，分别是5伏、100千欧和1000欧，可以计算出来，现在这个逻辑门的功耗呢是 0.25 个毫瓦。大家不要小看这样一个数，虽然从单个的逻辑门来讲，这点功耗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在我们的 CPU 里面有数以亿计的晶体管。比如我们假设在某一个 CPU 里面有4000万个晶体管，并且呢，这些晶体管都是由 N 构导增强型 MOSFET 构成的一个简单的反向器。那我们可以大致计算一下，现在这个 CPU 的功耗的话，大约是1万瓦。那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同学们
都有用过计算机的经历，显然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那我们怎么样来降低这个逻辑门的功耗呢？从刚才计算功耗的这个等效电路当中，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降低这个供电电源的电压。事实上，在我们的电子产业当中也是这么做的。CPU 的供电电压从最早的5伏到后来的3伏，到现在的不到2伏，它目的都是为了降低 CPU 的功耗。但这种降低是有限度的，供电电源的电压越低，那么就会对它的这个 CPU 的可靠性造成影响。因此的话，这不是一个根本的措施。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下，如果在我的 MOSFET 导通的时候，并不构成这样一个导电回路，那么我是不是就没有功耗了呢？也就是说，我能不能改变逻辑门的结构，使得即使在 MOSFET 导通的时候也不存在电流的通路，这样就可以彻底的消除它的功耗。这就是 CMOS 提出来的初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前面所有的分析都是基于 N 勾导增强型 MOSFET 来进行的，这是它的电路符号，它的导通条件是 UGS 大于 UDS 加 UT 的时候，或者说是 UDS 小于 UGS 减 UT。那么这时候呢 ，MOSFET 的导通相当于是一个电阻，与 N 勾导 MOSFET 对应的还有一个 P 勾导增强型 MOSFET， 它的电路符号是这样的。注意一下这个电路符号当中与 N 勾导 MOSFET 的区别这个箭头的指向。N 勾导和 P 勾导两种 MOSFET 它的工作原理基本上类似，那不同的是，当 P 勾导增强型 MOSFET 外接电源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电源的负极接在原极，而是所有电源的正极接在原极。因此它的导通条件呢是 USG 大于 USD 加 UT 的时候，这时候 DS 之间导通，并且呈现出电阻的特性。那为了区别呢，我们可以在这儿表示成 R on P， 这个表示成是 R on N。那现在我们把 P 勾导的漏极和 N 勾导增强型 MOSFET 的漏极连起来，并且把它的栅极也连起来，采用相同的控制信号，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器件，我们把它称之为 CMOS。 这就是互补这个词最初的由来，因为是采用的 P 勾导增强型 MOSFET 和 N 勾导增强型 MOSFET 实现了互补。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种 CMOS 加上逻辑信号以后，它会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我们把 PMOS 的原极接上一个高电平，也就是逻辑1，把 NMOS 的原极呢接在低电平上，也就是逻辑0。现在加上一个输入信号，假设输入是逻辑1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由于输入是逻辑1，对于 PMOS 而言，现在的 USG 应该是等于0的，因为现在的 SG 也接在逻辑1上头。而对于 NMOS 来讲，现在它的 UGS 呢，应该是等于逻辑1的。所以对于上面的 PMOS 来讲，由于 USG 等于0，因此它是关断的。而底下的 NMOS 呢，由于 UGS 等于1，因此它是导通的，导通电阻就是 RON。那现在我的输出 UOUT， 大家可以看到，由于没有电流通路，因此我的 UOUT 现在就等于逻辑0。这是输入为1的情况下，输出是逻辑0。再看看输入为0的情况，输入为0的时候，现在对于上面的 PMOS 而言，由于 SG 接的是逻辑1，因此现在的 USG 就等于逻辑1。而对于底下的 NMOS 来讲，现在的 UGS 呢是等于逻辑0的，因为这儿是逻辑0。
因此现在上面的 PMOS 就应该会导通，因为 USG 等于逻辑1，导通电阻是 R on P， 而底下的 NMOS 呢就会关断。那现在我的 UOUT 可以看到，由于没有任何的电流通路，因此我的 UOUT 就是直接接到高电平上的 UOUT 是等于1的。看一下这两组逻辑，一个是输入为1的时候输出为0，还一个是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为1，这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反向器的逻辑吗？这实际上就是用 CMOS 构成的一个反向器，和我们前面用单纯的 NMOS 构成的反向器相比较的话，大家可以发现，现在不管输入在什么情况下，逻辑门内部都没有电流通路，因此这样一个 CMOS 构成的反向器，它的静态功耗是等于0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那下面请同学们考虑一个问题，刚才我们用 PMOS 和 NMOS 互补构成一个 CMOS 的时候，是让 PMOS 在上面， NMOS 在下面。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 CMOS 当中的 NMOS 和 PMOS 的位置进行交换呢？或者说交换以后还能够实现我们正确的反向器的逻辑吗？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二端口网络。下面我们首先来讨论几个比较重要的基本概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端口。我们知道在电路当中，元件或者网络都是通过一些端钮和外电路相连的，但是在电路当中，并不是任意两个端钮都可以构成一个端口。我们讲两个端钮要构成一个端口，条件是从其中一个端钮流入的电流一定要等于从另外一个端钮流出的电流，我们把这个称之为端口条件。那同学们在后面实际应用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一点。有了端口的概念，当然接下来要解释二端口网络就比较容易了。顾名思义，二端口网络就应该是通过两个端口与外电路相连的这样一个网络，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二端口网络，或者简称为二端口。比如这是一个二端口网络的图。那在我们这一部分呢，我们特别限定一下，目前我们讨论的都是线性二端口，也就是说在这个网络内部只含有线性电阻和线性受控源，不含有独立源。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假如说这是一个二端口网络 N， 它通过两个端口，端口1和端口2与外电路相连。现在我在端口1和端口2之间接上一条新的支路 R。那现在大家思考一下，接上这个 R 以后，我的这个 N 还是不是一个二端口网络？那为了分析它是不是二端口网络呢，我们只要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端钮上流入的电流 I1 一撇是否依然等于 I1， 这个端钮上流过的电流 I2 一撇是否依然等于 I2。 如果等，那它就依然是二端口网络；如果不等，那它当然就不是二端口网络。好，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广义的 KCL， 现在在端钮1一撇以及2一撇上仍然满足端口条件，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端钮1上流入的电流依然等于端钮1一撇流出的电流。但是对这一点做 KCL 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 I1 一撇应该等于 I1 减 I。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应该是不等于 I1 的。同样对这一点做 KCL， 我们也可以得到现在的 I2 一撇应该等于 I2 加上 I， 那也是不等于 I2 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端钮3一撇来讲，流入的电流不再等于流出的电流；端钮4一撇也是如此，流入的电流不再等于流出的电流。因此现在网络 N 不再是一个二端口网络。那既然它不再是一个二端口网络，我们后面要讨论的二端口网络的一些定理或者说分析方法，当然也就不再适用。
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给一个一般的结论呢是这样子：在任意的一个二端口网络上，如果我在端口之间接上一条新的支路，它是有可能会破坏端口条件的，从而导致原来的网络不再是二端口网络。那这儿为什么说有可能会破坏呢？言下之意，有的时候也许不破坏。那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具体的例子，什么情况下在两个端口之间接上一条新的支路，端口条件不被破坏。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种特殊的二端口网络，也就是三端网络。假设这样一个网络通过3个端钮1、2、3与外电路相连，我们假设端钮1、2上面流入的电流分别是 I1 和 I2， 那端钮3上面流出的电流就应该是 I1 加 I2。 现在我们把端钮3拉长变成这样一个公共端，1和3,1撇形成一个端口与子电路 N1 相连，而2和3,2撇呢形成另外一个端口与 N2 这样一个子电路相连。那根据广义的 KCL， 我们可以得到3,1撇端钮上流出的电流应该是 I1， 而3,2撇端钮上流出的电流呢就应该是 I2。 把它重新画成这种形式，那就是一般的二端口的情况。如果 N1 和 N2 之间不再有其他支路相连的话，那么这样一个三端网络就构成了一个二端口网络，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现在我在子网络 N1 和 N2 之间还有其他支路相连呢？比如说现在我有一条另外的支路 R 接在 N1 和 N2 之间，那么我们的问题是 N，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三端网络是否依然构成二端口网络呢？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描述二端口网络的参数。在二端口网络的2个端口上有4个物理量，分别是2个端口的电压和电流。我们用其中的任意2个来描述另外2个的话，应该有6种组合，那相应的就有6套参数和方程。我们首先学习的呢是用端口的电压来表示端口的电流，那对应的就是 G 参数。这是一个二端口网络，描述它的 G 参数方程呢，应该是这样的2个方程，用端口的电压 U1、U2 来描述端口的电流 I1 和 I2。那现在我们的任务呢，其实就是要来确定这2个方程中的系数 G11、G21、G12 和 G22。如果这个网络内部的结构是已知的，那我们当然可以用前面学的电路分析的方法来求出端口的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提取出相应的系数。但如果现在这个二端口网络的内部结构根本就是未知的，或者说它的电路结构非常的复杂，那我们怎么来求这个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呢？事实上，我们为什么要来专门学习二端口参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说，对于一个复杂的网络，它的二端口参数是可以通过实验测定的方法来得出的。因此，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如何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求出二端口网络的参数。我们来看一下这2个方程，大家会发现，如果我令 U1 或者 U2 分别等于0，那么这个时候2个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比如说，我首先让端口2短路，也就是令 U2 等于0，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 I1 就变成了等于 G11 乘以 U1， 而 I2 呢就等于 G21 乘以 U1。如果我在端口1上面加上一个电压源激励，
然后用电流表测出这两个端口的电流，那么我就可以求出G参数中的 G11 和 G21。我们把它写成表达式是这样的形式 ：G11 等于 I1 除以 U1， 条件是 U2 等于0。因为 I1 和 U1 是同一个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因此我们把 G11 称之为端口1的输入电导，而 G21 呢，则等于 I2 除以 U1。由于 I2 和 U1 呢不是同一个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因此我们把它称之为转移电导。类似的，我们可以让端口1短路，也就是令 U1 等于0。我在端口2上面加上一个电压源激励 U2， 测出这两个端口的电流，那我就可以求出另外两个系数 G12 和 G22。因为在 U1 等于0的情况下，现在的 I1 是等于 G12 乘以 U2， 而 I2 等于 G22 乘以 U2。因此我们写成表达式应该是 G12 等于 I1 除以 U2， 条件是 U1 等于0，我们也把它称之为转移电导。而 G22 呢是等于 I2 除以 U2， 我们把它称之为端口2的输出电导，因为我们一般习惯上把端口1看成输入端口，而端口2呢看成输出端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用实验的方法来测定 G 参数的时候，是令两个端口分别短路，因此我们的 G 参数呢又称之为是短路电导参数。那在这里请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二端口网络我们都可以用这种让端口短路的办法测量它的 G 参数呢？事实上不是这样。比如对于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如果在它的内部端口1上面并了一个受控电压源，那大家想想，现在我让端口1短路，就会导致电路分析出现问题。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二端口网络都可以采用端口短路的办法来测量它的 G 参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种二端口参数来描述二端口的原因之一。好，现在我们把刚才让两个端口分别短路的电路画在一起，大家看一下。在端口1短路的时候，我们得出了 I1 等于 G2 乘以 U2。在端口2短路的情况下，我们得出了 I2 等于 G21 乘以 U1。那现在如果 G12 等于 G21， 我们就称这个二端口是一个互异二端口。所谓互异二端口，直观上来讲就是可以交换的意思。我把两个激励的位置互相交换以后，得到的另一个端口上的电流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把这个二端口称之为互异二端口。同学们后面会学到一个定理，叫做互异定理。通过互异定理，我们可以证明，对于一个线性的纯电阻网络，它一定满足 G12 等于 G21， 也就是说，电阻网络一定是互异二端口网络。但是互异二端口网络未必见得就是纯电阻网络，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怎么样求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这是我们刚才写出来的 G 参数方程，也就是我们现在要确定的是这样4个系数。那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根据它的定义，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求它的 G 参数。我们先让端口2短路，那我们就可以求出 G11 和 G21。那现在大家看一下， G11 在 U2 等于0的情况下，应该等于 I1 除以 U1。
由于这个端口短路了，那么 GC 就没有了，因此现在 G1 就应该等于 GA 加上 GB， 而 G21 呢，现在应该等于 I2 除以 U1。注意一下参考方向，现在 U1 就是 GB 两端的电压， I2 呢跟它是非关联的，因此 G21 应该等于负的 GB。 好，再来看另外两个参数，那我们可以类似的让端口1短路，端口1短路以后呢， GA 就被短路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G12 就应该等于 I1 除以 U2， 那显然也应该等于负的 GB， 而 G22 呢是应该等于 I2 除以 U2，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等于 GB 加 GC。 好了，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样一个只含有线性电阻的网络，显然它应该是一个互异二端口网络，因此它的 G21 应该等于 G12。 我们现在求出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求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呢？我们说 G 参数就是用两个端口上头的电压来表示电流。如果我能够直接写出这两个端口上面的电压电流关系，然后对方程进行整理，提取出参数，不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 G 参数方程了吗？因此接下来我们来试一试直接写出这两个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注意使用 U1、U2 来表示 I1、I2。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 I1 应该等于 GA 上面的电流，那么就应该是 GA 乘以 U1， 再加上 GB 上面的电流，应该是 GB 乘以 U1 减 U2。 好，再来看 I2， 它应该等于 GC 上面的电流，那就应该是 GC 乘以 U2， 减去这个电流，注意一下参考方向，减去 GB 乘以 U1 减 U2。 我们把这两个方程整理一下，把 U1 的系数都提取出来，应该是 GA 加 GB 乘以 U1， 而后面呢应该是减去 GB 乘以 U2。 同样的，下面这个方程应该是把 U1 的系数提取出来，应该是负的 GB 乘以 U1， 后面呢 U2 的系数那就应该是 GB 加上 GC 乘以 U2， 和我们刚才用实验测定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这些系数提取出来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G 参数方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现在的 G12 是等于 G21 的。对于上面这个网络，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现在我的 GA 等于 GC， 那么这个网络就是一个对称的网络。那对于这个对称的网络，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的 G 参数。除了仍然有 G12 等于 G21 以外，还有 G11 等于 G22， 因为现在 GA 是等于 GC 的。也就是说，一个二端口网络，如果它的电路结构是对称的，那么它的电气参数也应该是对称的，我们称之为对称二端口网络。但是电气参数对称的对称二端口网络不一定说它的电路结构就是对称的，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从二端口网络的端口特性来说，对于一个对称二端口网络，它的两个端口的外特性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无论激力加在哪一侧，那么它在本侧和另一侧所产生的响应是分别相同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求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的G参数。我们仍然可以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做，在这儿呢，我们就不给大家做演示了，同学们课后自己去思考一下，怎么样根据定义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求出它的G参数。我们这里呢，试图用第二种方法，直接写出它端口的低压电流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对于 I1 应该有 GA 上面的电流加上 GB 上面的电流，那就应该等于 GA 乘以 U1 再加上那 GB 上面的电压也是 U1 减 U2， 那就是 U1 减 U2。 再来看一下 I2 上面的电流呢，对这个节点做一下 KCL， 那当然应该有 GB 上面的电流，注意一下参考方向 U1 减 U2， 好，还要减掉这个受控电流源的电流，减去 GU1。 好了，整理一下，那么这个应该是等于 GA 加 GB 乘以 U1 减去 GB 乘以 U2。 下面这个呢，应该是负的 GB 减去 G 乘以 U1 再加上 GB 乘以 U2。 好了，同学们看一下，由于这个受控源的存在，现在我得到的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的G参数，它的 G12 不再等于 G21， 也就是说这不再是一个互异二端口网络。这和我们前面学到的是吻合的。我们前面也讲过，一般来说含有受控源的网络不再是互异网络。现在我们来学习描述二端口网络的其他几种参数。第一个是 R 参数，也就是电阻参数。那对于 R 参数来讲，就是用端口的电流 I1、I2 来描述电压 U1、U2。我们前面学的G参数方程呢，是用 U1、U2 来描述 I1、I2。从这个方程我们可以求解，得到 U1、U2。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得到的结果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提取出这其中的这些系数，实际上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R 参数。我们把它记作 R11、R12、R21 和 R22。这其中的这个德尔塔就是 G11 乘以 G22 减去 G12 乘以 G21， 也就是 G 参数矩阵的行列式的值。那么在这儿，请同学们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一个推导过程对于任意的二端口网络都成立呢？那显然是需要加条件的，条件就是这个行列式的值不等于0，否则的话这个分母为0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对于任意的二端口网络，并不是说它的G 参数和 R 参数都是同时存在的，那其他的参数实际上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参数来描述二端口的第二个原因，因为并不是对于任意的二端口网络都同时存在着这6种参数，可能只有其中的1种或者2种，那我们就需要借助不同的参数来描述不同的二端口网络。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它的 R 参数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它的G 参数满足这样的条件 G12 等于 G21。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和 R 参数的关系，那当然就应该得到 R12 等于 R21， 这是互异二端口网络的 R 参数所应该满足的条件。那如果是对称二端口网络呢，除了要满足 G12 等于 G21 以外，还应该满足 G11 等于 G22。那么
再看一下 G11 和 G22 在对应的 R 参数中的位置，我们就会知道，对于对称的二端口网络，不仅要满足 R12 等于 R21， 还应该有 R11 等于 R22， 和 G 参数所应该满足的条件形式上非常的相似。那对于同一个二端口网络来说，如果它的 R 参数矩阵和 G 参数矩阵同时存在的话，它们之间应该满足这样的关系： R 应该等于 G 的逆，或者 G 应该等于 R 的逆，也就是它们互为逆矩阵。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 R 参数我们怎么样来求。我们当然也可以根据它的定义，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求。这是 R 参数方程，可以看到，如果令 I2 等于0的话，也就是让端口2开路的话，那么这个时候 R11 和 R21 就应该等于 U1 除以 I1， 而 R21 呢就应该等于 U2 除以 I1。类似的，如果我们令 I1 等于0的话，也就是让端口1开路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 R12 应该等于 U1 除以 I2， 而 R22 呢应该等于 U2 除以 I2。由于在求 R 参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令两个端口分别开路，因此 R 参数呢也称之为开路电阻参数。好，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比如对于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我们来求一下它的 R 参数。这是 R 参数的方程。首先我们根据这个定义，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求。我们先令 I2 等于0，也就是让端口2开路。那么这个时候 R11 就应该等于 U1 除以 I1。U1 除以 I1 现在就应该等于 2A 加上 2B， 而 R21 呢应该等于 U2 除以 I1。 由于现在 I2 是等于0的，所以 2B 上面流过的电流呢就是 I1， 所以 U2 除以 I1 呢就应该等于 2B。而要求 R12 和 R22 的时候，则要让端口1开路，也就是令 I1 等于0。好，那现在的 R12 就应该等于 U1 除以 I2。由于现在 I1 等于0，所以 RB 上面流过的电流呢就是 I2， 因此 U1 除以 I2 也等于 RB。而 R22 呢就应该等于 U2 除以 I2， 所以是等于 RC 加上 RB。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纯电阻网络，是一个互异二端口，应该是有 R12 等于 R21。现在可以看到它们都等于 RB， 证明我们结果是对的。那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的 RA 还等于 RC 的话，那显然就应该是一个对称二端口网络。对称二端口网络就应该有 R11 应该等于 R22。那看看，如果 RA 等于 RC， 那当然 R11 就是等于 R22 的。好，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写出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它端口的电压电流关系。记住了，现在是用 I1、I2 来描述 U1、U2。我们来看一下 U1 应该是等于 2A 乘以 I1 再加上 2B 乘以 I1 加上 I2。而 U2 呢则应该是等于走这样一个路径，那么应该是等于 2C 乘以 I2 再加上 2B 乘以 I1 加上 I2。我们把这两个方程都整理一下，把 I1 的系数提取出来，应该是
2a 加 2b 乘以 i1， 再加上 2b 乘以 i2。而下面这个方程呢，应该是 2b 乘以 i1 加上 2c 加上 2b 乘以 i2。那比较一下这个系数和我们左边用第一种方法求得的结果，得到的 R 参数是完全一样的，同样也满足互一二端口应该满足的条件。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 G 参数的时候举的那个例子，我们给出来的是一个派型的网络，而现在我们讲 R 参数的时候呢，给出来的是一个梯形的网络。实际上大家可以发现，对于派型的网络，我们写它的 G 参数会比较方便，而对于梯形网络呢，我们给它的 R 参数比较方便。这一点请大家先记住，因为后面我们讲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一点。好，我们再来看传输参数，也称 T 参数。传输参数呢是用 U2、I2 来描述 U1 和 I1， 这跟我们一般直觉上的认识是用输入端口的 U1、I1 来描述输出端口的 U2、I2 正好反了，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也可以利用像求 R 参数那样的方法，从 G 参数推导得出 T 参数。我们从第二个方程可以得到用 U2、I2 来表示的 U1，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 T 参数的第一个方程。然后再把这个方程带回到第一个方程里面去，把 U1 消掉，那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用 U2、I2 来描述的 I1。从这两个方程里面，我们提取出相应的系数，就是我们需要的 T 参数。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在我们的 T 参数里面 ，T12 和 T22 前面的系数是一个负号。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信号传输的角度呢来定性的解释一下。比如说，这是一个二端口网络 N， 它的输入端口呢是1p， 输出端口呢是2p。那我们一般直觉上的认识，信号是从输入端一直向输出端传输的。但是我们在前面讨论二端口的时候，一开始就规定了正方向 I2 的正方向是流入这个端口的。因此在我们的传输参数里面呢，这儿给了一个负号来表示信号是一直向后传输的。这一点大家理解一下就好了。对照一下这个 T 参数方程和刚才从 G 参数推导出来的这个 T 参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负的 T12， 而这儿呢则是负的 T22。对于 T 参数方程，我们除了可以从 G 参数推导得来以外，也可以根据这个 T 参数方程呢，直接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求。比如现在我们要求 T11、T21 的时候，就应该令 I2 等于0，也就是让端口2开路，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T11、T21。在求 T12、T22 的时候呢，我们则应该让 U2 等于0，也就是让端口2短路。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T12 和 T22。根据实验测定的方法呢，我们把 T11、T21 称之为是开路参数，而 T12 和 T22 呢，则称之为是短路参数。好，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对于互一二端口网络，它的传输参数有什么样的特征。根据 T 参数的我们并不能够一眼看出来。我们在这儿先给大家推导一下。现在我要求 T11 乘以 T22 减去 T12 乘以 T21， 也就是这个 T 参数矩阵的行列式的值。把 T 参数和 G 参数相应的关系带进来，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第一项和第三项就抵消掉了。而对于互一二端口来讲，它的 G 参数满足 G12 是等于 G21 的，因此呢，它的传输参数的行列式的值就应该等于1，这是互一二端口网络的传输参数具有的特征。那如果是对称二端口呢？
对称二端口的话，除了要满足 T11乘以 T22 减去 T12乘以 T21等于1以外，我们看看它的传输参数还有什么特征没有。对于 G 参数，如果是对称二端口网络的话，除了有 G21 等于 G12， 还应该有 G11 等于 G22。G11 等于 G22， 实际上对应到我们的 T 参数当中，就应该有 T11 等于 T22， 别忘了前面有一个负号，所以 T11 是等于 T22 的。这是对称二端口网络的传输参数要满足的2个条件。最后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混合参数。混合参数呢，通常用来描述一些晶体管的等效电路。那么混合参数的方程是用 I1 和 U2 表示 U1 和 I2， 写成矩阵形式应该是这样。那对于混合参数的计算和测定呢，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和前面的 G 参数、R 参数以及传输参数所用的方法。根据实验测定的方法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方程看到，我们可以令 U2 等于0，也就是让端口2短路，然后就可以求出 H11 和 H21。而如果令 I1 等于0，也就是端口1开路的话，我们可以求出 H12 和 H22。最后我们介绍一下互异二端口网络的混合参数所具有的特征。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来讲，它应该满足 H12 等于负的 H21。而如果是对称二端口网络呢，除了有 H12 等于负的 H21 以外，还应该有它混合参数的行列式的值等于1。那具体的推导过程我们在这儿就不详细给出了，希望同学们课后回去自己推导一下。现在我们把前面给大家讲的几种二端口参数总结一下。首先，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种不同的二端口参数呢？我们前面讲过了，有这样2个原因。第一，就是为了更加方便的描述或者说测量某个电路。比如对于某一些晶体管，它的混合参数可能可以很快的写出来，而如果用 G 参数或者 R 参数或者 T 参数来描述它的话，那我们得出这个参数的过程也许会非常的繁琐。更重要的一点，对于某些电路，并不是所有的参数都存在的，我们可能只能用其中的1种或者2种来对它加以描述。比如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我们可以写一下它的 G 参数方程。我们采用直接写出它端口电压电流关系的方法来做。对于现在这样一个电路来讲，它端口的电压电流关系呢，我们要写出 G 参数的话，就是用 U1、U2 来表示 I1、I2。那显然 I1 应该等于，现在这个2欧上面的电压就应该是 U1 减 U2， 那么 I1 就应该等于2/2 U1 减 U2， 而 I2 呢就应该等于负的 I1 等于2/2 U2 减 U1， 所以它的 G 参数就应该等于 0.5 负的 0.5， 这是负的 0.5， 这是 0.5。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对称的二端口网络。它的 G 参数大家看到是一个奇异矩阵，也就是说它行列式的值是等于0的，因此的话它的 R 参数是不存在的。那我们没办法用 R 参数来描述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而对于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呢，我们可以写一下它的 R 参数。那现在这个2欧上面的电压呢，就应该等于 U1 也等于 U2， 那么等于多少呢？是等于 I1 加 I2 乘以电阻2。那 U2 也是等于2倍的 I1 加上 I2，
所以说它的 R 参数应该就是同样，这是一个对称的二端口网络，显然它的 G 参数是不存在的。所以通过这样两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能体会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多不同的参数来描述二端口网络。第二点，我们来总结一下求线性二端口网络参数的方法。在前面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基于定义的实验测定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可以分别令两个端口开路或者短路，这样来求出相应的参数。而对于一些简单的二端口网络来讲，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写出它端口的电压电流关系，然后对方程加以整理，提取出相应的系数，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二端口参数。第三，对于一个线性无独立源的二端口网络来讲，如果它是互异二端口或者对称二端口，那么相应的各种参数所应该满足的条件，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 G 参数，如果是互异二端口的话，应该满足 G12 等于 G21。而如果是对称二端口的话，除了要满足 G12 等于 G21 以外呢，还要满足 G11 等于 G22。R 参数和 G 参数的条件非常的类似。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我们有 R12 等于 R21。而对于对称二端口网络，除了有 R12 等于 R21， 还应该有 R11 等于 R22。T 参数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有它的行列式的值等于1。对于对称二端口网络，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就是 T11 等于 T22。对于混合参数，如果是互异二端口的话，应该有 H12 等于负的 H21， 注意这儿有个负号。而对称二端口网络呢，除了有 H12 等于负的 H21， 还应该有它行列式的值等于1。那么对于这些互异二端口网络的参数所应该满足的条件，希望大家记清楚。我们既可以根据这个二端口网络是一个互异的或者对称的二端口网络得出它的参数特征，也可以根据它的参数的特征来判断它是不是互异二端口网络或者对称二端口网络。最后，对于一个含有受控源的电路来讲，一般来说它不是一个互异的二端口网络，那么它的参数当中的4个元素都应该是独立的。而如果是互异二端口网络呢，比如说是一个纯组性的二端口网络，那么根据这一行的条件，大家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任意一种参数当中的4个元素只有3个是独立的。而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又是一个对称二端口网络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参数当中实际上只有2个元素是独立的。这一点同学们在求解问题的时候可以利用来简化我们的求解过程。前面我们学习了已知一个二端口网络如何来求它的各种参数，现在我们来学习已知一个二端口网络的参数，我们怎么样来求出它的等效电路。这2个问题实际上是互为逆问题的。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什么叫做等效。我们说2个二端口网络等效，指的是对于外电路而言，它们在2个端口上分别具有相同的 UI 特性。所以这里要强调的是，等效指的是对外电路而言，这2个二端口网络是等效的，那它们的内部电路一般来讲是不同的。比如说对于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我们外面接了各种各样的电路，那么这个二端口网络的内部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
我们需要自己构造出一个电路来，使得它在这两个端口上与原来的电路具有相同的 UI 特性。那我们就说，我们构造出来的这个二端口网络与原来的网络是等效的。我们来首先学习怎么样求互异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以 G 参数为例，这是我已知的某一个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因为是互异二端口网络，所以有 G12 等于 G21。那这4个元素里面就只有3个是独立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前面已经见过的梯形或者拍形网络来对它进行等效。回顾一下我们学习 G 参数的时候举的那个例子我们就知道现在应该是采用派形网络更简单一点。好，我们不妨就假设用这样的一个派形网络来对原来的二端口网络等效。那我现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要求出这3个电阻的阻值，使得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在端口上所呈现出来的 UI 关系与原来的二端口网络是完全一样的。对于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可以求出它的 G 参数。首先让端口2短路，我们可以求出 G11 一撇和 G21一撇。G11一撇就应该等于 GA 加 GB， 而 G21一撇呢，应该等于 I2 除以 U1， 所以应该等于负的 GB。那由于是互异二端口网络，所以也等于 G12一撇。再令端口1短路，那我们就可以求出 G22一撇。G22一撇现在应该等于 GB 加 GC。好了，由于我要使得现在的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和原来的二端口网络等效，因此它的 G 参数必须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的 GA 加 GB 应该等于原来网络的端口参数 G11， 而 GB 呢，应该等于原来网络的端口参数 G21。GB 加 GC 就应该等于原来网络的端口参数 G22。由此我们就可以把3个电阻的阻值或者说电导值都求出来 ，GA、GB、GC。有了这3个电阻的电导值，那当然我的等效电路就确定了。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它的等效电路求解还是比较方便的。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这样几点：第一，我们现在虽然对于 G 参数用的是拍形网络，但实际上梯形网络也是可以的。对于外电路而言，梯形网络也好，派形网络也好，它们都是等效的。第二点，如果原来给定的二端口参数当中，不仅有 G12 等于 G21， 还有 G11 等于 G22， 这就意味着说原来的二端口网络是一个对称二端口。那我们将来给出来的等效电路，这个派形网络也好，梯形网络也好，也应该是一个对称的网络。那么在这儿就应该有 GA 等于 GC。第3点，大家一定要切记，对于这样一个梯形网络或者派形网络，它只适用于求互异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对于非互异二端口网络，它的等效电路应该如何来求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助于受控元。我们以 R 参数为例，可以直接从它的这个方程得到它的用受控元来表示的等效电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程的形式 ：U1 等于 R11 乘以 I1 再加上 R12 乘以 I2。U1 是2个分量的和，那这显然是一个类似 KVL 的形式。U1 和 R1 是同一个端口上头的电压电流，因此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R11 呢，就可以表示成是一个电阻 R11， 这个是 I1， 这地方是 U1，
U1 是两个分量的和，现在这个地方的 R11 呢，已经把第一个分量表示出来了。而对于第二个分量，由于 U1 和 I2 是不同端口上头的电压电流，所以这儿我们要借助一个流控电压源，就是 R12 乘以 I2。那第一个方程就得到了。类似的，那么对于第二个方程，我们也可以同样的道理。U2 和 I2 是同一个端口上头的电压电流，因此这儿就可以用 R22 来表示这一个分量。而另外一个分量呢，我们也要借助于一个流控电压源，是 R21 I1， 这就是 U2。好了，这个就是含有受控源的一般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那如果以 G 参数为例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求 I1 等于两个分量的和，那这就是一个 KCL 的形式。所以的话，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是 I1， 那么第一个分量 U1 I1 是同一个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电阻来表示，这个就是 G11。而后一个分量呢，现在 I1 和 U2 是不同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所以我们要借助于一个压控电流源。这个压控电流源的值呢，就等于 G12 乘以 U2， 这是第一个端口上头的电流和电压关系就满足了。同样，对于第二个端口，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处理。这是 I2， 那第一个分量 I2 和 U1 是不同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所以我们也要借助于一个压控电流源。这个电流源的值呢，就是 G21 乘以 U1。而对于第二个分量 I2 U2 是同一个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个电阻 G22， 这样端口2上头的电压电流关系也就都满足了。好，大家可以看到，在现在的等效电路当中都含有两个受控源。在我们的实际电路当中，要构造出一个受控源电路是非常麻烦的，通常有的时候还要借助于有源器件，譬如我们前面学过的运放，那这个会导致电路的制造成本大幅度上升，所以我们在它的等效电路当中应该尽可能的减少它的受控源的数目。比如我们能不能够想办法使得它的受控源从2个降成1个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先对这个二端口网络的参数方程做一些变化。这是一个已知的一般的二端口网络的参数方程，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非互异的二端口，它的 G12 不等于 G21。那接下来我先对这个参数方程做一个变换， I1 仍然照写，是等于 G11 乘以 U1 加上 G12 乘以 U2。那现在的 I2， 由于 G21 不等于 G12， 所以我不妨先这个地方写成 G12 乘以 U1 加上 G22 乘以 U2。当然后面我就要加上一项是 G21 减掉 G12 乘以 U1。那好，大家现在看一下，对于前面这一部分，这两个显然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就表示是一个互异二端口。根据我们前面学过的知识，可以用这样一个派性网络来对它进行等效。那后面这一项我应该怎么来表示呢？ I2 和 U1 是不同端口上的电压电流，所以这个地方我完全就可以用一个压控电流源来表示。这个电流源的值就等于 G21 减掉 G12 再乘以 U1。 好了，这就得到了一个只用一个受控源表示的一般的非互异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显然比前面那个有2个受控源的等效电路要好一些。
在二端口这一部分内容的最后呢，我们来学习一下二端口网络的连接。所谓二端口网络的连接，指的是两个或者多个二端口网络把它们的输入输出端口以一定的方式连接起来，形成更复杂的网络。这在我们的实际电路当中实际上是经常碰到的，这也是大规模复杂电路常用的设计方法，就是模块化设计。我们可以把一个复杂的电路分解成多个模块，然后把这些模块的输入输出之间以一定的方式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分所学到的二端口网络的连接方式得出的一些结论，实际上是可以推广到多个二端口网络的连接的。我们要讨论的第一种连接方式称之为级联。假设我们已经知道第一个二端口网络的 t 参数是 T1P， 第二个二端口网络的 t 参数是 T2P。 现在我们把第一个二端口网络的输出和第二个二端口网络的输入连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复合二端口网络。我们把它的输入定义为第一个二端口网络的输入，而输出就是第二个二端口网络的输出。现在我们要求新的符合二端口网络的传输参数 t。在现在这种连接方式下，显然有 U2 1P 等于 U1 2P， 而 I2 注意参考方向，负的 I2 1P 应该等于正的 I1 2P， 或者是 I2 1P 应该等于负的 I1 2P。 也就是说，这两项实际上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符合二端口网络的 t 参数就应该等于这两个参与级联的二端口网络 t 参数的相乘，这是 T1P， 这是 T2P。 我们把它记成 t 等于 T1P 乘以 T2P。 这就是二端口网络级联它的传输参数满足的关系式。这个结论可以推广到 n 个二端口网络的级联。第二种连接方式我们称之为并联。比如有这样两个二端口网络，第一个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是 G1P， 第二个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呢是 G2P。 现在我们把它的输入和输出端口分别并联起来，这样就得到一个新的复合二端口网络。我们现在要求这个复合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那在这种连接方式下，大家可以看到 U1 是等于 U1 1P 也等于 U1 2P 的。在输出端口上也有类似的关系， U2 是等于 U2 1P 也等于 U2 2P 的。因为现在输入和输出端口采用的都是并联的方式。而电流关系呢，大家可以看到 I1 应该等于 I1 1P 加上 I1 2P。I2 同样也是等于 I2 1P 加上 I2 2P 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I1 I2 就应该等于 G1P 乘以 U1 1P U2 1P 加上 G2P 乘以 U1 2P 乘以 U2 2P。 因为现在我们的 U1 和 U1 1P、U1 2P 分别相等，而 U2 呢又等于 U2 2P 等于 U2 1P， 所以就等于 G1P 加上 G2P， 然后后面再乘以 U1 U2。 这个
就是新的复合二端口的G参数，也就是说 G 是等于 G1 撇加上 G2 撇的。那么这是并联二端口网络的G参数应该满足的关系。但是这儿我们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当两个二端口网络并联的时候，它们的端口条件是有可能被破坏的。这个时候它们的G参数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成立，也就是说并联以后得到的新的复合二端口网络的G参数就不再等于参与并联的两个二端口网络的G参数的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来看一下。比如这是第一个二端口网络，这是另一个二端口网络。现在我们把它的输入和输出端口分别并联起来，得到一个新的复合二端口网络。端口电压和并联前一样，依然是10伏和5伏。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在并联前后电路中各条支路上的电压电流关系，主要是要验证在并联后这两个二端口网络上面的端口条件是否被破坏。这个第一个二端口网络在并联前这条支路上的电流应该是1安，这个 2.5 欧两端的电压是5伏，所以电流应该是2安。而这个5欧姆两端的电压呢，就应该是10伏减5伏是5伏，所以电流应该是1安。好，所以现在这个端口上的电流就应该是2安。而根据端口条件，在没有并联之前，这条支路上的电流显然也应该是2安。那么这个地方的电流呢，流入的就应该是1安。通过对这一点做 KCL 是可以得到的。再来看下面这个二端口网络，这个 2.5 欧姆上面的电压，大家可以看到这是10伏，这是5伏，因此对于整个回路来讲的话，它们流过的电流是一样的，因此流过它们的电流应该分别是1安和1安。那么到这儿的呢，这也应该是1安，这个流过来的也应该是1安。所以在并联前，每个二端口网络的端口条件都是成立的。好，现在我们看并联以后，这些端口上的电流有了什么变化。对于这个二端口网络来讲，在并联后，端口上面的电压没有变化，所以每一条支路上的电流呢，这个地方仍然是1安1安，而这儿是2安，因此这儿还是1安，这儿还是2安。但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电流是否依然等于2安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并联以后，这个地方的 2.5 欧就被这条短路线给短路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相当于短路了，因此这个 2.5 欧姆上面流过的电流就不再是1安，而应该是2安。那相应的这个地方也就应该是2安。而这个 2.5 欧上流过的电流显然应该是0，否则它就会产生压降，和这条短路线就不满足 KVL 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现在是0，而这个地方当然也应该是0。好，那么在整个这个端口上，它仍然应该是满足 KCL 的，所以的话，现在这条支路上流过的电流就不再是2安了，而应该是4安。那么同样的，由于这个地方是0，这儿流出的是2安，这儿流入的是1安，所以这儿流出的就应该是负1安，而不再是1安了。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并联以后，对于原来参与并联的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来讲，现在它的端口条件不再成立了，流入的不等于流出的，
这儿也是流入的不等于流出的。而对于底下这个二端口网络来讲呢，同样如此，端口条件也不再成立。因此并联以后，实际上对于分别的这样一个网络来讲，它们都不再是二端口。那当然我们刚才得到的那样一个符合二端口和原来两个子二端口之间的关系，即等于 G1 撇加上 G2 撇的关系就不再成立了。同学们回去可以自己求一下得到的新的这个符合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是什么样子，再看看它和原来这两个子二端口的 G 参数是否满足这个关系。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那到底什么情况下二端口网络并联才不会破坏它的端口条件呢？我们给出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如果两个二端口网络都有一个公共端，也就是说是一个三端网络扩展出来的二端口网络，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的公共端并联在一起，就不会破坏它们的端口条件。比如这样两个二端口网络，大家可以看到它们各自都有一个公共端。现在我们把它的公共端连在一起，而另外一个端钮连在一起，这样一种并联连接方式，我们可以保证它的端口条件不被破坏。因为在并联前后，这样两条短路线连在一起，并不改变电路中原来的拓扑关系。我们把这样一种连接方式呢，称为正规连接。所以请大家在以后利用二端口网络的并联求符合二端口的 G 参数的时候，注意一下它的连接方式是否会对端口条件造成破坏。第三种连接方式我们称之为串联。这是第一个二端口网络，它的 R 参数即为 R1 撇。第二个二端口网络，它的 R 参数即为 R2 撇。现在我们把它们的输入、输出端口分别串联起来，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符合二端口网络。从这个连接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 I1 是等于 I1 一撇，也是等于 I1 两撇的。而 I2 呢，应该等于 I2 一撇，也等于 I2 两撇。而端口电压的关系 U1 U2 则应该分别等于 U1 一撇加上 U1 两撇，而 U2 也是等于 U2 一撇加上 U2 两撇。把这两个二端口网络的 R 参数关系带进来，并应用一下端口的电流关系，我们就会得到应该等于 R1 撇加上 R2 撇再乘以端口的电流。我们把新的符合二端口网络的 R 参数记成 R， 那么它就应该等于 R1 撇加上 R2 撇。这是采用串联方式连接的两个二端口网络的 R 参数应该满足的关系。这个同样也可以推广到 N 个二端口网络的串联。与并联连接方式类似，串联连接也可能导致二端口网络的端口条件被破坏。我们以这样两个二端口网络的串联为例，大家来看一下。这是参与串联的第一个二端口网络，这是参与串联的第二个二端口网络。那么在串联之前，它们各自通过两个端口与外电路相连，根据广义的 KCL 在这个端口上满足端口条件。但是串联以后，现在我在这两个端口上分别加上一个2安和1安的电流，那这一条支路上的电流就应该是2安，这儿流入的呢就应该是1安，这儿流出的当然也是2安，这儿流出的是1安。也就是说，对于形成的这个符合二端口来讲，它的端口条件是成立的。可是对于原来的两个子二端口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条支路上流出的电流是多少呢？
由于这儿是 EO 和 EO 的一个串联，而这儿呢也是一个 EO 和 EO 的串联，也就是说这两条支路上的电流是相同的，因此它们的电流应该就是2安加1安的一个分流，因此这儿就是 1.5 安，这儿也是 1.5 安。那当然下面这儿流入的就是 1.5 安，而这儿流入的也是 1.5 安。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对于原来的2个二端口来讲，它们的端口条件都不再成立，流入的不等于流出，这儿流入的也不等于这儿流出的，也就是说这个端口条件被破坏。那么对这样2个二端口网络的串联，同学们可以自己课下推导一下，新得到的符合二端口网络的 R 参数是不等于原来参与串联的2个二端口网络的 R 参数的和的。那什么情况下2个二端口网络的串联不会导致端口条件被破坏呢？与并联连接类似，如果有2个二端口网络，它们各自分别有一条公共端，现在我们把这2个公共端串联在一起，那么这种连接方式不会对它们的端口条件造成破坏。我们也把这种连接称之为串联的正规连接，具体的推导过程这儿我们就省略了。同学们好，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好多种分析简单电路的方法，也就是说它的等效变换等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用列方程的方法求解复杂电路的时候用的一些系统化的分析方法。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已经学过的知识。对于一个含有 n 个节点和 b 条支路的电路，对于每一条支路我们可以列出它的元件约数，一共有 b 个。而对于 n 个节点，我们可以得到 n 减一个独立的 KCL 方程和 b 减 n 加一个独立的 KVL 方程，这样总的方程个数就是2b 个。这里面含有2b 个变量，分别是每条支路的电压电流。对这2b 个方程进行求解，我们就可以把每条支路的电压电流给解出来。我们把这种方法呢称之为2b法。理论上来讲，用2b法我们可以求解所有的电路，但事实上我们在实际解电路或者说解实际问题的时候，很少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所用到的方程数目太多了，求解起来非常的繁琐。因此我们介绍了很多种等效变换的方法，可以将一个复杂的电路进行简化，比如电阻的串并联、平衡电桥、新三角变换，以及对于含有受控源的电路，我们用加压求流或者加流求压来求它的等效电阻等，这些都属于电阻的等效变换。而对于电源的等效变换，我们也介绍了实际电压源和实际电流源的等效变换。但是所有这些等效变换都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的电路结构而言的。如果说电路中不存在这些特定的电路结构，那当然这些等效变换方法就没有办法实施。或者说，如果对于一个复杂的电路进行求解，尤其是用计算机进行求解的时候，那么这些等效变换的方法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因此我们现在开始学习一些针对复杂电路进行求解的系统化的方法。利用这些方法，我们对于任意一个电路都可以按照某种规则直接列出一组方程，然后对这组方程进行求解，我们就可以把电路中每条支路的电压电流给求解出来。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支路电流法。所谓支路电流法，就是以支路电流为变量列写方程求解电路的方法。我们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电路为例来进行讲解。这个电路当中有3条支路，2个节点 A 和 B， 还有3个回路，我们可以画出来是这个样子。
外面还有一个大回路。我们以支路电流为变量来列写方程，那就是有3个支路电流 I1、I2、I3。好，我们首先对2个节点写一下 KCL 方程。对于 A 节点有 I1 加上 I2 减去 I3 等于0，而对于 B 节点我们则有负的 I1 减 I2 加上 I3 等于0。显然这2个方程当中只有一个是独立的。我们再对3个回路列写一下 KVL 方程。对于回路1，我们可以写一下 R1 乘以 I1 再减去 R2 乘以 I2， 等号右面应该是所有电源的电压升，就应该是负的 US2 加上 US1。再看一下回路2，在回路2当中，等号左边是所有电阻上面的电压降，那就是 R2I2 再加上 R3I3， 等号右面是所有电源的电压升，那就是正的 US2。再看最外面这个大回路，回路3，我们同样列写它的 KVL 方程，应该有 R1I1 加上 R3I3 应该等于 US1。看一下这3个方程，我们也会发现其中只有2个是独立的。事实上，你把方程1和2相加，就可以得到方程3。这个结论我们可以推广到一般的电路。对于一个含有 B 条支路和 N 个节点的电路，我们可以列出来的独立的 KCL 方程是 N 减1个，而独立的 KVL 方程呢是 B 减 N 加1个。KCL 方程的个数对应着独立节点的数目，而 KVL 方程的数目对应着独立回路的数目。总的方程个数呢就是 B 个，而我们是以支路电流为变量列写的方程，那 B 个方程解 B 个变量，当然可以求出来每条支路上的电流是多少，再根据元件约束就可以把每条支路的电压求出来，这样整个电路就求解出来了。在这儿呢，我们稍微讨论一下电路当中独立节点和独立回路的选取。对于独立节点来讲，它比较简单，我们对于电路中的 N 个节点，任取其中的一个为参考节点，那剩下来的 N 减1个节点就是独立的。而对于独立回路的选取呢，如果是平面电路，那比较简单，我们就可以选取它的网孔作为一组独立回路。比如刚才这个电路，这是一个平面电路，我们就可以选它的这样2个网孔作为一组独立回路。那如果是非平面电路，我们也只要记住每一个新回路当中至少含有一条新的支路，这样就可以选出一组独立回路了。当然这个规则对于平面电路也同样适用。好，我们把支路电流法的步骤总结一下。第一步，首先要确定每一个支路电流的参考方向。比如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我们首先要确定支路电流的方向是 I1、I2、I3。当然支路电流的方向是可以任意确定的。第二，我们要选择 N 减1个独立的节点列写 KCL 方程。比如在我们这儿选择 B 点为参考点的话，接下来就只需要对 A 这个节点列写 KCL 方程就可以了。第三，选择 B 减 N 加1个独立回路列写 KVL 方程。对于平面电路，只需要选择它的一组网孔作为独立回路列写 KVL 方程。第四步就是连列这些方程进行求解，得到 B 条支路上面的电流。那最后根据这些支路电流
和元件约束，就可以把 B 条支路的电压求解出来，这样整个电路就求解完毕。下面我们来学习节点电压法。我们前面介绍了支路电流法，也就是以支路电流为变量列写方程求解电路的方法。对于一个含有 B 条支路 n 减一个独立节点的电路而言，用支路电流法求解的时候，其中有 n 减一个 kcr 方程，有 b 减 n 加一个 kvl 方程，总的方程个数呢是 b 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个电路完整的求解出来。虽然这种方法相对于2B 法来讲，方程数目减少了一半，但是对于一个实际的电路而言，支路数、独立节点数和独立回路数3个数目当中，支路数仍然是最多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考虑能不能够继续的减少这个方程的数目。我们都知道，一个含有 n 减一个独立节点的电路，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方法把这 n 减一个独立节点的电压求出来的话，由于支路都是跨接在2个节点之间的，那么支路电压就可以求出来，再根据元件约束就可以把支路电流求出来。因此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到这样一组以独立节点的电压为变量列写的方程，对这一组方程进行求解，我们就可以把这 n 减一个独立节点电压求出来，进而求得各条支路上的电压和电流。那这种方法其实就是节点电压法。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节点电压法的方程个数是几个呢？因为我们要解出 n 减一个独立节点的电压，当然我们就应该需要 n 减一个方程。那这些方程的类型是什么呢？或者说方程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对于 n 减一个节点列写方程，那当然就应该是流入或者流出这些节点的电流源的总和等于0。也就是说，这些方程本质上是一组 kcl 方程。为什么我们在这儿不再需要列写 kvl 方程了呢？不像支路电流法当中，我们既需要 kcl 方程，又需要 kvl 方程。而节点电压法为什么只需要 kcl 方程呢？提醒大家一下，根据静电场当中电位的唯一性，我们可以证明，在用节点电压法列方程的时候， kvl 方程是自动满足的。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样一个电路，具体的介绍一下节点电压法的步骤。第一步，我们首先要选择一个参考节点，然后对剩下的 n 减一个独立节点的电压加以标注。比如在这个电路当中，我们不妨选择下面这个节点为参考节点，那剩下来2个独立节点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记为 UN1 和 UN2。那第二步就是要对这 n 减一个独立节点列写 kcl 方程。在这儿要强调的是，在节点电压法中列写 kcl 方程的时候，我们特别规定流出节点的电流为正，流入节点的电流为负。因此对于节点1来讲，我们有 I1 加上 I2 加上 I3 加上 I4， 应该等于等号右边就应该是所有流入节点的电流源的总和，那就应该等于 IS1 减去 IS2 加上 IS3。对于节点2，等号左边是所有流出节点的电阻上面的电流，那就应该是负的 I3 减去 I4 加上 I5。
等号右边是所有流入节点的电流源的总和，那就应该是负的 IS3。好，由于我们节点电压法是以节点电压为变量来列写方程进行求解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用节点电压表示出所有这些电阻上面的电流。根据元件约束，应该有 I1 等于 UN1 除以 R1，I2 就应该等于 UN1 除以 R2。同样，我们可以写出 I3、I4 和 I5 的表达式。把这些表达式带到 KCL 方程里面去，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两个方程。对这两个方程进行整理，把 UN1 和 UN2 的系数分别进行合并，最终我们得到这样一组方程。这个就是节点电压方程的标准形式，我们可以把它记成这样形式。UN1 的系数记成是 G11， 这个系数记为 G12， 这个系数记为 G21， 而这个系数记为 G22。等号右面分别记成 ISN1 和 ISN2。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系数分别有什么样的物理含义。首先看 G11，G11 是 R1/1 加上 R2/1 加上 R3/1 和 R4/1。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R1、R2、R3 和 R4 都接到节点1上，因此系数 G11 实际上是所有连接到节点1的电导的总和。对于 G22， 我们可以看到它等于 R3/1 加 R4/1 加 R5/1， 也是所有连接到节点2的电导的总和。我们把这个称之为节点1和节点2的自电导。再看 G12 和 G21，G12 是等于负的 R3/1 加 R4/1， 它在这个电路当中也等于 G21。R3 和 R4 是跨接在节点1和2之间的，因此 G12 和 G21 实际上就等于连接在节点1和2之间的所有电导的总和，并且前面要加一个负号，我们把它称之为节点1和节点2的互电导。而对于等号右面，我们看一下 IS1 减 IS2 加 IS3，IS1 是流入的， IS2 是流出的， IS3 也是流入节点1的，因此 ISN1 的话就是所有流入节点1的电流源的总和。而 ISN2 大家可以看到，由于现在 IS3 是流出节点2的，因此前面加一个负号，也是表示所有流入节点2的电流源的总和。这个结论可以推广到具有 n 个独立节点的这样一个电路。我们把它的节点电压方程的标准形式写出来，应该是这样一组方程。在这个方程当中，对角线的元素 G11、G22 一直到 GNN， 我们把它称之为自电导。自电导等于所有连接的节点 I 上面的电导的总和，它始终是一个正的值。对于这一句包括电压源和电阻串联之路中的电阻，我们稍后将在下一节中给大家详细解释。而对于非对角线元素 Gij 和 Gji， 我们把它称之为互电导，它是连接在节点 I 和节点 J 之间的所有电导的总和，并且前面一定要加一个负号，它始终是一个
负的数。对于一个电路当中，如果不含有受控元，那么方程左边的系数矩阵应该是对称的，也就是说 Gij 是等于 Gji 的。而等号右边则表示流入各个节点的电流源的总和。有了对节点电压法当中各个系数的物理含义的理解，那大家在今后列写方程的时候就没必要再从最开始的 KCL 方程一步一步推出来，我们可以根据它标准形式当中这些系数的物理含义，直接列写出标准形式的节点电压方程，这在复杂电路求解的时候显得尤其重要。前面我们在学习节点电压法的时候所用的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每一条支路上除了电阻就是独立电流源。那这种情况对于列写节点电压法实际上是最简单的，但是在实际电路当中，我们的支路情况会比这个复杂的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几种特殊支路的处理方法。首先，第一种特殊情况是含有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支路，也就是这条支路。那我们看看在列写节点电压法的时候，对这条支路应该如何处理。我们已经知道节点电压法本质上是一组 KCL 方程，因此我们可以就从最初的 KCL 方程写起。对于节点一列写 KCL 方程，这条支路上的电流就应该表示成 UN1 减掉 US1 再除以 R1， 而其他各条支路呢，和我们前面举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对于节点2上面的所有支路情况并没有变化，因此得到的方程和以前一样。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方程整理一下，把所有不含有 UN1 或者 UN2 的项都挪到等号的右边来，我们会发现现在在等号的右边多了一个 US1 除以 R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等效的电流源。我们把原来的这个电路中的这条电压源与电阻的串联支路做一下电源的等效变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得到右边的这样一个附加的等效电流源项是怎么出来的了。做等效变换，大家可以看到电阻依然是 R1， 而这儿会有一个等效的电流源，注意一下电流源的方向应该是向上，而电流源的值呢就应该是 US1 除以 R1。 那这么变换完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和我们最初的那个简单的电路不就完全一样了吗？电路中所有的支路要么是电阻，要么是电流源。好，这第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就讲到这里。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含有独立电压源的支路，比如是这样一个电路。我们都知道节点电压法本质上是一组 KCL 方程，也就是说我要想方设法用节点电压表示出每条支路上的电流。可是对于这样一条纯电压源支路，根据我们前面学过的理想电压源的特性，它上面流过的电流是由外电路决定的，不能够由支路本身的电压或者说这两个节点的电压差表示出来。因此我们在列写节点电压法的时候就需要采用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我们不妨假设流过这条支路的电流是 I。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列写节点电压方程。对节点一，首先是它的自电导，那就是 G1 加上 G2 乘以 U1， 而节点2的系数呢就应该是和节点1的互电导，那就应该是减去 G1 乘以 U2。 节点1和节点3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电阻支路相连，因此它们的互电导是0。那么等号右边应该是所有流入节点的电流源的总和。现在在这个电路当中并没有直接的电流源流入节点1，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你写等于0的话，那就错了。
因为所有左边的这些项目前只涉及到 G1 和 G2 两条支路，并没有涉及到 US 这条支路上的电流。那当然，如果你写成 KCL 这儿是0的话，那就是错的。因此我们不妨就把这个 I 看成是流出节点的电流，因此等号右边就应该是负的 I。 好，接下来对节点2列方程，当然就简单一些，因为在节点2上面连接的都是纯电阻支路，因此写出它的节点电压方程应该是这样的形式：和节点1的互电导是负的 G1， 它的自电导是 G1 加 G3 加 G4， 和节点3的互电导呢是负 G4， 那等号右边流入节点2的电流源的总和是0。而对于节点3，同样可以写出它和节点1的互电导现在没有电阻支路直接相连，所以说是0。而和节点2的互电导呢，在这里头可以看到是负的 G4 U2， 而节点3的自电导则应该是 G4 加上 G5 再乘以 U3。 那等号右边同样的流入节点3的电流源的总和，这个地方就应该写成是 I。 那写到这儿，电路当然不能够得到求解，因为现在3个方程有了4个未知数，除了 U1、U2、U3 以外，还多了一个新的变量 I。 因此我们还必须找出一个新的方程来，这样4个方程解4个未知数才能够求解。那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方程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条支路上 US 它的元件特性还没有用到，也就是说，现在不管你这个电路当中其他支路上的电压电流如何变化，节点1和节点3之间的电压差始终应该等于 US。 也就是说，我们要增加一个补充方程，补充的就是节点电压和电压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 U1 减 U3 等于 US。 这样4个方程解4个未知数，就可以把这个电路求解出来了。事实上，对于这个只含有一个独立电压源的电路，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更简单的处理办法。我们刚才在对这个电路列写节点电压方程的时候，是选取的这个节点做参考点。但是我们知道，列写节点电压方程的时候，它的参考节点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更合适的节点做参考点。比如说，我现在选择下面的这个节点做参考点，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节点1的电压我就可以立刻写出来，就应该是 U1 等于 US。 而接下来节点2和节点3的节点电压方程相对而言就比较容易了，因为现在接在节点2和节点3上面的支路都是纯电阻支路。但是要注意，这种办法只适用于含有一个独立电压源的电路。如果这个电路中含有2个甚至更多的独立电压源，那这种办法就体现不出它的优越性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节点2和节点3之间还有另外一条电压源支路，接了一个 US2。 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如果我仍然选这个节点作为参考点的话，我只能够确定节点1的电压，而对于节点2和节点3在列写 KCL 方程或者说节点电压方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对于 US2 这条支路上的电流，我仍然没有办法用节点电压表示出来，所以还得采取我们刚才在前面所讲的那种办法，要增设变量，也就是设这条支路上流过的电流是 I， 然后到最后再增加一个方程，也就是节点2和节点3的电压与这个独立电压源的关系。好，这是第2种特殊情况，也就是电路中含有纯电压源支路应该如何处理。那么第3种情况就是电路中含有受控源。比如对这样一个电路，
电路中还有一个压控电流源，那我们应该怎么列写它的节点电压方程呢？那第一步，我们先把受控源看成是独立源，我先不用管它，这是一个压控电流源，我先当成独立电流源对待。那列写这个电路的方程，同样是先选择参考点，然后标注剩下来的一组独立节点的电压。因此，对这个电路列方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UN1 的自电导应该是 R1/1 加上 R2/1 UN1， 它和节点2的互电导就应该是 R2/1 UN2。那等号右边应该是所有流入节点1的电流源的总和，就应该是 IS1。而对于节点2呢，它和节点1的互电导也是负的 R2/1 UN1， 而它的自电导则是 R2/1 加上 R3/1 再乘以 UN2。现在等号右边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受控源当成独立源看待，所以流入节点2的所有电流源的总和应该是 GU。但是写到这里呢，方程并没有完全结束，因为现在两个方程有了3个未知数，除了 UN1、UN2 以外，还多了一个控制量 U。所以接下来我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方程，这样才能够进行求解。由于我们节点电压法是以节点电压为变量来列写方程的方法，所以电路中所有新出现的不是节点电压的那些变量，我都必须把它用节点电压表示出来。因此我们要寻找的新的方程实际上就是用节点电压表示的这个控制量 U。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控制量 U 在这儿，用节点电压表示出来，当然就应该是 U 等于 UN1 减 UN2。好了，3个方程，3个未知数，我的方程就求解出来了。那么在这里请同学们自己思考一下，如果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受控电流源，而是一个受控电压源，我们该如何处理呢？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2种分析复杂电路的系统化的方法，分别是支路电流法和节点电压法。对于支路电流法，我们需要列 B 个方程，分别是 B 减 n 加一个 KVL 方程和 n 减一个 KCL 方程。这个相对于2B 法来讲，已经将方程数目降低了一半。而节点电压法呢，我们只需要 n 减一个 KCL 方程就可以，因为在节点电压法当中 KVL 方程是自动满足的。这样的话，方程数目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降低。那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有没有这样一种方法，我们只需要列 B 减 n 加一个 KVL 方程呢？我们不再需要列 KCL 方程。那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回路电流法。大家可以看到，在回路电流法当中，方程的数目 B 减 n 加1实际上就等于这个电路中独立回路的数目。所谓回路电流法，就是以回路电流为变量列写方程求解电路的方法。比如对这样一个电路，我们知道它有2个独立回路，我们可以就选这2个网孔作为一组独立回路。那在这儿特别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回路电流在实际电路中是不存在的，它是我们为了求解电路假想出来的这样一个量。它和节点电压不同，节点电压是电路中实实在在存在的，我们可以用电压表把它测量出来。而回路电流，电路中并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能测量的只有节点电压、支路电压和支路电流。但是假想出这样一个物理量以后呢，我们就可以
把电路中的支路电流用回路电流的线性组合来加以描述。好，选定了回路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假设这样两个回路的回路电流分别是 IL1 和 IL2。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沿着回路绕行方向列写 KVL 方程。为了简单起见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回路方向是电压降的方向。那对这两个回路列写 KVL 方程，也就是 σu 等于0。当然我们也可以写成另外一种形式，方程的左边是所有回路中电阻上的电压降，而方程的右边呢，则是回路中所有电压源的电压升。那有了这 B 减 N 加一个方程，我们就可以把 B 减 N 加一个回路电流求出来。最关键的是，有了回路电流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它们的线性组合表示出电路中实际的支路电流。譬如在这个电路当中，我们求解出这两个回路电流 IL1 和 IL2 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对于支路1上面只有一个回路电流 IL1 流过，因此它的支路电流 I1 就等于 IL1。而对于支路2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样两个回路电流都流过这条支路。根据现在设定的参考方向，应该有 I2 是等于 IL2 减去 IL1， 而支路3上面同样只有一个回路电流流过，所以 I3 就等于 IL2。在这里同样请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回路电流法当中 KCL 方程不再需要呢？提醒大家一下，可以根据电流的连续性来加以证明。回路电流顾名思义就是在回路中流过的这样一个电流，那当它流入一个节点的时候，一定会从另外一条支路上流出这个节点，因此呢 KCL 方程是自动满足的。好，下面我们就以这个电路为例，把回路电流法具体的步骤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选定了这样两个回路电流，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沿着回路的绕行方向列写 KVL 方程。对于回路1，我们可以写出来应该是 R1 IL1， 而 R2 上面的压降呢，则应该是 R2 乘以 IL1 减去 IL2， 然后等号右边是所有电压源上面的电压升，那就应该是 US1 减掉 US2。 对于回路2，我们同样可以写出来，沿着回路的绕行方向，电阻上面的电压降 R2 乘以 IL2 减去 IL1， 而 R3 上面的压降呢，则应该是 R3 乘以 IL2， 等号右边是沿着回路绕行方向所有电源上面的电压升，那就是 US2。注意一下，我们要始终以回路电流为变量来列写方程，这三个支路电流是不应该出现在回路电流的方程里的。好了，我们把这个方程整理一下，把 IL1 和 IL2 的系数合并一下，就得到了这样一种形式。那这个形式实际上就是回路电流方程的标准形式，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这个系数就是 R11， 这个系数呢就是 R22， 而相应的这个就是 R12， 这是 R21。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每一个系数都有什么样的物理含义。对于 R11 和 R22， 我们来看一下， R11 是 R1 加 R2，
就是回路1当中所有电阻的总和，而 R2 加 R3 呢，则是回路2中间所有电阻的总和。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回路1或者回路2的自电阻，它就是回路中所有电阻的总和。而 R12 呢，大家可以看到是 R2， 而且是负的。R2 既在回路1中，也在回路2中，或者说回路电流 IL1 和回路电流 IL2 都流过这条电阻之路，并且这样两个电流流过 R2 的方向是相反的。因此我们把 R2 称之为回路1和回路2的互电阻。由于这两个回路电流流过互电阻的方向是相反的，因此互电阻的前面要取一个负号，而等号的右边呢，则是沿着回路方向所有电压源上的电压升。这个结论是可以推广到具有 L 个独立回路的电路中的。我们把它写成标准形式，就应该是这样。其中对角线上的元素 RKK， 也就是 R1、R2 一直到 RLL， 这些我们称之为回路 K 的自电阻，它始终是一个正值，它就是回路 K 中所有电阻的总和。而非对角线元素 RJK 我们则称之为回路 J 和回路 K 的互电阻。与节点电压法当中互电导始终是一个负的值不同，互电阻的取值有这样几种可能。如果回路电流流过互电阻的时候，它的方向是一样的，那我们的互电阻就取正的。而如果回路电流流过互电阻的方向是相反的，那互电阻就取负的。当然，如果两个回路没有公共的电阻，那它的互电阻就应该是0。与节点电压法类似，当电路中不含有受控源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标准形式的回路电流方程的系数矩阵也应该是对称的，也就是 RJK 等于 RKJ。等号的右边则是回路 K 当中沿着回路绕行方向所有电压源的电压升。那搞清楚了所有这些系数的物理含义以后呢，就没必要从最初的 KVL 方程写起，而是可以直接列出标准形式的回路电流方程。这在分析复杂电路列大型方程的时候显得非常的有用。对于平面电路与回路电流法类似，还有一种叫做网孔电流法。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平面电路，我们可以选择它的网孔作为一组独立回路，那相应的回路电流就变成了网孔电流，那相应的分析方法就叫做网孔电流法。在用回路电流法分析电路的时候，同样有几种特殊情况需要大家加以注意。第一种就是电路当中含有独立电流源之路。比如对这样一个电路，我们要求大家用回路电流法来进行分析。那第一步当然是选回路电流。对于这样一个平面电路，我们不妨就取它的网孔作为一组独立回路。这是回路1，这是回路2，这是回路3。我们知道回路电流法本质上是一组 KVL 方程，也就是说我们要沿着回路的绕行方向，用回路电流把回路中所有元件上的电压表示出来。但是根据独立电流源的性质，它两端的电压是由外电路决定的，是无法用流过它自身的电流表示出来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独立电流源两端的电压我们没有办法用回路电流表示出来，那这样列出来的 KVL 方程就肯定会遇到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回想一下我们在前面讲节点电压法的时候，
对于独立电压源，我们是采用了增设变量的方法，也就是说，假设流过其上的电流是某一个值，那这儿我们不妨也采用一个类似的方法，我们增设一个变量，就是假设这个独立电流源两端的电压是 U， 这样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列写回路方程了。好，我们首先列回路一的方程，方程的左边是所有电阻上的电压项，它的自电阻是 R1 加上 R2 再乘以 I1， 它和回路2的互电阻是 R2， 并且由于现在这两个回路电流流过 R2 的方向是相反的，因此互电阻呢是负的 R2 再乘以 I2。 它和回路3没有公共的电阻之路，所以它的互电阻是0。那等号右边就应该是沿着回路方向所有电源上的电压升。那现在我们看到已知的两个电压源是 US1 加上 US2， 但是别忘了，现在我们写出来的这个方程所有各项都没有涉及到这个独立电流源两端的压降，因此现在我们不妨把这个独立电流源用一个电压源替代一下，它的电压呢就应该是这个 U， 那现在沿着这个绕行方向显然就应该是减去 U， 这样才正确。对于第二个回路就比较简单一些，它和回路1的自电阻也是负的 R2 乘以 I1， 它的自电阻呢就应该是 R2 加上 R4 加上 R5 乘以 I2， 和回路3的互电阻应该是 R4， 并且由于流过它的两个回路电流是方向相反的，因此应该是负的 R4 乘以 I3。 那么沿着回路方向所有电压源上的电压升是负的 US2。 对于回路3，同样和回路1的互电阻是0，和回路2的互电阻呢是负的 R4 乘以 I2， 它的自电阻是 R3 加上 R4 乘以 I3。那等号右边就应该是沿着回路方向所有电源上的电压升，现在这个独立电流源两端的电压 U， 那我们就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压源，它的电压升是 U。 那好，现在三个方程也出现了4个未知数，除了3个回路电流，还出现了一个增设的变量 U， 也就是独立电流源两端的电压。所以接下来我们还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方程。那这个新的方程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独立电流源的元件特性还没有用到，也就是说这条支路上面的电流始终是应该等于 IS 的，而现在这条支路上面的电流我们用回路电流可以怎么表示出来呢？应该是 IS 等于I1 减去 I3，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4个方程解4个未知数，当然就可以把这个电路求解出来了。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呢？譬如说在我们的节点电压法里面，如果只含有一个独立电压源的时候，我们可以巧妙的选择参考节点来减少方程的个数。那在我们的回路电流法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更巧妙的办法呢？当然有，因为独立回路是可以任意选取的，它的个数是一定的。对于这样一个平面电路，我们刚才是选它的网孔作为一组独立回路，但是这样就导致流过这个电流源的回路电流有2个。如果我能够比较巧妙的选择这样一组独立回路，使得流过这个电流源的回路电流只有1个，那么这个回路电流不就可以立刻写出来了吗？
比如说，对于这样一个平面电路，我现在选择这样一组独立回路，这是回路1，这是回路2。但第3个回路呢，我不再经过这个独立电流源，而是走外面的大回路，这是3。好，大家看，现在流过这个独立电流源的回路电流就只有一个，就是 I1。那根据回路电流和支路电流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这个 I1 不就可以立刻写出来了吗？它就应该等于 IS。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这一下子我有一个未知量就立刻解出来了。那对于回路2和回路3，由于它们不再经过这个独立电流源，所以方程的列写相对而言也就比较简单了。但是现在大家要注意啊，因为和刚才的独立回路的选取不一样，所以现在每一个回路的自电阻和互电阻和刚才都不完全一样了。好，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只需要解2个方程，关于 I2 和 I3 的方程。这显然比刚才增设变量的方法要简单一些，而且这种合适的选择独立回路的方法不仅适用于只含有一个独立源的电路，也可以适用于含有多个独立电流源的电路。因为只要你的独立回路选得合理，你就可以使得流过那个独立电流源的回路电流只有一个。第2种特殊情况呢，就是含有受控源的情况。与节点低压法类似，对于含有受控源的情况呢，我们仍然是分成2步。第一步，我们把受控源当成独立源来处理。比如对这样一个电路，我们仍然选它的网孔作为一组独立回路。那么接下来列写它的回路电流方程应该是，对于回路 A，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自电阻应该是1加3 IA， 而和回路 B 的互电阻呢，应该是3，并且应该去复制。因为现在2个回路电流流过3欧姆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是减去3倍的 IB。回路 A 和 C 没有公共支路，因此互电阻是0。等号右边是沿着回路方向的电压升，应该是2。再看回路 B， 它和回路1的互电阻也是-3，所以是-3 IA。加上它的自电阻应该是3加2加1，所以应该是6乘以 IB。和回路 C 的互电阻呢，现在应该是1欧，并且也应该是取复制，所以是减 IC。那么等号右边是沿着回路方向所有电压源的电压升。现在我们把这个受控电压源先暂时等同于独立电压源来看待，并且注意一下参考方向，因此应该是-3倍的 U2。再看回路 C， 它和回路 B 的互电阻应该是-1，所以是负的 IB。然后自电阻应该是1加2乘以 IC。等号右边是沿着回路方向的电压源的电压升，那这个地方应该是3倍的 U2。好了，现在3个方程里面出现了4个未知数，除了3个回路电流以外，还出现了一个控制量 U2。那么同样的，我们需要增加一个新的方程。那现在由于我是以回路电流为变量来列写方程，所以我要找的就应该是这个控制量与回路电流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 U2 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3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降。写出它和回路电流之间的关系呢，就应该是 U2 等于3倍的，注意参考方向应该是 IB 减去 IA。我们把这个记作方程2，把方程2带到方程1里面去整理一下，就可以得到这个方程。现在大家注意一下
由于这个受控源的存在，最终我们得到的这个回路方程的系数矩阵不再是对称的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不含有受控源的情况下，回路方程的系数矩阵是对称的。现在含有受控源，大家可以看到，一般来讲不再对称。那么对这个方程求解，可以很快的把3个回路电流求出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得到每一条支路上的电流，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回路电流在电路中是不存在的，这是我们为了求解电路而假想出来的一个量。那最终的支路电流呢，我们可以用这些回路电流的线性组合来表示。比如在这个电路当中 ，I1 就应该等于 IA， 而 I2 呢应该等于 IA 减 IB。I3 注意一下，现在只有 IB 流过它，所以就等于 IB， 而 I4 是等于 IB 减 IC，I5 则等于 IC。这样我们就把整个电路给求解出来了。最后我们把3种方法做一个对比，也就是支路电流法、回路电流法和节点电压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各自需要的方程个数。现在我们都以含有 n 个节点和 b 条支路这样一个电路来讨论。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支路电流法需要 n 减1个 kcl 方程和 b 减 n 加1个 kvl 方程，方程的总数就是 b， 也就等于它的支路数。而对于节点电压法，我们前面说过，在节点电压法当中 kvl 方程是自动满足的，所以我们不需要 kvl 方程，只需要 n 减1个 kcl 方程，因此它的方程的总个数就是 n 减1。而回路电流法是自动满足 kcl 方程的，因此我们无需列写 kcl 方程，只需要 b 减 n 加1个 kvl 方程，它的方程的总个数就是 b 减 n 加1。对每一种方程所需要的个数心中有数以后呢，我们在以后分析复杂电路的时候就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尽量的减少方程个数，使得我们的求解更加简便。第二，对于一个非平面电路来讲，我们选择独立节点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任意选定一个参考点以外，剩下的 n 减1个节点就是一组独立节点。但是呢，选择一组独立回路就显得比较困难一些，因此对于非平面电路，我们通常用节点电压法来进行求解。那无论是节点电压法还是回路电流法，实际上现在在我们的计算机仿真软件当中都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大家好，咱们又见面了。在这一周的课程里，我们将给大家介绍线性电阻电路的2个非常重要的定理：叠加定理和戴维南定理。这2个定理不仅仅是求解电路的有效工具，了解了它们以后，会让你对电路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让我们开始吧。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线性系统。在讨论系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标出这个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下面我们以图示的这个单输入、单输出系统为例来讨论。如果这个系统是线性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单输入、单输出系统来讲，我们一定能够写成 y 等于 ax 的形式，其中这个 a 是一个由系统确定的系数。那么线性系统有2个性质，第一个性质是如果说 x 变成 kx 的话，那么 y 也就变成 ky。那么对于线性系统来讲，这个是肯定成立的。另外一个性质呢，是如果 x 变成 x1 加上 x2 的话，那么 y 呢也就变成了 y1 加上 y2。这个 y1 呢就是由 x1 得到的输出，这个 y2 呢就是由 x2 得到的输出。这2个性质
分别叫做线性系统的齐次性和可加性。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单输入单输出的系统。那么现在来看，如果说这个系统是双输入单输出，那根据线性系统的性质，也就是这个输出要写成输入的线性组合，那就是 y 等于 a 乘以 x1 加上 b 乘以 x2。这里面的 a 和 b 就是由这个线性系统来决定的两个系数。那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对于这个线性系统，如果要想把它落实在一个线性电路里面的话，那么它们的输入、系统和输出都是什么呢？首先，输入可能有各种独立源，比如说独立电压源，比如说独立电流源。其次，系统中的构成可能是各种线性的电阻、线性的受控源等等。第三，系统的输出可能是任何一个支路的电压或者电流。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任何一个支路，而不是表示是一个电阻。那么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如果说一个双输入单输出的线性系统可以表示成这样的形式的话，那是不是把这个系统可以进一步的表示成 y 一撇等于 ax1 y 两撇等于 bx2， 从而使得 y 是等于 y 一撇加上 y 两撇的呢？当然这是成立的，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 y 一撇等于 ax1 是对于这个系统来讲 x2 等于0， y 两撇等于 bx2 是对于这个系统来讲 x1 等于0。这就提示我们，由于 x1 和 x2 都分别是独立源，那么如果我们在求解电路任何一个支路量的时候，就可以尝试着把一个独立源单独作用，其他独立源至0，得到某一个支路量的分量，得到另一种情况下的分量，把这两种分量相加，就得到原来的那个支路量。这就是构成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叠加定理。那么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观点，现在以这个电路为例，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求解。在上一周的课程里，我们介绍了电路求解的两种规范性的方法，也就是节点电压法和回路电流法。我们现在以节点法为例来求解它。假设这是参考节点，那么于是这个电路就有唯一的一个未知的节点电压，也就是说，只要知道了这个节点电压，我们这个电路的任意支路量就可以由 U 求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在一块来共同写这个节点电压的方程。自电导是 R1 分之一加上 R2 分之一加上 R3 分之一乘以 U， 右侧是什么呢？是 US1 比上 R1 加上 US2 比上 R2。 我们把它这个流控电压源先当成一个电源来看，加上 R 乘以 I1 比上 R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节点电压来表示这个 I1。 那这个 I1 就在这儿，那是什么呢？是 US1 减 U 比上 R1， US1 减 U 比上 R1， 把它带到这里面来。于是我们再整理一下，就可以发现 R1 分之一加上 R2 分之一加上 R3 分之一，再加上 R 比上 R1 R3 乘以 U， 就等于 R1 分之一加上 R 比上 R1 R3 乘以 US1 加上 US2 比上 R2。 那么我们求解这样一个关于 U 的线性代数方程，
就可以知道原来这个电路所有的支路量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方程就是我们前一页讨论的 y 等于 ax1 加上 bx2， 这里的 y 是这个， x1 是这个， x2 是这个， a 的系数 b 的系数由这些来确定。好吧，沿着我们上一讲的思想，那么应该有 y 一撇等于 ax1， y 两撇等于 bx2， 从而使得 y 等于 y 一撇加上 y 两撇。那把这些数学上的陈述用电路来怎样表示呢？好，我们现在来看这样一个电路，这个电路是使得 x1 等于0， x2 保持原来的值，我们同样的设它是参考点，设这儿叫 u 一撇。我们还用节点法来求 r1 分之一加上 r2 分之一加上 r3 分之一乘以 u 一撇是等于 us2 比上 r2 加上 ri1 比上 r3 的。那么在这里 i1 是等于什么呢？是等于负 u 一撇比上 r1 的。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整理一下，知道 r1 分之一加上 r2 分之一加上 r3 分之一再加上 r 比上 r1、r3 乘以 u 一撇是等于 us2 比上 r2 的。你看，这很好，这个方程就意味着 bx2。我们接下来来看另一件事儿，这里 us1 单独作用 ，us2 至0，同样的把它设为参考点，这个叫 u 两撇。还写节点方程 ，r1 分之一加上 r2 分之一加上 r3 分之一乘以 u 两撇等于 us1 比上 r1 再加上 ri1 比上 r3。这里的 i1 是什么呢？是 us1 减去 u 两撇比上 r1。那么再整理一下，得到 r1 分之一加上 r2 分之一加上 r3 分之一再加上 r 比上 r1、r3 乘以 u 两撇是等于 r1 分之一加上 r 比 r1 加上 r3 乘以 us1 的。看到了吗？这个方程就相当于前面的 y 一撇等于 ax1。于是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刚才这个电路，初始电路所得到的解 u， 它自然的可以写成这个电路所得到的解 u1 和这个电路所得到的解 u2 之和，也就是 u 是等于 u 一撇加上 u 两撇的。当然了，这个电路很简单，我们没有必要杀鸡用牛刀。但是随着以后的学习，大家就可以发现，把一个电源单独作用，其他电源至0，这样可能会带来电路分析的便捷。好，我们现在来正式的介绍一下叠加定理。叠加定理是指的，在线性电路里面，任何一个支路量都是其他那些每一个独立元单独作用时效果叠加的子支路量的代数和。那么这一点虽然用文字描述比较费劲，但是通过此前那个例子，大家已经知道该怎么用了。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叠加效果，或者说单独作用的效果，是指的一个独立元起作用，其他的不起作用。那么具体来说，什么叫独立元不起作用呢？对于电压元来讲，不起作用就是使其值至0。我们在此前讲过，零值电压元等效为零值电阻，等效为短路。不起作用的独立电流元
就是零值电流源，等效为无穷值电阻，等效为开路。好了，讨论完了叠加定理的陈述以后，我们来做几个例题。这几个例题并不是来强调叠加定理在解题中有多么的方便，而是来告诉你如何使用叠加定理。比如说，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题来讲，我们用叠加定理似乎有点杀鸡用牛刀了。那么当然，我可以设这是参考点啊，在这儿用节点法是1/6加上1/4乘以 u 等于10/6减4，一下子 u 就可以求出来了。但是我们需要练习一下。那么对于这个题，如果说电压源单独作用，电流源不作用，对应的电路就是这样的。对于这个题来讲 ，U 一撇就是6欧和4欧的分压是4伏，很显然。那么我们画另一个子电路，电流源单独作用，电压源不作用。这就是6欧和4欧的分流。根据两电阻并联分流公式，我们知道这个电流是4乘以 0.6 等于 2.4 安的。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个 U 两撇是等于-4乘以 2.4 等于-9.6伏的。于是我们就知道整个的 U 是等于4减 9.6 等于-5.6伏的。好，这是我们做的第一题。接下来我们用叠加法来做第二题。这个题里面有类似于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题，有了一个流控的电压源。对于叠加法来讲，我们先画电压源单独作用，电流源不作用的子电路。这个电路是这样的，那很显然，根据前一个题，这里是4伏，但是这个时候的 U 一撇并不仅仅是4伏，因为这还有一个流控电压源，我们需要算出这个电流，这很简单，它是1安，所以它是10伏，所以 U 一撇等于-10加上4等于-6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画电流源单独作用，电压源不作用的时候，子电路是这样的。对于它来讲，很显然，这个 I1是什么呢？流控电压源的存在，对于整个这个电路往右看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讲过，任何元件和电流源串联，对于外电路来讲，等效为电流源。所以从这儿往右看，这就是一个4安的电流源。于是对于6欧和4欧来讲，就是6欧、4欧再分4安。那么这个电流就是-0.4乘以4等于-1.6安。那么于是这个电压就是-16伏。那么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U 两撇是等于负的-16伏，再减去6乘以-1.6。那么这个负号是因为这个符号，这个-16是因为这个-16，这个减是因为我们这里标记的是这儿正这儿负的一个电压，这个-1.6是因为这个-1.6，所以这算出来是正的25.6伏。于是把这两个值加在一块儿，我们就知道了 U 是等于25.6减6等于19.6伏的。大家不妨在这里设个参考节点
在这里设一个 U1， 用节点电压法来求出 U1， 然后求出 U 的方法来做一些演算。好，我们现在来看第3个例题。大家可能会奇怪，刚才我们举的例子不都是有多个独立源作用，从而使得它们叠加吗？这里面只有一个电压源，有什么可叠加的呢？我们这里用的是线性系统的一个性质，叫做齐次性。大家看，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带球的电流值是1安的话，那么很显然这是2伏。由于它是2伏，很显然这是2安。在这个节点上用一个 KCL 知道这是3安，因此这是3伏。在这儿用一个 KVL 知道这是5伏，知道这是5安。在这儿用一个 KCL 知道这是8安，知道这是8伏，知道这是13伏，知道这是13安。KCL 知道这是21安，知道这是34伏。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如果说这里的激励源是34伏的话，将得到1安的电流。那么现在激励源是51伏的话，将得到怎样的电流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51比上 I 一定等于34比上1，你就能够推得出来，这个 I 是等于 1.5 安的。看吧，如果说你不这么来做，那么我们把所有的都擦去。你采用串并联，你就会发现很麻烦。1跟2并是2/3，再跟1串是5/3， 5/3和1并是什么？再和1串是什么？再和1并是什么？这就很麻烦。你好不容易知道了从这儿往右看是什么，你还需要在这儿做一个分流，在这儿再做一个分流，在这儿再做一个分流，才能知道电流 I。这个就太麻烦了。所以巧妙的利用齐次性，可以非常高效的求解电路。在结束本讲之前，我们还需要有2个注释。第一个注释，我们用叠加定理是只能用来求支路量，也就是支路的电压和电流，而不能用来求支路的功率的。支路的功率不是支路量。我们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对于这个例子来讲，我们需要求解 R 等于1欧上所吸收的功率。我们用节点法来做，这是参考点，这个自然就是 U 了。那么于是就是1/1加上1/1乘以 U 等于 US 减 IS。很显然 U 是等于 0.5 US 减 0.5 IS 的。那么由于是1欧了，所以 I 呢是等于 0.5 US 减 0.5 IS 的。那么它所吸收的功率，由于是关联参考方向，所以 P 吸收是等于 0.5 US 的平方加上 0.5 IS 的平方，再减去 0.5 US 乘以 IS 的。大家观察这个元件所吸收的功率，它并不是 US 和 IS 的线性组合，它出现了这样一个非线性项，所以它很自然的就不等于 P 是 US 等于0加上 P 吸收 IS 等于0。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叠加定理不适用于功率。我们第2个注释就是受控源是不参加叠加的。这一点早在本讲的一开始我们就举例子说明了，在这里举另外一个反例来说明。对于这样一个题来讲，是一个3个元件的串联，我们要求电压 U。那么这个题是比较简单的啊，用一个 KVL 就能够知道了。US
是等于 U 加 0.5U 的，所以呢 U 是等于 0.667US 的。如果我们想要让它来参与叠加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要求解这样一个电路，很显然这个 U 一撇是等于 US 的。另外一个子电路是这样的，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呢，有 U 两撇加上 0.5U 两撇等于0，所以 U 两撇是等于0的。你发现了吗？ U 一撇加 U 两撇是不等于 U 的，所以对于叠加定理来讲，我们只把受控元当成是一个能量或者信号处理的电路，也就是说它是那个线性系统中的一个元件，而不是一个激励，因此线性受控元是不参加叠加的。好，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电路原理里最重要的一讲内容——戴维南和诺顿定理。在讲授定理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回顾。在图上这样一个一端口网络里面，可能包含的有独立元、受控元、线性电阻以及它们各种复杂的连接。我们从端口 UI 关联参考方向往里看进去，它能表现出怎样的形式呢？我们此前学过几种特殊的情况，大家看，这是什么？电流始终为0，电压可以为任意值，于是它是开路，或者说是无穷值电阻，或者说是零值电流源。那这个呢？电压始终为0，电流可以是任意值，因此它是短路，或者是零值电压源，或者是零值电阻。过原点的一条直线，它是一个线性电阻。那么过24象限过原点的一条直线，它也是一个电阻，但是是一个负值。那么除此之外，这样的一条线，它是一个电压源。当然类似的，这样一条线也是一个电压源。这样的一条线，它是一个电流源。这样的一条线，它是另一个电流源。难道这就齐了吗？不，大家发现了吗？我们画出的所有线都是在 UI 平面上的特殊线，它们要么就是与横轴平行，要么就是与纵轴平行，要么就是过原点的直线。那么在 UI 平面上的一般线是这样的线、这样的线、这样的线和这样的线，这些线才能够从一般意义上来表征这样一个包含独立元、线性元件的复杂网络的一般性情况。那么它可能是什么样子呢？在我们讲授接下来的戴维南和诺顿定理之前，请你先思考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戴维南定理。戴维南定理说的是这样一件事儿：如果有一个一端口的网络，它里面呢可能包括独立元、线性的电阻、线性的受控元以及它们的各种复杂的组合，那么它一定能够被等效成为一个串联的连接。这个串联的连接是什么呢？分别是一个独立电压源，这个独立电压源就是这个一端口网络的开路电压，和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阻值就是这个网络所有独立元都至0以后的入端电阻。
那么用电路的语言来表示，就是这样一个任意复杂的一端口网络，就可以表示成为这样一个等效的电路。那我们现在来证明一下。我们在此前讲过很多的等效，我们说过两个电路等效就是意味着描绘这两个电路的方程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我们想要证明左边这个电路和右边这个电路等效，那好吧，我们先写出右边这个电路的端口电压电流方程。对于这个电路来讲，肯定是用一个 KVL， 于是 U 是等于负的 Ri 乘以 I 再加上 UOC 的。我们想要证明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它也能写成这样的形式。由于端口的电压上正下负是 U， 流出是 I， 那么于是呢，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端口上就接一个电流源，这个电流源的值就是 I。 我现在要求电流源上的电压是多少。那我们上一讲讲了叠加定理，我们现在就用叠加定理来求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用叠加定理呢？我们分成两步。第一步是里面的所有独立源单独作用，外面这个电流源不作用，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另外一部分呢是外面这个电流源作用，里面那个所有的独立源不作用，我们管它叫 P， 这个 P 可能是包括所有受控源和电阻的。求这个时候的 U 两撇。好，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子电路。对于它来讲 U 一撇是什么呢？可不就是原来这个电路的开路电压吗？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子电路。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可不就是原来那个电路里所有独立源都置零以后，我们现在在用加流求压法来求它的入端电阻吗？那这个 U 两撇不就等于负的 Ri 乘以 I 吗？当然这个负号是因为对于这个端口来讲 U 和 I 是非关联的，因为电流从这儿流进去，电压是上正下负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用叠加定理把二者结合，于是就得到 U 是等于 UOC 减去 Ri 乘以 I 的。你发现了吗？这个表达式和这个表达式是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的。于是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电路是等效为这个电路的。我们在这里加的是任意值的电流源，也就是说对于任意一个值来讲，这都是成立的。所以这个等效是对于任意值来讲都是成立的。那么我现在来布置一个思考题。如果说在刚才的证明过程中，我们加的不是电流源，我们加了一个电压源，其值是 U， 我们来求这个电流的值，那这个证明过程会是怎么样的呢？你将得到一个怎么样的表达式呢？大家请想一想。那么你思考的这个结果必然就是我们即将讲授的另一个定理，叫做诺顿定理。那么诺顿定理就是说，内部包含独立源、线性电阻和线性受控源的一端口网络是可以等效成为一个电流源和一个电导的并联的形式。那么这个电流源的值叫 ISC， 是指的这个端口短路的时候流过的电流。这个电导的值叫 GI， 是指的从这个端口往里看的等效电导。当然了，这个诺顿电路和原电路是等效关系，戴维南电路和原电路也是等效关系。很显然，戴维南电路和诺顿电路也有等效关系。从我们此前讲授的实际电压源和实际电流源的等效关系，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 UOC 是等于 ISC 乘以 Ri， GI 是等于
Ri 分之一的。所以你发现了吗？由于有了实际电压源和实际电流源的等效关系，我们就可以不用记忆诺顿定理了。只要有戴维南定理，诺顿定理就自然成立了。除此之外，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的对比，还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求解入端等效电阻的方法。大家请看，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如果我们把 AB 端短路，那么求出来这个短路电流是什么呢？ ISC 是等于 UOC 比上 Ri 的。当然在这儿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等效的，所以这是 ISC。所以把它们相结合，你能得到什么呢？如果我要想求 Ri 的话，我可以先求 UOC， 再求 ISC， 把它们进行比值，就得到了 Ri。所以你也可以加压求流，你也可以加流求压，你也可以求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并求它们的比值。好，接下来我们用2道题来说明戴维南定理的应用。大家请看这道题。这道题说 Rx 分别等于 1.2 欧和 5.2 欧的时候，我们要求这个电流 I。这个题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可以 KCL、KVL 设很多的支路量，列写一大堆方程。你可以用节点法，加比，我们设这儿为参考节点。这个是已知的，那么你写 UA、UB 的2元线性代数方程组。你可以用回路电流法，1个、2个、3个，3个回路电流，你列写出3元次线性代数方程组，这都可以做到。但是比较麻烦的是，我们现在这个 Rx 是 1.2 欧和 5.2 欧2个取值，那也意味着你节点法的2元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系数矩阵是变化的，也意味着你回路法的3元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系数矩阵是变化的。于是你就要进行繁琐的代数运算。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如果说你能够想到用戴维南定理来求解的话，这个问题就将怎样得到简化。那怎么样用戴维南定理呢？我们不妨从这端往外看，求 A 和 B 往外看的戴维南等效电路，也就是说把它拉出来来看。那整个这个电路就要变成了先求开路电压，再求入端电阻。好，我们把图画完了。很显然，这个电压是4伏，这个电压是6伏，所以 UOC 我们在这儿做一个 KVL 就等于6减4等于2伏。那接下来我们来求入端电阻。求入端电阻，不要忘了所有端口内的独立源要至0。于是对于理想独立电压源来讲，至0就是用短路来替代它。从 AB 往里看，这是什么呢？是4并6再串上4并6，你看出来了吗？等于 4.8 欧。于是我们就能画出来戴维南等效电路了，是这样的：上正下负的2伏和 4.8 欧，以及始终没有变化的那个电阻 Rx。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一下等效的相对性。这个电路和原来那个电路，只有 Rx 上面的支路量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其他的支路量已经变化了。所以 Rx 上面的电压电流由右边这个电路算出来和左边这个电路算出来是一样的。那好，这时候电流是2除以 4.8 加上 Rx 的。它当 Rx 等于 1.2 的时候，很显然是 0.333 安。当 Rx 等于 5.2 的时候是 0.2 安。
发现了吗？我们用这种方法可以很方便的在求得戴维南等效电路以后，在某一个支路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求这个支路的电压和电流。这是我们应用戴维南定理的第一个判据。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个例题。这个例题要求 R 等于何值时，它上面能够获得最大的功率，同时也要求这个最大的功率。那我们需要复习一下关于最大功率传输，我们知道的结论是这样的。如果说负载 RL 和电压源 US 和 RI 的串联相连接的话，那么当 RL 等于 RI 的时候， RL 上所获得的最大功率是 US 平方比上4倍 RI。 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我们在这个复杂的电路里怎样应用这个结论呢？如果说你能够想到我们求从这儿往左看的戴维南等效电路，这就说明你这一讲学到位了。但是我们不妨做得更聪明一点，一步一步来求。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先求从这儿往左的戴维南等效电路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么做更好做。比如说，我们很容易的知道，如果要求从这儿往左看的等效电路的话，就这么样一个回路的电流，它是10比40等于 0.25 安的。于是呢，我们就一定知道它的 UOC 是5加上5等于10伏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它的 RI 是20并上20加上10等于20欧的。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原来这个电路等效的化成是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采用刚才的方法，找那个好求的。我们不妨从这儿往左看 ，UOC 一定是沿着这个做一个 KVL， 是等于2乘以20加上10等于50伏的。RI 一定是等于20加上10等于30欧的。所以对应于这个电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它进行等效变换为现在我们再从这儿往左看，而且我们还知道这个电流 I 是等于1安的。于是上正下负的 UOC 一定是等于30加上50等于80伏的。于是这个 RI 一定是等于30并上5等于4.29欧的。于是最终我们就能够画出来这样的一个等效电路，就是4.29和80伏的串联和 RI 的串联。这个电路不就是这个电路吗？于是我们就直接可以套用这个结论，得到 RI 等于4.29欧的时候，获得的最大功率是80的平方比上4乘以4.29等于373瓦。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同学你好，今天我们做一个有意思的实验。看我手中这2个盒子，一个蓝色战警，一个钢铁侠。今天它们当中装的不再是玩具，而是2个有源一端口电路。究竟是什么电路呢？
请允许我在这里先卖个关子，我今天要用它们为不同的负载供电。在供电之前，我们先分别测量一下两个一端口的开路电压。首先，蓝色站井端口的开路电压为 1.62214 伏，钢铁匣端口的开路电压为 1.62812 伏。接下来，我要为它们带上负载了。首先，为蓝色站井带上1000欧负载，测量其端口电压为 0.81648 伏。为钢铁匣端口带上1000欧负载，测量其端口电压为 0.81819 伏。然后我需要测量端口的输出电流，将档位切换至电流档，得到蓝色站井端口带1000欧负载时，输出电流为 0.821毫安；钢铁匣端口带1000欧负载时，输出电流为 0.824毫安。我们用相同的方法对两个端口带不同负载时输出电压电流进行测量。我们测量的端口 UI 如图所示。这是我们测量的蓝色站井数据，这是我们测量的钢铁匣数据。为了更加直观，我们将两个端口测量数据分别绘制在 UI 平面上，分别得到蓝色站井对应的 UI 曲线1，钢铁匣对应的 UI 曲线2。接下来，我们将曲线1、曲线2同时绘制在 UI 平面上。我们惊讶地发现，它们几乎重合了。这说明它们的伏安特性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对所接负载而言，负载感受不到两个端口的区别。可实际上，盒子中的电路是一样的吗？接下来就让我们揭开它们的庐山真面目吧。原来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电路。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再切换到，很明显，它们是不一样的。接下来，让我们从它们的伏安特性曲线出发，来构建函数表达式吧。这是我们中学时代学过的依次函数曲线，纵轴为 U， 横轴为 I， 斜率我们设为负的 RS。以蓝色站井端口为例，这条曲线与 U 轴的交点恰恰是我们测量的开路电压，其坐标为0 UOC。于是我们可以得到 U 等于 UOC 减去 RSI， 我们便可以推出 RS 等于 UOC 减 U 除以 I。我们代入任意一组测量数据，在这里我们代入蓝色站井带1000欧姆负载时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 RS 等于 1.6221 伏减去 0.8165 伏除以 0.821毫安。计算得到 RS 约等于981。同理，我们代入钢铁匣测量数据，我们以钢铁匣带1000欧姆负载时所测量的数据为例代入，我们可以得到 RS 1撇等于 1.6281 伏减去 0.8182 伏除以 0.824 毫安，约等于982。两条曲线 RS 值近似相等，在此我们取为981。两条曲线的开路电压近似相等，在此我们把开路电压取为 1.62 伏。则两条曲线的函数表达式便可以写成 U 等于 1.62 减 981I。根据电路原理的知识，通过函数表达式，我们可以构建电路模型。我们可以得到端口的电压等于一个恒定的电压值 1.62， 我们可以用理想电压源来表示。串联一个电阻为981欧，端口的电压为 U， 电流为 I。根据 KVL，
我们可以得到 U 等于负的981i 加 1.62， 这便是我们这两个端口的等效电路，它们是一样的，所以负载才感受不到它们的区别。这不恰恰验证了戴维南定理所说的内容吗？你发现了吗？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37讲，我们来介绍两个关于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的应用。我们首先的第一个应用是讨论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入和输出电阻。在此前的讨论里，我们往往介绍的是一个一端口网络，它的入端电阻，我们以前叫 Req， 在戴维南定理里我们管它叫 Ri， 就指的里面是没有独立源，只有电阻和受控源情况下，从这儿往里看的电阻。那么它可能是加压求流，也可能是加流求压，我们也有可能用开路电压比短路电流的方式，当然这时候里面就会有独立源情况，这是我们此前所讲的。但是对于实际上更经常见到的信号处理电路，有输入端有输出端，我们假设信号的流是从左往右流，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需要讨论这样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那所谓的输入电阻是指的从信号处理的信号输入端往输出端看它的入端电阻。那么这个时候呢，输出端有的时候需要接上负载电阻，有的时候呢索性就把输出端开路。关于这一点我们等会儿会有讨论。那么所谓它的输出电阻是指的从输出端往输入端看，当然这是一个有独立源的一端口网络了，这个时候我们求它的戴维南等效电阻，定义为它的输出电阻。那我们现在分别从信号源和负载往两侧来看，看我们对这个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输入输出电阻的要求。我们从信号源看，这个电路我们非常熟悉了，需要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入端获得最大的电压的话，我们就需要它的输入电阻尽可能的大。当然了，信号源的内阻尽可能的小也很好。这是我们从信号源往右看。我们接下来从负载往左看，那这个时候带着信号源带着信号处理电路的电路就可以等效成一个戴维南电阻。这个电路同样大家非常熟悉，我们想要 UL 上获得最大的电压的话，那当然最好是 RL 尽可能的大，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调整的是 RO 尽可能的小。那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来讲，从电压大小的传输的角度来讲，我们比较希望它能够有较大的输入电阻和较小的输出电阻。当然我们对于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求，这一点我们在以后会讲到。接下来我们就来举一个例题来说明，对于这样一个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来说，我们求它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首先我们求输入电阻的时候，假设输出端是开路的，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接，那好吧，我们用加压求流的方法，在输入端加一个电压源，电压值是 Ui， 求出 Ui 和 I 的关系来。那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因为在这儿做一个 KCL 的话，我们就知道往下流的电流是 101I。 于是呢，就是515K 乘以 I， 于是呢 Ri 就等于 Ui 比上 I 等于515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求它的输出电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输入端的电源至零，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被短路，然后呢，我们在输出端用加压求流，加了一个电压源是 UO， 假设从这儿流进来的是 I1， 我们需要求 UO 和 I1 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电流是 UO 比上 5K， 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的电流是 UO 比上 10K， 因此呢，我们就知道 I 是等于负的 UO 比上 10K 的。接下来我们在这里用一下 KCL， 那就是101 I 加上 I1 等于 UO 比上 5K。 由于 I 是等于这个的，我们把它带进来，就能够写得出来 I1 是等于 5K 分之 UO 再加上 10K 分之101 UO， 我们把它做一个近似的简化，认为它是 5K 分之50，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近似的认为是 5K 分之51 UO。于是呢 ，RO 就等于 UO 比 I1 等于 5K 比上51，再近似的大概能够等于100欧。那么这个输入电 515K， 输出电阻100欧，是否分别足够大和足够小呢？我想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信号处理电路的话，这是信号输入端，这是信号的输出端，而且假设电路上存在着很多个这样信号处理电路的级联。级联这个概念我们在二端口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那你就可以看到，如果每一个端的输入都是 515K， 每一个端的输出都是100欧的话，那么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分别往左和往右的电路把它画在一起，就是对于100欧和 515K 来讲，它足够大，它足够小，从而使得电压型的信号能够不断的损失比较小的传递下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对应于这样一个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如果说它的末端接了一个负载电阻，而且这个负载电阻还非常小，比如说只有5欧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输入电阻会怎样呢？我们知道 5K 和5欧的并联几乎就相当于把 5K 消灭了，也就是说对外等效成一个5欧。那么刚才的这个推导几乎可以不变的来照搬，那也就是说输入端加一个电压源以后，我们说 UI 是等于 10K 乘以 I 再加上5乘以101I， 那么这样呢，它就几乎近似的等于 10KI 了。于是这个时候的 RI 当然比刚才小，是 UI 比上 I 等于 10K， 比刚才的 515K 小了很多。但是基于我们刚才的讨论，如果说这样一个电路是接在这儿的5欧，那么从这儿往右看依然是一个 10K， 那么如果说从这儿往左看依然是一个100欧的话，就是把这儿从 515K 变成了 10K， 相对于100欧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就印证了我们此前那页讲的内容，在讨论一个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输入电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考虑实际的负载电阻，有的时候是不需要的。那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不需要呢？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它考虑了
负载电阻以后，输入电阻依然比较大的情况下，那考不考虑它也都无所谓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做更一般的讨论。对于实际的电压型信号来讲呢，那么它有很多方面需要考虑。首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输入极，也就是说，把微弱的电压信号能够完整的采下来，不失真的传输到下一极。那么其次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放大极，把这个微小的信号放大。第三，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驱动极，把这个信号呢能够驱动给负载使用。这3级信号处理电路所具备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么类似的，每一级我们都有它的输入电阻。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分别是1、2和3。类似的，每一级也都有它的输出电阻。那么我们假设对于中间的任何一个 dk 级来想，可以画出 dk 级的戴维南等效电路是这样的：前面有个 usk， 然后有 dk 级的输出电阻 ROK， 下面接了 dk 加1级的 RIK 加1。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分压器电路来讲，如果要想使得电压信号能够比较无损的传输下去的话，就需要每一级的输入电阻比较大，就需要每一级的输出电阻比较小。讨论完了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之后，我们也可以类似的来讨论在多级电流型信号处理电路里面，假设现在是 dk 级，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我们就需要每一级的入端电导尽量的大，每一级的输出的电导尽量的小，这样才能够使得电流型的信号能够尽量无损的向右进行传输。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关于戴维南定理第2个应用的讨论，复习此前讨论平衡电桥时的一个结论。在那里我们知道，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来讲， UA 的表达式是这样的， UB 的表达式是这样，这很简单，通过两电阻分压关系就能够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结论是这样的：如果说 R1 乘 R4 等于 R2 乘 R3 的话，那么我们通过推导就知道 A 点和 B 点是等电位点，而且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等电位点之间接任何阻值，不改变电路其他支路上的电压和电流。当时我们并没有解释这件事儿，现在有了戴维南定理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准确的来理解这句话。大家请看，如果说我们现在从这儿往外看，所谓的里是指的这个圆圈里面的电路，外就是此外的这个电路。那么我们来看，在满足平衡电桥关系情况下，从 AB 往外看的戴维南等效电路是什么呢？它的开路电压是什么呢？ UA 是等于 UB 的，于是它的开路电压 UOC 是0，于是它只有一个戴维南电阻 Ri 是等于 R1 并 R2 再加上 R3 并 R4 的。那么当然它外面接任意阻值的电阻，比如短路，比如开路，比如任意阻值，这样一个电路，它对于这个支路上的电压电流都没有影响，因为这个支路永远是没有电压也没有电流的。那么这个支路接任意阻值的电阻都没有电压和没有电流，也就是说接了任意阻值之后，整个电路其他任意支路上
的电压和电流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你看，戴维南定理并不一定是解题利器，它对于深化我们对电路基本概念的理解也非常重要。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38讲，我们来讨论替代定理。替代定理的陈述是这样的：对于任何一个电路来讲，请注意，这是任何电路，包括此前讲授的线性电路和下一周即将讲授的非线性电路。如果我们知道 dk 个支路的电压是 UK 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值为 UK 的独立电压源来替代那个支路的元件，替代前后其他支路的支路量不发生任何改变。当然，如果说我们知道 dk 个支路的电流是 IK 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值为 IK 的独立电流源来替代它，同样替代前后电路其他支路量不发生任何改变。这个定理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定理，它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等会儿来给证明。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出用图形方式表示的替代定理。假设这是一个 dk 个支路，其中的元件可能是任意的，那么已知它上面的电压是 UK， 电流是 IK。 那么根据替代定理，我们可以有两种形式的替代。第一种形式，把这个元件替代成一个电压源，其值为 UK， 我们就一定有把握这个 IK 不发生改变，同时这个 A 网络里面的任意支路量也不发生改变。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把它替代成一个值为 IK 的独立电流源，我们知道 UK 不发生改变，网络里面的其他支路量也不发生改变。接下来我们对替代定理进行一下证明，这个证明只需要用到上一讲关于等电位点的一点小小的知识。假设这是那个 dk 个支路，我们在这 dk 个支路上串上一个电压源，再反向的串上一个电压源。很显然，经过这么一个顺串一个反串以后，这个支路从 A 看起来，这个支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但是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件事儿，如果说定义这个点是 C 点的话， A 点和 C 点是等电位点，因为它上面是正 UK， 它上面是负 UK。 根据前一讲的知识，在一个电路里面，等电位点之间是可以接任意组织的电阻，同时不影响其他的支路量的。那好吧，我们现在就来接一个零值电阻，把它短路起来。那现在这个电路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两个子电路。第一个子电路是这样一个电路，它们在愉快的玩着。第二个子电路是这样一个子电路，它们也在愉快的玩着，它们二者之间不发生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子电路，不就是我们需要证明的 UK 吗？同时我们也证明了，把这个支路替换成了 UK 以后，整个电路从 A 来看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所以这里依然是 IK， A 里面的所有支路量也不发生改变。刚才的证明大家可以发现，替代定理并不局限于线性电路，对于非线性电路来讲依然是成立的。那我们现在呢，用一个线性的分压电路来强调一下替代定理的本质。在这个电路里面，我们定义端口的电压是 U， 端口的电流是 I， 是这么来定义的。那么于是呢，从这个端口往左看， UI 关系是 U 等于 US 减去 RS 乘以 I。 从这个端口往右看，端口的电压电流关系是 U 等于 RL 乘以 I。 那我们由于端口的电压电流定义是一致的，所以可以在同一张图里面
把这两个线都画出来。我们来看，我们定义横轴是 i， 纵轴是 u。对于这个方程来讲，我们知道 i 等于0的时候 u 等于 us，u 等于0的时候 i 等于 us 比上 rs。那么这条线呢，就是过这两点的一条直线。对于这个方程来讲，它就是过原点的一条直线。这两条直线的交点就是整个这个电路的工作点。关于工作点或者说 Q 点的概念，我们在下一周的课程里会重点强调。我们现在把这个工作点写出来，那就是电流是 US 比上 RS 加上 RL， 电压就是 RL 比上 RL 加上 RS 乘以 US。 那么所谓替代定理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我们把这个元件替代成一个电压源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条线和这条线依然是这个交点。掌握了这个，你就会知道，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替代成一个值为 US 比上 RS 加 RL 的电流源，使得交点还是这个点。那么掌握了这个，你也可以顺理的推出来，我们可以把它替代成这样一个非线性电阻，只要确保交点在这儿，这样一个非线性电阻，甚至另外一个戴维南等效电路，只要交点在这儿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的替代定理的本质。替代前后电路的工作点要保持不变。在结束本讲之前，我们有必要讨论应用替代定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说，替代定理必须要确保替代前后电路解的唯一性。我们来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很简单，我们先把所有支路量求出来。这个电流一定是1安，这个电流一定是 2.5 安，在这儿用一下 KCL， 所以这个电流一定是 1.5 安。那么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支路替代成一个5伏的电压源的话，大家发现有什么问题了吗？对应这样一个子电路来讲，我们虽然知道这是 2.5 安，但是 I1 和 I2 的取值用我们的 KCL、KVL 元件约束是不可能知道的。也就是说，替代之后的那个电路不存在唯一的解。另外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对于这个电路，虽然表面看起来比较别扭，但是它是符合我们电路的基本规律的。A、B 之间的电压是1伏，从 A 沿着这个方向到 B 有一个1安的电流。我们当然可以把它替代成一个电阻。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和前面那个电路的工作点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电路替代成这样的一个样子，这就有问题了。虽然电流依然是1安没问题，但是对于这个电路来讲，这个电压是求不出来的。所以大家应用替代定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替代前后电路的解要保持唯一性。好了，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39讲，我们来讨论非线性电阻。在这一周的课程里，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包含非线性电阻的电路的分析方法。我常说一句话，你只有搞清楚了非线性电阻，才能真正的明白线性电阻。也就是说，通过比较才能够知道各自的本质特征。那么好，就让我们从比较线性电阻和非线性电阻的区别开始。现在图上给出的是一个标准的线性电阻，在 UI 关联参考方向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它在 UI 平面上的特性曲线是这样的：过原点的一条直线，与横轴也就是 I 轴的夹角 tangent 阿尔法是等于这个电阻的阻值。这是我们此前7周所讨论的主要内容。那么所谓的非线性电阻呢，
它的电路符号比起线性电阻来讲，多加了这么一条线。那么它的伏胺特性呢，就不能够直接的写成 R 乘以 I， 否则 U 和 I 就是线性关系了。我们有的时候会写成 U 是 I 的函数，有的时候会写成 I 是 U 的函数，甚至有时候会写成 U 和 I 是隐函数。但是无论如何，我需要强调2点。第一点 ，U 和 I 之间都是代数关系。第二点，当 U 等于0的时候 ，I 也需要等于0。这2个条件是我们这3种非线性电阻关系表达式的根本特征。刚才给出的都是关于非线性电阻的一些数学表达式。现在我们来看3个非线性电阻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隧道二极管，它的 UI 特性在第1象限里是这个样子的。在这里，首先我需要指出，在非线性电阻电路里，我们更常用的是把电压画在横轴，电流画在纵轴，这一点大家要逐渐习惯。我们来看这条曲线，大家可以发现，对于这样的一条曲线，电压给出任意值的时候，电流都有唯一的值与之对应，但是反过来就不一定了。电流是某一个值的时候，可能存在着不同值的电压与之对应。那么对于这样的电路来讲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I 等于 A0U 加上 A1U 平方加上 A2U 3次方的形式。这种电阻呢，我们一般管它叫压控型，这意味着每一个电压都对应着唯一的电流。在横轴是电压、纵轴是电流的 UI 平面上，这个电阻的 UI 特性非常像一个英文的 N 字，所以我们也管它叫 N 型电阻。很显然，有了 N 型电阻，就一定有 S 型电阻。大家请看，对于所谓充气二极管来讲，它在横轴是电压、纵轴是电流的 UI 平面的第1象限显示的像一个英文的 S， 所以它叫 S 型电阻。那么类似的，对于每一个电流来讲，它都有唯一的一个电压与之对应，但是对于每一个电压来讲，它可能存在多个电流与之对应。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的 UI 关系写成这样的形式，是一个电流的3次表达式。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此前那页讲出来的，有的时候适合用电压来表示电流，有的时候适合用电流来表示电压的原因了。因为各种非线性电阻 UI 平面上的特性是不一样的。第3个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二极管，有的时候也管它叫做整流二极管。它的表达式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这其中，在 UI 关联参考方向下，这是电流，这是电压 ，UTH 和 IS 是描绘这个二极管的特性参数。把这个方程画在 UI 平面上，它是一个过原点的呈指数形式的一条曲线。大家可以发现，在 U 非常小的时候，这个数值趋向于0，所以整个的这条线趋向于负的 IS， 所以我们这个 IS 通常管它叫做反向饱和电流，它的取值范围大概是10的负12次方安这个量级。UTH 的取值范围大概是10毫伏这个量级。由于过了原点以后，整个电压电流呈现一个随指数形式迅速增长的态势，所以我们管这一段叫做导通段。U 小于0的时候，电流基本上是在10的负12次方，也就是皮安这个量级，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截止段。那么简单的说来，一个二极管大致的就可以分成截止段和导通段。在接下来的几讲里，我们会对二极管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把它的导通段更精细的分成几段来进行分析。关于二极管，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展示一个仿真。我们通过仿真来研究二极管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在一个二极管元件两端加电压源 V1， 测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我们点仿真，分析，直流扫描，对电压源 V1 从负 0.5 伏到 0.75 伏，每 0.01 伏采一个点，输出为负的 IV1， 点仿真，选白色背景，曲线横轴为二极管两端电压，纵轴为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一开始电流很小，接近于0，大约是负10缪，可视为不导通。随着电压不断增长，电压为0伏时，电流也是0。随着电压不断增长，大约在400毫伏时，电流为毫安量级。此后随着电压增长，电流快速增长。仿真结果表明，二极管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符合指数变化规律的特征。接下来我们就讨论线性与非线性电阻两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我们以这样一个流控型非线性电阻为例来讨论。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电流，分别是2安和10安。我们来计算一下，当 I1 等于2安的时候，我们来算一下 U1。U1 是等于50乘以2加上 0.5 乘以2的3次方，它是等于104伏的。那么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算一下 U2。U2 是等于50乘以10加上 0.5 乘以10的3次方，这是等于1000的。这都不难计算，但是非常重要的是，1000是不等于104乘以5的，而我们知道10是等于2乘以5的。这意味着我们在此前讲授的关于线性电阻电路的齐次性在这里不再成立了。激励变成原来的5倍以后，响应不再是原来的5倍了。这就意味着从本质上来讲，我们此前讲授的叠加定理和戴维南定理在这里就不再成立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可加性。那么当 I 等于 I1 加上 I2 的时候，我们用式子来推一下。U 是等于50乘以 I1 加上 I2， 再加上 0.5 倍的 I1 加上 I2 的3次方。我们把它展开，分别是 I1 的3次方加上 I2 的3次方加上3倍 I1 平方 I2 加上3倍 I1 I2 平方。我们把这一项合起来写成50 I1 加上 0.5 倍 I1 的3次方。类似的，我们也可以写成50 I2 加上 0.5 倍 I2 的3次方。我们把这两项整合起来写成加上 1.5 倍的 I1 I2 I1 加上 I2。那么这一项很显然它就是 U1， 这一项很显然它就是 U2， 还需要加上 1.5 倍的 I1 I2 I1 加上 I2， 它是不等于 U1 加上 U2 的。因此可加性在这里也不再成立了。这件事就表明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分析肯定是要比线性电阻电路的分析要困难得多，因为我们在线性电阻电路里的4大利器节点法、回路法、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通过这一篇就可以发现叠加定理和戴维南定理一般来说就不再成立了。好，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线性电阻和非线性电阻的区别，同样还是这样一个流控型电阻。那我们现在呢，假设这个激励是一个正弦，我们继续来做一下推导。这个时候 U 等于50倍的2 sin 60t， 再加上 0.5 倍的2 sin 60t 的3次方，把它展开，整个 0.5 乘进去就等于4
乘以 sin 60t 的3次方。我们用一下三角恒等变换，就知道4乘以 sin 60t 的3次方是等于3倍 sin 60t 再减去 sin 180t 的。把这个和前面的进行整合，我们就知道它是等于103 sin 60t 再减去 sin 180t 的。大家发现了吗？我们的激力是一个正弦激力，它的角频率欧米伽等于60弧度每秒。但是在响应里面，除了有这个欧米伽之外，还有一个3倍的欧米伽出现。这就意味着在非线性电阻电路里面，我们会有新的频率出现。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儿，也可能是一件坏事儿。从好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利用非线性电阻产生各种各样的新的频率。事实上来说，在各种通信电路里，这个特点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应用。当然，它也有不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很多我们不希望的频率在非线性电阻电路里发生了。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实验来展示这一点。下面我们做一个非线性电路的演示实验。这是实验电路板，输入是计算机输出的音频信号，经过运算放大器分为2路，一路经过一个线性电阻到达输出，另一路经过2极管，再经过一个运放电路到达输出。通过开关来控制，输出端接一个音箱。当开关拨向下方时，音频信号经过线性电路到达输出，而当开关拨向上方，音频信号经过非线性电路到达输出。我们来比较2种情况下的区别。先把开关拨向下方，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听到的是优美的音乐。现在我们把开关拨向上方，我们听到优美的音乐发生了明显变化。音乐。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40讲。我们在上一讲介绍非线性电阻之后，给大家介绍2种包含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分析方法，它们是列方程求解法和图解法。首先，我们举例子来看如何列方程求解包含非线性电阻的电路。图示这个电路包含一个2极管，它的 UI 特性写在这里了。很显然 U 和 I 之间是非线性的关系。那么题目要求我们求解出电压 U， 因此呢，我们最好把这个电流用电压 U 来表示。我们可以看到上正下负，这就是电压 U。对于左边的电路来讲，这是一个线性电阻电路，因此我们可以写出它的 UI 关系。也就是说，对于电阻来说，用一个 KVL 可以知道这个 I 是等于 US 减 U 比上 R 的。那么同时呢，它也等于 IS 乘 E 的 U 比上 UTH 减1。于是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变量为 U 的超越方程。我们求解这个方程，就可以知道 U 的数值。由于它是一个超越方程，因此求解是比较困难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节点法。题目要求求这个电路的唯一的独立节点的电压。这里面包含2个非线性电阻，它们的 UI 特性都写在这里了。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压控型非线性电阻。回忆一下，节点电压法就是用节点电压为变量来列写 KCL 方程。于是我们就需要在这个节点上写一个 KCL 方程。我们可以得到 I1 加上 I2 加上 I3 等于0。那么当然，对于 I1 来讲，我们做一个 KVL 可以知道
I1 是等于 U 减2，因为电阻值是1，所以 I1 就等于 U 减2。那么对于电阻2来讲，同样的做一个 KVL， 考虑到它的非线性 UI 关系，我们就知道它等于 U 减1的5次方。对于 I3 来讲，类似的我们做一个 KVL， 就知道再加上 U 减4的3次方等于0。这是一个关于节点电压 U 的5次方程，我们可以求解出 U 的数值。当然，这个求解过程也是困难的。在继续下面的讲授之前，我需要指出，这个题我们用节点法来求解它是有道理的。当然，一方面只有一个独立节点，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个题的非线性电阻都是压控型。大家不妨把这个电阻改成是一个流控型，比如说写成 U3 等于 I3 的3次方，你再尝试着用节点法来求解，你就会发现这是比较困难的。也就是说，如果说在包含非线性电阻电路里面，我们想用节点电压法来求解的话，那么最好所有的非线性电阻都是压控型。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回路电流法来求解某一个支路电压。再回忆一下，回路电流法就是以虚拟的回路电流为变量，列写整个回路上的 KVL。图上已经给出了回路的方向，那好吧，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写。首先，在回路1上，我们沿着每个支路写 KVL，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于是就有 R1 乘以 IL1 再加上 R2 乘以 IL1 减 IL2。原因是在这个支路上 IL1 和 IL 的方向是相反的，再减 US 等于0。这是第一个回路。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回路，在这个元件上是一个非线性电阻，它是流控型，而且刚好是这个支路电流 I3 等于回路电流 IL2， 因此我们知道20 IL2 的1/3次方就是 U3， 再减去 U2， 也就是说再减去 R2 乘以 IL1 减 IL2 是等于0的。我们联立求解这样一个非线性的包含 IL1、IL2 的方程，就可以求出 IL1、IL2 等于什么。求得了 IL2 以后，就可以求出 U3 等于什么。当然，类似的这个过程也是困难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非线性电阻电路列方程求解法的特点。首先，从求解步骤上来讲，我们是需要利用 KCL、KVL 和元件约束的。那么这里的元件约束呢，它就变成了非线性的电压电流关系。那么在你列写出非线性代数方程以后呢，如果说求解手段足够精确的话，原则上来说你是可以得到精确解的。但是正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几个方程一样，求解非线性代数方程本身来讲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求解它们是需要采用若干数值手段的，因此你实际上是很难获得真正的精确解的。那么通过刚才的分析，大家也可以看到列方程求解法的缺点。第一，方程的列写是比较困难的。第二，方程的求解也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此前讲授的节点法和回路法在非线性电阻电路中当然可以使用，但是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接下来呢，我们讨论第二种求解方法，就是图解法。我们以这么样一个简单的包含一个非线性电阻元件的电路为例，这一点呢就非常类似于我们此前在讲授替代定理时举的那个例子。我们在
这样的一个相同的端口电压电流下画出它们的 UI 特性。对于左边的来说，我们可以写出 U 等于负 R1 乘以 I 再加上 US。对于右边，当然它有一个非线性的关系，假设是流控型 U 等于 Fi。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在统一的一个 UI 平面上，首先把左边的 UI 特性画出来，它与横轴的交点是 US， 纵轴的交点是 US 比上 R1， 这一点我们此前讨论过。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非线性关系画出来，假比它是这样一个形状的话，我们发现这个交点就是我们此前定义的工作点。在这里我们给它更准确的名称叫 quiescent point， 简称叫 Q 点。quiescent 的意思就是静态或者静止的意思。那么有静就有动，在 quiescent point 周围会有一些扰动，这种情况我们将在后面几讲给大家做介绍。刚才讨论的是最简单的情况，那么如果这样一个非线性电阻与一个包含独立源、受控源和线性电阻的复杂一端口网络相连接的话，我们怎么办呢？同学们如果在这里能够想起来，从这儿往左看，它们可以等效成一个戴维南的话，那说明你此前的学习是有效的。是的，我们对于左边的这个一端口网络，可以用一个戴维南 UOC 和 RI 来对它进行等效，那么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相对于非线性电阻来说的等效电路。于是刚才的图形求解法就依然适用了。好，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图解法的特点。它的步骤是分成两步的。一般来说，我们首先需要从非线性电阻向外看，其他的电路用戴维南定理把它转换成一个开路电压和内阻的形式。其次，我们要在相同的端口电压电流定义下，画出它们的 UI 平面上的特性曲线，寻找到交点，就是静态工作点，于是就完成了整个分析。当然，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这样的：首先，它非常简单；其次，直观，并且呢，这个交点是具有明显的物理含义的。这个物理含义我们此后会继续讨论。但是它也有非常明显的缺点。第一，它牺牲了精度，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图上来得到的，因此得到的数值是有一定误差的。此外呢，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们之所以能够使用戴维南定理，是因为从那个非线性电阻向左看，全部是需要是一个线性子电路，因此呢，它只适用于包含一个非线性电阻的电路，这就是这种方法的另外一个缺点。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大家好，在此之前的课程里呢，我们学习了非线性电阻电路的两种分析方法，它们就是列方程求解法。列方程求解法貌似能够得到准确些，但是正如我们此前的课程讲授的，在求解非线性代数方程的过程中，需要运用数值手段，因此也存在误差。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图解法。图解法呢是在工程中非常方便实用，但是从图解法的实施过程，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图解法本身也会必然带来误差。那么，既然非线性电阻电路求解势必要引入误差，我们是不是有办法能够在建模上，非线性元件的建模上有一种新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我们今天将要讲授的分段线性法。好，现在我们来讲授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分段线性方法。对于图示的非线性电阻来讲，可以看到在 UI 平面的第一象限上，它的 UI 关系是一个非线性的曲线，光滑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分段线性法呢，就是对这么一个元件建立分段线性的模型。所谓的分段线性模型，就是用相互连接的直线折线来表示这个非线性的曲线。
那么具体来说，对于这样一条这个曲线来讲呢，当然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我们可以首先关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呢，我们最直观的一种做法是画出这么样一条直线来。当然了，可能同学们大家也会说，那你在这个位置上不就有误差吗？是的，是误差。但是呢，我们等会儿会发现，就是我们会努力的让这个元件工作在这个部分，那么这样的误差就可以忽略了。那么对于这样一条直线 ，UI 平面上过原点的一条直线就是一个电阻，所以呢，这部分我们就可以把它建模成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阻值就是 tangent A。那么接下来的一部分呢，就是要相对费点劲了，就是 AB 这条线。AB 这条线呢，它当然跟横轴也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是 B。那么这当然也对应着一个电阻，但是我们学过戴维南定理，我们知道这样的一条直线，它对应的是一个戴维南的电路。戴维南电路是由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阻相串联，这个电阻的阻值当然是 tangent B。这个电压源的值呢，需要把这条线反向延长与 U 轴相交，得到一个 U0。于是呢，我们就知道了这 AB 这条线所对应的特性是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阻，这个电压源的值是 U0， 这个电阻的值是 tangent B。那么给了一个非线性元件的 UI 特性，如何对它进行分段线性建模？当然我需要指出了，不同人建的模型可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折线的段数数量不一样，所带来的精度也不一样。当然了，这个段数越多，精度越高。但是等会儿我们的讨论就会发现，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个精度和方便程度的折中问题。现在我们还回过来说，就是我们得到了模型，那怎么着呢？就能有什么好处吗？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假设这个非线性元件就是在这里面，你得到了分段线性模型，你发现如果说你确切的知道这个非线性元件它就是一个电阻的话，那整个这个电路不就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电阻电路了吗？那么如果说你知道这个元件就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压源的串的话，那么这个电路不就是一个两个电压源串在一块和一个电阻串了吗？这个电路就变得很简单。但是这里问题是，那我怎么知道它在哪儿工作呢？好吧，那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就要来猜一猜。所以这就是整个我们这一节课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要猜一猜。我们要猜一猜它究竟工作在这一段还是这段，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检验一下。所以整个的方法叫做假设检验法。好，我们现在来做题啊。那么我们看这道题，这道题呢是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线性电阻和一个非线性电阻的串联。非线性电阻的 UI 关系写在这儿了，我们把它的这个 UI 特性呢画在这个图上就分成两段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段第一段是0到2伏和0到1安之间。那么它应该是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阻值是2比上1等于2欧。那么它的条件呢，应该是电流小于1安，或者说电压小于2伏所以我们首先假设它在区段1工作，那就是它是一个2欧的电阻，所以应该是这样一个电路。那我们现在呢，看它的这个电流或者求它这个电压。那么电压比较好求了，这应该直接就能够知道是 3.5 伏，那它当然是大于2伏的，所以是不满足假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假设它在这个段2，我们假设它工作在这个段2。那么段2呢，从这个电阻上来讲呢，从2到4变了2伏，1到3变了2安。所以这个电阻呢，一定是一个1欧这个没问题。但是呢，从这条线来看，它应该是一个还有戴维南，还有一个电压源。所以从这个来看呢，是有一个1伏的电压源这个1伏的电压源。所以它等效的模型呢，就应该是这样。那把这两个电路连起来呢，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然后呢，我们要求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是多少呢？直接就能看起来7减去1比上2加上1等于2安。这2安呢是非常好的啊，2安刚好就工作在这个点啊，这个点呢我们管它叫 Q 点啊，叫做静态工作点。所以呢，到此为止，我们这个题就做完了。我们通过假设它工作在某一段啊，然后来验证它是否工作在这一段这个电压和电流的方法，来在2个分段中寻找到了准确的那个分段，同时又寻找到了这个准确的工作点。那么最后呢，我们对这个分段线性方法进行一下总结。首先呢，分段线性方法来分析非线性电阻电路是分成3步的。第一步啊，我们要建模，叫分段线性模型，用连续的分段的折线来近似非线性的曲线。那么对于每一段折线，我们要得到它们的特性和它们的条件。那么我们用假设和检验的方法来判断究竟是工作在哪段折线上。那么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如果说你确切知道了是哪一段折线上的话，那么对于那段折线上来讲，这是一个线性系统啊。于是呢，我们前面熟悉的节点法、回路法、戴维南定理、叠加定理都可以没有任何禁忌的使用。但是它也有一些不足。第一个不足，大家应该能够发现，就是它当然是有精度的问题啊。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例子啊，是这样一个例子啊，你在这儿用成直线，你在这儿弄成直线。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如果说你的整个的电路是要么工作在这一段，要么工作在这一段的话，那我想还是没问题的，因为在这一段和这一段这个没什么误差。但是如果很不幸的你工作是在这一段的话，那于是你的精度就会有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模型做得更精确一点啊，这是1段，这是2段，这是3段，这是4段，这是5段，这是6段。我们可以做成很多段的分段线性，那也能够在任意精度内逼近这么一个曲线，这是可以的。但是这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随着你的这个分段数量的增加，或者说随着整个电路里非线性电阻元件的增加，你的这个需要验证的数量就大大的增加了。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么样一个问题啊。假设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里边呢有2个非线性电阻，一个二极管，一个就是普通的电阻。这个二极管呢，我们认为它有2段工作啊，这是一个理想二极管模型。这个电阻呢也是2段来工作。我们把这个留给大家作为一个思考题。对于这样的一个电路来讲，你需要分析几个子电路才能够把整个问题搞清楚啊？你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啊这个分段线性法的第2个不足，你也就体会了。好，接下来我们做更有实际意义的一个事情啊。我们知道二极管，这是二极管仿真出来的特性曲线，从这儿到这儿是一个指数上升的。那么我怎么用分段线性来建模？这个事情上肯定是见仁见智的啊。我觉得绝大多数同学都会想这么来看：我建一段是这个，另一段是这个，这个交点啊，我们管它叫 USD 啊，定义这么一个名字。好吧，我们先看这一段，先看这个有阴影的这一段。根据前面所学的知识，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戴维南，这个戴维南的特性，我们先把它画出来。电压就是 USD， 这个没问题。这一个电阻，那么电阻大概是个什么量级呢？你通过这个仿真能分析出来吗？电压从这儿到这儿大概变了 0.5 伏，电流从这儿到这儿大概变了 0.1 安，所以它大概的量级是几欧这么一个量级。好，这个观点都很工程啊，当然也很重要。那么这个部分是一个戴维南，但是它不是完整的戴维南，完整戴维南要往下走啊，我们只有部分的戴维南啊，只有这个部分。所以呢，它必然有条件，这个条件从图上就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啊，电流是要大于0的啊，这是第一段。好，我们现在来看第2段。第2段就是这一段，黄色阴影的这一段。当然了，它没有电流嘛，所以它肯定啊，这一段的这个特性，它就是一个开路，就是一个开路。那么呢，它的条件呢，
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从这儿，这是个开路，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开路，完整的开路是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只到这儿了为止，所以这个条件肯定就可以写成是 UD 是小于 USD 的啊，这就是它的条件。好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种模型，我们管它叫模型一。那么有了这个模型一的基础以后啊，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能够把这个模型做得更简单一点吗？比如说，我就不考虑这段电阻了，我不考虑了，我认为从这儿就上去了。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是什么呀？很好，大家答对了，这个是半个电压源。为什么是半个呢？因为它没有下边啊，有下边才是整个电压源，没有下边。好，那么所以呢，它就是电压源 USD。那么我需要告诉大家的啊，就是说，如果说是硅二极管，那么这个 SD 大概是 0.7 伏啊，锗的大概是 0.2 伏，这是一个常识。那么对于这个电压源来讲，它的条件是什么呢？啊，条件啊是所有的电流都是大于0的，所以 I 大于0。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特性和条件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是要用特性来做检验，看结果是否满足条件啊。整个的解题思路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段，这段刚才已经讨论过了，它是半个开路。那么它的这个条件呢，刚才也讨论过了。好，我们管这叫模型2啊，这个模型比模型1要简略一点。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模型，第三个模型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简略。我们从这儿出发，就不考虑这个部分的电阻了啊，不考虑这个部分电阻，不考虑这个部分的这个电压，我们直接用一个电阻来取代它啊。那么这一段当然是一个电阻，或者更准确的来说，它是半个电阻啊，因为它只过第一象限，不过第三象限。那么这个的电阻的这个量级大概是多少呢？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习惯，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从0到1这个地方呢，是从0大概到 0.1， 所以它大概是10欧左右的量级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它的条件啊，这个条件呢，你当然既可以写成是 I 大于0。或者说写成U 大于0啊，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一段，这一段呢，当然它是半个开路啊。那么它的条件呢这个刚才已经都分析过了啊，是 U 小于0。我们管这个呢叫做模型3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最简的一个模型啊，就是从这儿到这儿直接就过来了。那么先看这个。这个在我们此前的讨论中已经见过很多次了啊，这就是半个短路线。好，所以呢它是短路，但是呢它是半个，所以它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大家总结一下是什么？对，是 I 大于0啊。另外这个部分呢，黄色阴影部分呢，它是半个开路，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讨论很多了，所以它是这样的。那么它的条件呢是UD 小于0。好，我们管这个叫模型4，或者说呢，更明确的说，管这个叫理想二极管模型，因为它已经非常理想了，要么是短路，要么是开路啊。好，接下来我们用这个理想二极管模型来做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例子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电压源给一个电阻和一个这个二极管来串联，那么实际上就是给这个电阻供电。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用刚才的假设检验方法来分析一下这个电阻上的电压是个什么波形？我们用假设检验方法来做啊。那么，如果说是短路的话如果说是短路，条件一定是 I 大于0。那我们现在就假设短路吧。假设是短路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的 I 是等于 US 比上 R 的，是等于10倍的 sin t 比上 R 的，它需要大于0。我们知道 R 是大于0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使得 I 大于0呢？对，是的，就是 sin t 大于0时成立。好，
那么如果说啊它是开路，如果说它是开路的话，意思就是说这儿断开啊。那么这儿断开的话，那于是 US 全部都加在这个 UD 上了。那么开路的条件 UD 是要小于0的，所以 UD 等于 US 等于10倍的 sin t 是要小于0的。那10倍 sin t 小于0的条件是 sin t 小于0。OK。那么于是我们就分析完了，也就是说什么呢 ？sin t 大于0的时候，这个二极管是一个短路；那么 sin t 小于0的时候呢，这个二极管呢是一个开路啊。那么具体我们更关心的啊，加在这个电阻上的电压 ，sin t 大于0的时候它是 US，sin t 小于0的时候它是0，因为整个的这个二极管在这时候是个开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用一个仿真和一个实验来验证这个结果。那么通过这个验证，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实用电路。这个电路的名称叫做半波整流电路。之所以叫半波，是因为它只有在半个周期内能够给负载提供能量或者信号。之所以叫整流，是因为它实现了从交流到直流的变换。好，我们现在开始做仿真。大家看到现在屏幕上呢是一个交流源和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相串联 ，D 放在这儿了。那我们现在给的交流源呢是50赫兹啊，10伏有效值。那么这是一个实际二极管，电阻是一个 1kΩ。这是一个双通道的示波器 ，A 接到是这个交流源的输出，通道 B 接到这个负载电阻的这个与 D 相对的那端。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啊。运行以后呢，我们这个打开示波器，我们把它暂停一下。可以看到呢，这个红色的是整个电源的电压，这个蓝绿色是这个负载上的电压。那么为了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呢，我们把这个通道 B 把它的位置稍微往下移一移，你会看到它是半个只有上边的有，下边的全部被截成0所以我们管它叫半波整流，二极管半波整流。那么这基本上就实现了我们刚才的那个例子的分析但是我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电压呢从10伏变成1伏我们来看一看，再做一下这样的一个仿真，我们再来看当然这时候幅值就小了，我们把这个 scale 调的小一点。在相同的这个 scale 的情况下每格是0.5伏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它跟刚才不完全一样了。负载上的电压不能完全跟上这个电源上电压。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段的电压差到哪儿去了？好，我们现在来做实验。这个实验里边呢有2个通道的示波器和一个通道的信号源。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板子的本身的构成这部分是我们今天要实验的电路，其他部分大家不用管。信号源从这儿进来了以后，分成2路这个二极管或者电阻通过一个开关来切换，是通过哪路？然后呢，再跟一个电阻相串联。那么通道1和通道2分别接在这2端，信号源接在这一端。也就是说，开关在左的时候是信号源、二极管和电阻串联；开关在右的时候，信号源、电阻和电阻串联。好，我们现在来看屏幕的情况。屏幕呢，大家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信号发生器的这个输出呢是5伏，然后呢黄色的是这个通道1，大家可以看到检测值峰值是 9.7， 基本上是对的。然后呢这个绿色呢是这个电阻上的，可以看到是一个半波整流它的峰值是 4.45， 基本上也是对的。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实验板上做一个切换切换到那个2个电阻串联。大家可以看到电阻上的电压变化了，变化成一个串联分压的波形。我们再把它切换回来，那么依然跟刚才仿真一样，有这么样一个问题，就这个部分的电压哪儿去了？那这部分电压呢，在这个是5伏的时候不是很明显。我们把它比如说变成是这个1伏的时候就会更明显我们把这个 scale 弄得大一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明显有差异的。那么好了，刚才大家已经看完仿真和实验了。接下来呢，我们用稍微复杂一点的模型，也就是刚才的模型2来对它进行分析。模型2是这样的啊，它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电压源，条件是通过电压源的电流大于0，它可以看成是一个开路，条件是这上面的电压是小于 0.7。那么对于这个题来讲呢，我们就不仔细来分析了，只不过呢，我们给大家一点提示怎么来分析。我们首先要假设它是电压源，然后看流过电压源的电流是否大于0。其次呢，假设是开路，看二极管上面的电压是否小于 0.7。那么这个题呢，我们给大家布置成为一个家庭作业。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希望你除了分析出来什么情况下是电压源，什么情况下是开路，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你能够画出负载上电压的波形。好了，我们讨论了这么多二极管的模型模型1、2、3、4，模型4叫理想二极管模型。那我们干嘛这么折腾啊？我们为什么要有4个模型啊？或者说把这个问题反过来说，在实际应用中应该用哪种模型呢？如果说你学到这儿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恭喜你，你真正的逐渐开始有了工程的思维了，或者说至少有工程的想法了。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对于同样一个器件，二极管器件有这么多的这种模型，就是由于在不同的场合下，可能不同的模型所分析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说这个0点几伏的电压0点几伏的电压对于我整个电路的支路量来说是不可忽略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需要采用这样的或者这样的模型。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就是这样的这一个斜率的电阻大概是几欧，这个电阻的斜率大概也是几欧。就如果说这样几欧的电阻阻值对于整个电路来讲是不可忽略的，那么当然就需要考虑它。那么当然如果说这个几欧的电阻是不需要考虑的，那么这样的模型就是 OK 了。所以于是究竟采用哪个模型取决于你分析的那个电路，包含这个二极管的电路，其他支路量它大概的电压是多少，这些支路上它大概的电阻是多少，你根据那个就能做出准确的选择。大家好，在第9讲里我们介绍了 MOSFET， 在第24到26讲里我们讨论了如何用 MOSFET 来构成数字系统的基本单元门电路。大家都知道，对于 MOSFET 来讲，在 DS 之间可能有3种情况：开路、电阻和受控电流源。那究竟对于一个实际电路来讲，它工作于这3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呢？我们这一讲将给出答案。在分析具体电路之前呢，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 MOSFET 3种不同的工作区域以及工作区域所对应的限制条件。我们先来分析截止区，也就是说 D 和 S 之间是开路，在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条件是 UGS 小于 UT。当 UGS 大于 UT 以后， DS 之间被导通，那么它可以把 UDS 和 IDS 之间看成是一个二端元件。我们以前的仿真表明，它具有这样的电压电流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看成是一个电流源，而且经过以前的分析，知道这是一个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大家观察到了吗？需要 UDS 相对比较大的时候，它才是一个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压控电流源的条件是 UDS 大于 UGS 减 UT。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电流源的值是1/2 K 乘以 UGS 减 UT 的平方，因此它是一个非线性的。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在这里 UGS 大于 UT 以后，当 UDS 相对较小的时候，它是一个可变电阻。
但是呢，由于这个电阻的可变范围并不太大，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电阻。于是第三种情况就是认为是一个 R on， 那么这个时候 UDS 应该相对较小，即 UDS 小于 UGS 减 UT。那我们接下来就用实例来分析如何用假设检验的思想来判断某一个电路中的 MOSFET 究竟是工作在哪一端。大家请看这个电路，首先我们给出了 UGS 是5伏，而且我们给出了 UT 是1伏，所以它一定是大于1伏的，因此 D 和 S 之间一定是导通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做假设。第一个假设，我们假设 D 和 S 之间是一个受控源，那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压控电流源的参数是什么呢？0.5乘以5减1的平方毫安。我们需要写出来它的 UDS 在这里。那么 UDS 是等于，从这里做一个 KVL， 等于负的0.5 5减1的平方乘以9，因为毫和 K 消掉了，再加上5，算下来是等于负31伏的。我们来验证一下。UDS 需要大于 UGS 减 UT 才能成立。在这里，这是负31，这是5减1，所以不成立。我们的假设错误了。第二，我们假设它是电阻。由于这里给的是 1K， 所以这是 1KO， 这是 UDS。很显然，这是两电阻分压。UDS 等于 0.5 伏，那么在这个部分就需要 UDS 小于 UGS 减 UT， 那么它是 0.5， 这是5减1，是小于，是正确的。那么这就回答了我们此前在讲授门电路的时候提出过的那个观点。如果说供电电源是5伏，这个上拉电阻足够大，而输入信号是0、5伏之间变化的时候，那么输入信号是5伏时 ，DS 之间是可以看成 R on 的。在这一篇就给出了说明。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UGS 变化了，比如说其他参数全部保持不变 ，UGS 变成了 1.3 伏，会是怎样的情况？我们首先假设它是一个电阻。跟此前的计算是一样的 ，UDS 是等于 0.5 伏。需要 UDS 相对较小的时候，它才能是电阻，所以 UDS 是要小于 UGS 减 UT 的。在这里，这是 0.5， 这是 1.3 减1等于 0.3， 是不小于的。于是我们假设错误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假设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那么这个控制量呢是0.5乘以 1.3 减1的平方毫安。类似此前的 UDS 等于负的0.5 1.3 减1的平方乘以9再加上5，那么这个结果呢是 4.80 伏。那么在这部分呢，它的条件是需要 UDS 相对较大，因此就是 UDS 大于 UGS 减 UT。这里是 4.80， 这里是 1.3 减1等于 0.3， 它是大于的，因此我们假设成立。在接下来的第45讲里，我们将利用类似于这样的条件来
实现一个小信号的放大器。大家请看，在这一页和此前的那一页里，电路的拓扑结构完全是一样的，变化的只是 UGS 的不同，就使得 MOSFET 的 DS 之间呈现出不同的性质。我们很巧妙地用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分段线性的思想来判断了这个 MOSFET 究竟工作在哪一个区域。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假设检验方法的应用。在上一讲里我们介绍了半波整流，在这一讲里我们介绍另外一种整流，它的名称叫做全桥整流电路。为什么叫全桥呢？是由于电源和4个二极管一起构成了一个桥式电路。关于桥式电路，我们在此前有过很多的讨论。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电路。根据我们在第41讲介绍的内容，如果这个电路包括4个非线性元件，每一个元件都有2个工作阶段的话，整个电路就有2的4次方等于16种工作情况。我们逐一讨论这16种工作情况太复杂了，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针对于包含二极管电路的特殊分析方法，我们管它叫做电流流向假设法。这也巧妙地利用了假设检验的思想。在整个这一道题的分析里，我们均假设这4个二极管是理想二极管，也就是说导通的时候是理想导线，关断的时候是理想的开路。那我们现在来观察所谓的电流流向假设法，就是假设某一个电流能够从某一个二极管流通，看这个电流究竟能怎样流动。我们看，假设有一个电流能够这样流动，因为对于第一来讲，只有可能有这个方向的电流，流到这里了以后是不能往下流的，因为第二不能够承受反向的电流，必须这样流。这个电流流到这里以后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向上，一种可能在这儿向上。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是这样，这就构成了一个闭合回路，不可能存在着一个由纯电阻构成的闭合回路还有电流的存在。那么现在唯一的可能是从这儿流上来，那么类似的它也不能再往上流，否则就会构成了一个由纯电阻构成的闭合回路有电流，因此这个电流就必须要这么流。大家看，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电流回路。那么要想形成这样一个闭合电流回路，就需要这个有一个正的电流值。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正的电流值呢？ I 是等于 A 乘以 sin 欧米伽 t 比上 r 的，这个值需要大于0，在 A 值 R 值都大于0的情况下，只需要 sin 欧米伽 t 是大于0的。那么我们把电源信号和负载上的电压信号都来画一下。那么在 sin 欧米伽 t 大于0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短路线，这是短路线 ，U 是等于 US 的，就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分析另外一种情况，刚才的假设是第一上面流通一个正向的电流，导致第4必然流通一个正向的电流。现在我们假设第2上面流通一个正向的电流，跟刚才类似的，它不能往左流，因为这个时候第1就要流反向电流了，这是不行的，因此必须往这边流，这个电流还要大于0，它要这样的流过这个电阻。类似的，它不能往上流，否则就会构成一个闭合的仅包含电阻有正向电流的电路，因此需要从这儿有一个第3有一个正向的电流。类似的，它不能再往上流，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同样包含了这样一个闭合的电路，所以必然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回路，这个电流是需要大于0的。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这个时候的负载上的电压是反向的加在了电源的电压之上，于是 I 是等于负的 A sin 欧米伽 t 比上 r， 需要大于0，
因此它的条件是 sin 欧米伽 t 小于0的。大家请看这一点非常美妙。我们前面讲过了，半波整流的劣处是在于电源为正的时候可以给负载提供能量或者信号，但是电源为负的时候，负载上的电压为0。但是在桥式整流的时候，电源信号为负的时候，负载上同样可以获得正值的电压，也就是说负载上的电压波形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用一个仿真和一个实验来验证这里的分析。我们通过仿真来验证全桥整流电路的功能。图中4个二极管为桥式连接，输入端接是否有效值50赫兹正弦波电压源，输出端接负载电阻 R1， 将输入信号接到示波器的 A 通道，用蓝色线表示。负载电阻两端输出电压接到示波器 B 通道，用红色线表示。由于双通道的输入地隔离， B 通道的输入地并不是电源地。打开示波器，点运行，暂停。蓝色的输入信号是标准的正弦波，在正半周，红色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基本吻合，在负半周，输出信号是输入信号的反转，输出信号是连续的波动的直流信号，实现了全波整流功能。现在我们做一个二极管构成的全桥整流实验，它可以将交流变为直流。这是电路，输入为交流电压，输出是电阻两端的电压，经运算放大器隔离。用示波器分别观察不接入平滑电容和接入平滑电容两种情况下输入和输出电压的波形，通过开关来控制。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不接平滑电容的输入和输出电压波形。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输出是有较大脉动的直流。现在接入平滑电容，可以看到这时输出的波形较为平滑，是较为理想的直流。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43讲，我们来讨论非线性电路的小信号分析。通过此前几讲，我们已经介绍了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列方程求解法、图解法和分段线性法。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小信号法呢？这取决于两个原因。首先，对于图示的这样一个非线性电阻电路而言，电路里有时候会出现小的扰动，比如说这种扰动可能会表现在电路中的小的电压信号扰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二极管是如何响应的，是需要我们分析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感兴趣一个非线性电阻电路有小扰动时整个支路量的响应，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通过分析小扰动下电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可以特别的设计这个德尔塔 US 和 US 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一定特别的功能，比如说放大器和其他很多的功能性电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以一个概念性的放大器为例，来说明小信号的意义。大家请看，这个概念性的放大器是什么呢？我们利用二极管的指数性质，把二极管上加一个正弦的电压，因为指数性质是有显著的放大性质的，我们从而能够获得非常大的电流。在电路的另一端，假设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流控电流源的话，那么在负载上就有可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大的电压，从而实现了从源到负载在指数形式下的放大。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做会有任何问题吗？图上给出了的是二极管的电压电流关系特性曲线，我们把正弦电压加在了二极管两端，那么我们就可以画出正弦电压随着时间
变化的波形，然后一点一点的来看输出的电流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负载侧是一个线性的流控电流源，那么也就是说负载上的电压就直接由这个电流来决定了。我们看一下二极管的输出电流是不是一个随着输入的正弦电压被放大的电流。请看，我们也把电流的时间轴画出来。比如说电压是0的时候，当然电流是0，因为它是一个电阻。电压是某一个值的时候，电流是一个非常小的值，几乎接近0。时间相同的时间几乎接近0。电压更大了以后，开始从0有一点点增加了。电压到这个时候有显著的增加。电压到最大值的时候，当然也达到电流的最大值。再继续增加时间的话，那么电压就降低了。类似的，电流也降低了。那么降低到某一个值以下呢，电流就也变成0了。那么电压在负半周的时候，由于是负值，所以这个电流几乎全部都是0。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点全部都连起来的话，就可以得到电流的波形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电压的波形而言，电流的波形是有一点点像半波整流，而且又由于这是一个指数形式方程，有了比较明显失真的波形，这是不能让我们满意的。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想象中的概念型放大器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UI 特性的非线性元件上得到实现呢？大家也许想到了，输出电流之所以明显的失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电压的很多时候，输出都是0，这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就要想尽办法使得整个输入都在二极管的这个工作区段，这样的话就始终有电流的输出了。大家观察到了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使是在二极管导通的阶段，如果说你电压的范围变化的比较大的话，也就是说从这儿变化到这儿的话，那么输入输出的关系是一个呈指数的非线性，这就是使得导通阶段的输出电流和实际上信号的电压发生失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只能有目的的限制输入电压的大小，从而使得近似看起来输入输出在某一段上是线性的。那么好吧，我们沿着这个思想来看一看，我们确保整个的输入都使得二极管在导通区，然后呢输入信号呢也不那么太大的情况下，怎么样使得它能够按想象中的工作。我们来看，如果说在这样一个正弦信号的基础上，我们施加了一个直流信号，我们确保二极管始终工作在 US 附近，而同时呢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变化的正弦的话，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确保输入是一个叠加了直流的小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类似的画出输出随时间变化的波形。大家请看，
输入是 US 的时候，输出可能对应着一个 I0。输入增加到最大值的时候，输出也对应着增大到最大值。也就是说，输出是这样的一个波形。大家请看，由于这个斜率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同样能够实现输入信号到输出信号的放大，只不过我们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都是叠加在一个直流的基础上。那么在继续下面的讨论之前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个新的概念。大家知道，这里是工作点。作为一个非线性电阻而言，它在这一点的阻值 R 等于 US 比上 I0， 我们管它叫静态电阻，或者说 RQ。那么，正如刚才我们所言，我们是使得这个电阻在这个工作点周围很小的范围内工作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US 的线性变化可以类似于得到 I 的线性变化。于是，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小的德尔塔 U 和德尔塔 I 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定义它的在这一点的斜率，也就是在这一点的电阻的倒数 R D， 也就是动态电阻的意思，是等于德尔塔 U 比上德尔塔 I 的。那么，于是，在小信号分析领域，我们就有两个名词，一个是叫静态电阻，一个是叫动态电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此前讲授的，比如说这样一个 S 型的非线性电阻，那么由于它工作在第一象限，因此它的所有的静态电阻都是大于0的。但是在这一区段，根据我们刚才的定义，就知道它们的动态电阻是小于0的。我们在此前运算放大器的时候介绍过了负电阻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电压电流关联参考方向下过24象限的一条线，那里的负电阻是指的静态负电阻。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指的动态负电阻，这二者是不一样的。好了，有了刚才在工作点进行线性化的观点以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有一个叠加了直流的小信号，这个小信号呢，可以理解为是即将被放大的信号，也可以理解为是直流信号的扰动。还有一个线性电阻，还有一个压控型的非线性电阻。我们现在来列方程求解。在有扰动的情况下，我们定义整个电路的电流是等于 I0 加上德尔塔 IT 的。我们定义非线性电阻上的电压是等于 U0 加上德尔塔 UT 的，其中的 U0 和 I0 是指的 US 单独作用下那个工作点。回忆我们刚才的这样一个工作点，就是 U0 I0 的概念。好，现在我们来列写整个电路的方程。我们需要列写 KVL 方程，因此就是 US 加上德尔塔 UST 是等于 R 乘以 I0 加上德尔塔 IT 的，然后呢再加上 U0 加上德尔塔 UT， 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方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知道，对于这个非线性电阻而言， I0 和 U0 是它的工作点，因此我们有 I0 是等于 GU0 的。对于这个非线性电阻而言呢，现在加在它上面的电压是 U0 加德尔塔 U， 流过它的电流是 I0 加德尔塔 I， 那么它们之间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我们把这个非线性关系写出来，那就是 I0 加上德尔塔 IT 是等于 GU0 加上德尔塔 UT 的，这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那么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忽略二阶导及更高阶导的项，
那么就可以近似的把它写成 G_U0 再加上 G'_U0，就是在那个点的斜率的意思，乘以德尔塔 UT。好，那么由于 I0是等于 G_U0的，这一点我们一开始给出了，因此由这个方程我们可以得到德尔塔 IT 是等于 G'_U0 乘以德尔塔 UT 的。那么把这个结果带回前面这个最根本的 KVL 方程，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呢？这个方程就可以被拆成两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求直流工作点时的方程，那是 US 等于 R 乘以 I0 加上 U0， 就是整个的这个部分。在这里呢，I0 和 U0 之间是保持一个非线性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求解工作点的电路。那么把这些都消去了以后，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一堆方程，把它们写出来就是德尔塔 UST 等于 R 乘以德尔塔 IT 再加上德尔塔 UT。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小信号关系写出来，那就是德尔塔 IT 等于 G'_U0 乘以德尔塔 UT。那么我们需要对这个 G'_U0 做一个说明，它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底 G 底 U 在 U 等于 U0 时候的值。那么如果你在前面确定了 U0 的话，那么这个 G'_U0 也是一个确定的值。大家请看，这组方程很显然是一个非线性代数方程，而这组方程是关于德尔塔 UT 和德尔塔 IT 的线性代数方程。这非常重要，这实现了我们在本讲第2页讲的一件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人为施加的小信号来实现一些特殊的功能。对于小信号所在的电路或者说方程而言，激励和响应之间是线性的关系，这就非常便于我们用此前讲授的节点、回路、叠加戴维南来进行分析和设计。好了，刚才是纯粹的数学推导，接下来我们把它电路化。大家请看，左边这个方程是刚才我们列写出来的需要求解工作点的非线性代数方程组。我们不妨把这个代数方程组所对应的电路画出来，大家想想它应该是什么电路呢？很好，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电路。对吧？对于这个电路来讲 ，KVL 得到这个方程，它上面的关系得到这个方程，求出来的工作点是 U0 和 I0。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右侧的这样一个关于德尔塔 IT 和德尔塔 UT 的线性代数方程组来讲，我们从这个电路怎样能够得到对应它的电路呢？这个方程还是一个 KVL 方程，于是在这里就需要写成这是一个什么呢？从而使得它是德尔塔 UT。在这个上面，德尔塔 IT 和德尔塔 UT 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对的，这相当于是一个线性电阻。这个线性电阻的阻值是 GD⁻1。那么在接下来的一讲里面，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分析，对应于我们常见的电路元件来讲，它所对应的这个小信号下的模型是怎样的。有了这个工具以后，大家就可以很方便的分析小信号电路了。在结束本讲之前，
我们还要给大家提一个思考题，大家请看，对于这样一个有2个电源激励的电路，我们把它分成了一个电源和另一个电源单独作用，而且我们明确的知道它们的效果之和就是整个电路的 IT 和 UT。那么请问这个做法是叠加吗？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44讲。我们在上一讲小信号方法的基础之上讨论小信号模型。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为什么需要小信号模型。这是上一讲最后部分我们给出的一般性的电路，我们可以列写 KV2 方程，那就是我们在上一讲里把这个方程分成了2步求解。第一步就是我们用来求解这个非线性电阻的静态工作点 U0 和 I0， 在那里这个方程是这个的解就是工作点 U0 和 I0， 它对应着这样一个非线性的电阻电路。把这个方程及其解带入到这个方程里面去，我们可以消去静态工作点项，得到一个关于德尔塔 IT 和德尔塔 UT 的线性代数方程组，也就是这个数值在给定了 U0 以后是一个确定的数值，于是它是关于德尔塔 UT 和德尔塔 IT 的线性代数方程组。我们从这个代数方程组出发，可以得到一个对应的线性电阻电路。那么其中把原来的非线性电阻替换成了一个线性电阻，这个线性电阻的阻值就是这个系数的倒数。求解了这2个电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得到的 I0 和德尔塔 I、U0 和德尔塔 U 相加，得到最终电路的解，是这样的。那么这就完成了整个包含小信号电路的分析。对于这样一个电路的分析来讲，左边这个电路我们需要用前面介绍的列方程求解法、图解法或者分段线性法。我们现在非常感兴趣的是，能不能够不通过列写这样的方程推导出这样的电路的方法，而从这个原电路出发，直接得到这样一个线性电阻电路，这样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求出德尔塔 IT， 求出德尔塔 UT， 从而最终求出所有的解。那么我们观察这个电路和原来这个电路，它们具有相同的拓扑，唯一的变化是可能每个元件的参数发生了改变，而且也不一定。你看线性电阻就没有改变，电源发生了改变，非线性电阻变成了某一个确定的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个思想为出发，探讨在小信号电路里每一个电路元件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首先来看，如果它是一个非线性的流控电阻，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妨画出来它的电压电流关系。甲比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在某一个工作点下，我们有一个小的德尔塔 I 求出它的德尔塔 U， 因此呢就可以写成德尔塔 U 等于 dF dI， 在 I 等于 I0 情况下再乘以德尔塔 I， 因此这就表现出德尔塔 I 和德尔塔 U 之间一个线性电阻的特性，而这个线性电阻的阻值就是 F 一撇 I0， 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样。那么与之类似的，如果说这个电阻是一个压控型非线性电阻，
那我们把它的特性也可以画成这样。类似的，我们还是用一个切线的方法，这是德尔塔 U， 这是德尔塔 I。那么一样的，德尔塔 I 就等于底 G 底 U 等于 U0 乘以德尔塔 U。那么这是关于德尔塔 I 和德尔塔 U 的一个线性代数方程。这个数值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动态的电导，它就是 G' U0。于是这就是一个线性的电阻或者线性的电导。如果你用电导形式来表示，就是这样；如果你用电阻形式来表示，就是1分之 G' U0。那么沿着这个出发，我们不妨讨论一下，对于一个线性电阻来讲，它在小信号下是怎样的呢？对于线性电阻来讲，不管变化的是德尔塔 I 还是德尔塔 U， 我们都可以发现它的斜率是固定的。因此我们可以写成德尔塔 U 等于底 Ri 底 I 在 I 等于 I0 时候的值，再乘以德尔塔 I。那么对于底 Ri 底 I 来讲，它在任意 I0 时都等于 R 乘以德尔塔 I。所以在小信号下，它依然等效为一个线性电阻，阻值为 R。接下来我们讨论理想独立电压源，它在小信号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画出它的 UI 特性。首先，它是一个电压源，因此它不可能产生德尔塔 US。它唯一可能发生变化的是，有一个德尔塔 I 来了以后，是否有一个德尔塔 U 呢？那么类似的，我们就需要有德尔塔 U 等于底 US 底 I 等于 I0 时德尔塔 I。那么大家观察这个，由于它是 UI 平面上的一条直线，因此这个数值一定等于0。于是它在小信号模型下就是一个零值电阻，或者说是一条短路线。与之相关的是理想独立电流源，那么我们画出来它的 UI 平面上的特性。类似的，由于它是一个电流源，因此不可能产生小信号的电流。它唯一可能的是外界有一个变化的 U， 是否能够得到一个变化的 I 呢？那么德尔塔 I 是等于底 IS 底 U 在 U 等于 U0 的时候再乘以德尔塔 U 的。对应于这样一条直线来讲，这个数值是0，因此它就对应了一个零值的电导，也就是一个开路。关于理想独立电压源和理想独立电流源在小信号下分别等效为短路和开路，这对于我们解题来讲非常重要，请大家注意。接下来我们以线性压控电流源为例，说明线性受控源在小信号下是怎么表现的。假设控制量 U1 有小的变化，那也就是说德尔塔 I 是等于底 GU1 底 U1 在 U11 等于大 U1 的时候乘以德尔塔 U1。由于底 GU1 底 U1 是一个恒定的值，因此就得到 G 德尔塔 U1。可以发现，在小信号模型下，它依然是一个线性的压控电流源，而且控制量不发生任何改变。那么如果说这里是一个非线性的受控源，我们以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为例。类似的，我们有德尔塔 I 等于底 F 底 U1 在 U1 等于大 U1 时乘以德尔塔 U1。那么这个数值，由于 F 是一个非线性函数，就是一个随着不同工作点而改变的数值，因此它就是在小信号模型下等效为一个线性压控电流源。
那么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讲讨论 MOSFET 小信号放大器时用到。在完成了上述准备工作之后，我们来做一道练习。大家请看，这是一个包含2个非线性电阻的电路，这2个非线性电阻都是流控型。我们的激励是有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直流7伏，另外一部分是小信号的正弦。我们给出了幅值和角频率，现在需要求的是 U2 值。好，我们现在先求解工作点电路，需要画出求解工作点的非线性电路。大家请看，对于这个电路来讲，我们有5个变量 I1、I2、I3、U2、U3， 于是需要列写5个独立的方程。首先，我们可以写出2个 KVL。其次，在这个点用一下 KCL， 我们知道。接下来我们还有2个非线性的 UI 关系。这就是关于这5个未知数的非线性代数方程组。求解这个非线性代数方程组，我们就可以得到所有支路量的工作点。当然，我们这里最感兴趣的是 I2 的工作点是1安 ，I3 的工作点也是1安 ，U2 的工作点是3伏。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从原电路出发，构成小信号电路。正如本讲一开始介绍的那样，小信号电路和原电路具有相同的电路拓扑，唯一可能变化的是其各个元件的参数。现在我们就画小信号电路。直流电压源变为短路，交流小信号保持。线性电阻还是原来的阻值，非线性电阻均变为线性电阻。我们现在利用工作点来求它的阻值，我们把它分别定义为 R2 和 R3。对于 R2 来讲，很容易发现 R2 是等于底 U2 底 I2 在 I2 等于工作点的值，于是得到1加上6倍的 I2 的平方，把这个带进来，知道等于7欧。类似的，我们知道 R3 是等于底 U3 底 I3 ，I3 等于工作点，等于2加上3倍 I3 的平方，把这个带进来，知道等于5欧。于是我们知道它是7欧，它是5欧。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关于德尔塔 I1、德尔塔 I2、德尔塔 I3 和德尔塔 U2、德尔塔 U3 的一个线性的电阻电路。这个线性电阻电路是容易求解的，我们可以知道德尔塔 I1 是等于 UM 乘以 sin 欧米伽 t 除以2欧加上5欧并7欧的，最后算出来的数值是等于 0.203 UM sin 欧米伽 t 的。知道了 I1 以后， I2 和 I3 可以用2电阻并联分流，德尔塔 I2 等于对侧阻值比上2个阻值之和乘以德尔塔 I1， 代入上述数值可以得到 0.085 UM sin 欧米伽 t。 那么知道了德尔塔 I2 以后，德尔塔 U2 就可以用线性的电阻7乘以德尔塔 I2 等于 0.593 UM sin 欧米伽 t。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结论和这个结论合并起来，知道 U2
是等于3加上0.593 UM sin 欧米伽 t 伏的。于是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分析。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45讲。我们在第25讲里给大家介绍了如何用 MOSFET 构成门电路。在这一讲里，我们介绍如何构成放大器。门电路和放大器分别是数字系统和模拟系统的基本单元，它们都是进行信号处理最核心的要素。在下学期的课程里，我们将介绍如何用 MOSFET 来处理能量。让我们开始吧。在开始讨论放大器电路之前，让我们来回忆一下 MOSFET 的3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及其约束。首先 ，MOSFET 的 G 极与 DS 之间始终是开路的。其次，在满足 UGS 小于 UT 的时候 ，DS 之间是开路。当 UGS 大于 UT 以后 ，DS 之间开始导通电流。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样的形式，可以粗略的把它分成这一段和这一段。那么在这一段相对来讲 ，UDS 比较小，也就是说，如果说 UDS 是小于 UGS 减 UT 的时候，那么在 D 和 S 之间可以看成是一个线性的电阻。那么在这一段，即 UDS 相对较大，也就是说 UDS 大于 UGS 减 UT 之后，在 D 和 S 之间可以看成是一个压控电流源，这里面这个控制量 IDS 等于2/k 乘以 UGS 减 UT 的平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我们在第24讲至第26讲里讨论过如何利用 MOSFET 的开路特性和电阻特性来构成门电路。我们在这一讲里讨论如何利用 MOSFET 的压控电流源特性来构成放大器。好，接下来我们就以这样一个例子来讨论 MOSFET 构成放大器电路的分析。这个电路和 MOSFET 构成的反向器电路拓扑结构是一样的。如果 MOSFET DS 之间工作于非线性压控电流源的话，那么这个电路就是一个非线性电阻电路。我们可以用此前2讲讨论的小信号法来对其进行分析，当然前提是 delta UIT 可以看成是一个小信号。那我们现在就来用前面讨论过的假设检验的思想来判断一下这个 MOSFET 是否工作于电流源区。我们假设它是工作于电流源区，现在需要画出来它的直流工作点电路，那就是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来讲，我们讨论的输出是 UDS。为了求出 UDS， 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路径上应用 KVL， 可以得到等于 4.375 伏。根据此前的复习，我们知道 MOSFET 工作于压控电流源区的条件是 UDS 大于 UGS 减 UT。在这道题里，它是 4.375， 它是 2.5 减1等于 1.5， 所以是成立的。因此，我们验证了这个 MOSFET 工作于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区，而且我们知道了这个工作点 UDS 是 4.375， 工作点 UGS 是 2.5 伏。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条件来画出这个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小信号电路。在小信号电路里，所有直流量被置0，因此有输入仅包含小信号
输出为 DS 之间。这里非线性压控电流源变成了线性压控电流源，其特性为在这个电路里，想要求出 delta UOT， 我们需要在这个路径上应用 KVL， 因此从这个式子可以看出来，这个包含 MOSFET 的放大器把输入信号放大了-7.5倍。也就是说，从交流信号的角度来讲，输出比输入是-7.5倍。为了完成整个电路的分析，我们现在需要把直流部分和交流部分合起来写成，这就完成了整个包含 MOSFET 小信号电路的分析。在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在 MOSFET 的小信号放大器电路里面，输入和输出共原极，因此这种放大器也称为共原极 MOSFET 放大器。在以后的学习里，大家还会接触其他类型的放大器。接下来我们用仿真和实验来验证理论分析。我们通过仿真来验证 MOSFET 放大电路的功能。图中的 MOSFET RN7000 DS 两端接10伏电源，10千欧电阻 ，GS 之间接输入信号，包括直流偏置 2.05 伏，1毫伏有效值50赫兹正弦波电压源，直流偏置 2.05 伏是通过计算使得 MOSFET 工作在横流区，具备放大功能。示波器的 A 通道接输入信号，用红色表示；示波器的 B 通道接 MOSFET DS 输出电压，用绿线表示。打开示波器，点运行，暂停。我们用 AC 交流模式来观察波形，红线为输入的交流信号，绿线为输出的交流信号。输入信号每格代表1毫伏，输出信号每格代表50毫伏。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大约放大-50倍，实现了信号的放大功能。现在我们通过一个 MOSFET 放大器来了解放大器的性能。输入是直流偏置和交流小信号的叠加，交流小信号接入加法器的一个输入端，电位器用来调节直流偏置，经电压跟随器接到加法器的另一个输入端，经加法器和反线补离器作为 MOSFET 放大器的输入，用示波器来观察交流小信号和 MOSFET 放大器的输出。现在来看波形，通道1接的是交流小信号输入，它的峰值约为 0.2 伏。通道2接的是放大器的输出，可以看出输出波形的交变部分的峰值约为 6.4 伏，也就是说小信号被放大了30多倍，说明该电路实现了放大的功能。